萧炎目光盯着青眼镜，后者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大长老，我早就跟你说过，莫要用浮屠古族的那点名声去强求萧炎大哥什么，这终究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青眼镜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大长老，令后者的脸色也终于缓缓沉了下来。不过对于这浮屠玄的表情，他却是毫不在意，只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炎。萧炎大哥，带我走吧，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跟浮屠古族没有任何关系。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不光是浮屠玄，就连浮屠古族的其他强者都是脸色微变。闻言，萧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虽然浮屠玄这老东西的确是有些迂腐了，不过好在自己的眼光并没有错，青眼镜还是十分明事理的姑娘。既然这浮屠玄如此冥顽不灵，自己也就不用多给这老东西多少面子了。而这时，一道庞大的气息也是终于爆发了出来。只见浮屠玄终于缓缓站起身子，圣品的气息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令整个浮屠界都是微微震颤。青眼镜，不要忘了你浮屠古族族人的身份。浮屠玄神色阴沉地盯着双手握在一起的2人。身为浮屠古族的圣女，耗费了我族无数资源的堆积，你有义务为我族做出贡献。浮屠玄看着青眼镜，后者却是不屑的一笑。大长老，我青眼镜生于浮屠，长于浮屠，将族群视作自己的家，的确是我应该做的。为族中做出贡献承担义务，也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要如何去做，却并不一定要按照你的意见吧。你的固执迂腐，只会让浮屠古族失去原有的生机。在我看来，你并不适合担当一个掌权者。青眼镜微微摇头，这浮屠玄的确是实力强大，是浮屠古族如今唯一的一位圣品天至尊，也是唯一一位能够催动族塔的强者，是浮屠古族不可缺少的支柱。可这并不代表着他拥有接触的用人能力，在他的手里，浮屠古族的确是越发的死气沉沉，失去了一个顶尖势力应有的活力。闻言，浮屠玄顿时老脸微微涨红，牙尖嘴利的丫头，别忘了，你还远远没有达到圣品，现在的你还没有管理浮屠古族的资格。今日，老夫以大长老的身份要求你，不得离开这浮屠古族。浮屠玄双目微微一瞪，显然也是动了真火。他有些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为了这个丫头和浮屠古族好，可他为什么就是不领情呢？然而，在他话音刚刚落下的那一刻，一道丝毫不比他弱，甚至比他更加可怕的气息，却是已经在萧炎的身上骤然爆发。同样是圣品的气息，在火之大道的影响之下，这气息甚至是更加的强悍，瞬间替代了浮屠玄，让整个浮屠界都是臣服在了这可怕的威压之下。老家伙，本帝看在你跟浮屠古族历代前辈为大千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份上，看在劲儿的面子上，已经多次给你留了面子，希望你别给脸不要脸。到了这一刻，萧炎也是终于不想再装了。这老东西说话实在是令人生气，那迂腐固执的脑回路更是令人头疼。也难怪当初那些大千世界的圣品天至尊当中，都有很多人对他的性格颇为的不喜。这般怪异的思路，别说是圣品天至尊，便是一介凡俗当中，都是很少有人会如此吧。既然这老家伙听不进去好话，那萧炎也只能动用武力去解决问题了。被萧炎一顿训斥，浮屠玄的脸色终于变得更加难看了。而在其下方的众多浮屠古族的天至尊也是纷纷脸色微变。今日的一幕，就算是2位脉首都是未曾想到过。毕竟虽然他们都有些不支持浮屠玄的决定，可也没想过青眼镜和萧炎会当众打脸浮屠玄。不过这大长老的想法实在是令人有些难以理解。今日若是将这萧炎得罪狠了，将来不但搞不好这层关系，反倒是有可能成为仇家。想到这里，一些天至尊都是忍不住站了起来，似是想要拉一把浮屠玄。虽然本质上说他们都应该站对大长老，可萧炎这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潜力实在是令人不愿得罪。谁都知道这位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在将来还会更加强大。本来今日的宴会之上，大家都是抱着巴结萧炎的心思来的，谁能想到你大长老这么横，竟然不让人家夫妻2人团聚。想到这里，玄默默手和默默默手相互对视一眼，正欲上前劝阻一番，结果便是看到浮屠玄的背后已经有着一尊巍峨古老的水晶巨塔缓缓浮现了。不准走！浮屠玄冷哼一声，脚步踏出，水晶巨塔已经释放出了恐怖的威压。萧炎，你若是不答应老夫的条件，今日便是不能带青眼镜离开我浮屠古族。他话音刚刚落下，浮屠界当中的所有生灵便是敏锐地感觉到整个浮屠古族的温度在这一刻都是骤然升高了起来。只见天空之上，无尽的绚丽火焰在顷刻之间汇聚，眨眼之间便是已经抽干了整个浮屠界当中所有的火属性能量，并且连那空间之门都是丝毫拦不住外界火属性能量疯狂的涌入。以萧炎如今的境界，一道空间之门又怎么可能拦得住他？之前没有进来，只是留给浮屠古族一道面子而已。既然这浮屠玄不要，那自己也就没有留守的必要了。老东西，
你真的有些聒噪了。年轻人的是你少管，浮屠古族在你这老家伙的手中，也难怪这些年会一直衰败下去。萧炎这次也是真的有些怒了，就凭你，也想拦住本地的去路？他话音落下，虚空当中的绚丽火焰已经凝聚成了一道100万丈巨大的火焰手掌。火焰手掌燃烧之间，浮屠界的生灵都是惊惧的发现，浮屠界那天至尊大战都难以摧毁的坚固空间都在迅速融化。然而，如此恐怖的高温之下，地面上的生灵除了感到有些炙热之外，却是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这一幕被一些修为较高者看在眼里，更是感到震撼。这炎帝不愧是掌握了火之大道的存在，对于火焰力量的控制竟然到了这般出神入化的程度。浮屠古族的强者忍不住感到有些震撼，然后便是看到那巨大的火焰手掌已经照着浮屠玄的方向拍了过去。到了此刻，他们才想起来，这炎帝如此可怕的手段，竟然是要对付自家大长老所用。当他们从这个概念当中回过神来的那一刻，便是看到那巨大的火焰手掌已经落在了那水晶巨塔之上。火焰手掌动作轻盈，似是并没有动用多少力量，然而就是这么轻飘飘的一掌，当落在那水晶巨塔之上后，却是令周围的数十万里空间都瞬间崩裂。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曾经无敌的大长老便是如同那水晶巨塔一般，直接倒飞了出去。望着这一幕，众人都是陷入到了沉默当中。他们终于明白萧炎为何能够杀出如此可怕的战绩，接连不断地斩杀了足足4位天魔帝了。仅仅一掌，竟然令浮屠玄这种老牌圣品天至尊都无力抵抗，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虽然早就已经从传闻当中听说过萧炎的可怕，但只有真正见到的那一刻，众人才知道这位炎帝的真正实力是何等的可怕。难怪此人在与那炼天魔帝大战的同时，竟然还能斩杀雷天魔帝和如此众多的魔帝。你被萧炎一掌拍飞，浮屠玄的身影在虚空当中忍不住倒退了足足数十步，一双老眼有些惊骇地盯着萧炎。虽然早已知晓萧炎的实力必然比自己更强，可只有真正交手，浮屠玄才能感觉到对方的实力原来超过了自己这么多。他竭尽全力，水晶巨塔爆发出刺眼的光芒，却是始终无法撼动那火焰手掌分毫。萧炎，老夫承认实力的确是不如你。浮屠玄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老脸都憋得涨红。若是在外界，你的实力绝对是可以碾压老夫的，可你不要忘记了，这里可是浮屠古族。浮屠玄怒喝一声，下一刻，无数灵力丝线从他体内爆发，转而便是引动的整个浮屠界，甚至浮屠大陆都是微微颤抖了些许。望着这一幕，青眼镜的神色微微一变。浮屠玄，你疯了不成？青眼镜终于是忍不住骂了起来。你竟然拿位面本源和祖塔来对付大千世界的自己人！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浮屠界深处那已经沉寂了无数年的祖塔，在这一刻都是开始轰隆隆作响。只见浮屠玄站立在天空之上，手中印结缓缓变动之间，一道巍峨无尽、高度隐约已经超越了整个浮屠界的无垠巨塔已经缓缓浮现。在那巨塔之上，隐约还有着整座浮屠大陆的本源加持。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为何都极难攻破对方的顶尖势力？想要击杀一位圣品天至尊，即便是强如圣天魔帝乃至炼天魔帝，都要将对方引出老巢才能将之斩杀。原因就是这些圣品天至尊都可以调动老巢当中的超级大陆本源，更是可以催动族中的镇族之物。如摩诃古族一旦退守摩诃大陆，凭借着摩诃无量屏和摩诃大陆的本源，即便是圣天魔帝也根本无可奈何，普通天魔帝更是造不成丝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强行攻破一座超级大陆，至少需要5位以上的圣品天魔帝联合才有一丝希望。而此刻，位于浮屠大陆更是掌握祖塔的浮屠玄同样有着这样的力量。在浮屠大陆的本源加持之下，加上祖塔这件比寻常圣品绝世圣物还要可怕的至宝，浮屠玄可以轻易镇压寻常圣品。即便是青山剑圣、圣天魔帝那种层次的超级存在，在这等浩瀚伟力之下，也唯有逃跑这一条路。只要还没有真正从超脱圣品，力量再强也无法跟一座超级大陆的本源一直消耗下去。浮屠玄知道萧炎的实力必然是无比强悍的，甚至已经超过了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等人，但他也相信，面对这祖塔的浩瀚伟力，即便是萧炎也是不敢硬抗太久。他也没有打算真正的要去伤害萧炎。若是萧炎真的在浮屠古族出了事，那浮屠古族的名声就要在他这位大长老的手中彻底的臭了。只是规矩不能破，青眼镜同样不能就这么带走。萧炎，只要你不答应老夫的条件，青眼镜今日绝对不可能跟你离开。浮屠玄怒吼一声，祖塔已经携带着浩瀚天威镇压而来。萧炎大哥，望着这一幕，即便是青眼镜都是感到内心有些仓皇，俏脸微微发白。身为浮屠古族圣女，对于这祖塔的威力，她心中自然是同样的清楚。放心，祖塔当头，萧炎的脸上依旧没有丝毫的惧意，
反倒是笑着拍了拍青眼镜的玉手，安慰对方。而后，他的目光当中也是终于多了几分冷意。浮屠玄，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本帝也只能将你镇压了。萧炎话音落下，浮屠古族的众多天至尊们都是脸色微变。只见那原本就已经可以镇压浮屠玄的100万丈火焰手掌，在此刻竟然开始再度暴涨起来。相比起他们，浮屠玄的脸色更是微微一变。身为圣品天至尊，可以掌控浮屠大陆本源的他，此刻却是惊愕地发现，整个浮屠大陆那近乎无穷无尽的火属性能量，都是在眨眼之间，以一个极为可怕的速度，朝着那火焰手掌迅速汇聚。此刻，浮屠大陆那属于火焰部分的本源力量，都是直接脱离了他的掌控，转而朝着萧炎的方向投来。这怎么可能啊？浮屠玄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却是发现那无尽的火属性能量已经融入到了萧炎的火焰手掌当中。一时之间，那火焰手掌当中所蕴含的威能，甚至隐约达到了祖塔的层次。在那火焰手掌的面前，浮屠玄甚至觉得，就算是他自己都撑不过一掌。祖塔，给我震！浮屠玄发出一声怒吼，祖塔携带着无尽的混沌气流，朝着萧炎镇压而下。然而，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祖塔，萧炎神色却是丝毫不变，只是手掌对着那巍峨无尽的祖塔方向做出一个托伏的姿势。而后，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那巍峨无尽的祖塔和火焰手掌几乎占据了小半个浮屠界，然后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两尊庞然大物碰撞的瞬间，浮屠界的天空都是直接坍塌了部分，露出外面的天地。火焰巨手略微下沉了一丝，而后便是纹丝不动。一瞬间，整个浮屠古族都是陷入到了死一样的寂静。这不可能！望着这一幕，浮屠玄脸色大变，眼中同样带着不可置信的神色。以个人之力托起整个祖塔，这是什么天方夜谭？除去浮屠玄之外，浮屠古族的其他强者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而是以用麻木2字来代替。一名圣品天至尊调动一方超级位面的本源力量，加上一件古老的圣品绝世圣物，这等实力已经隐约超越了圣品的极限，隐约触摸到不朽大帝那等强者的门槛了。然而，就是这般可怕的威能，却是被面前这个黑衣青年轻松的单手托住。那么，那名身处中央的黑衣青年，其本身实力究竟到了一个怎样可怕的层次？这就是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实力吗？恐怖如斯，难怪能够杀得域外邪族那般的凄惨。围观的强者纷纷咽了一口唾沫，暗叹萧炎的实力之强大。你竟然能够强行调动整个浮屠大陆的火属性能量！浮屠玄双目圆睁，满脸的不可思议。不过在不可思议之后，他的老脸之上更是带着几分不满。萧炎，老夫承认你实力的确是十分的强大，在火焰之道上的成就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但你以为这样就能带走青眼镜不成？要知道，这些火属性能量虽然丰裕，却也仅仅只是大陆本源1/10的力量罢了。就算你能将这1/10的力量运用得极为完美，又能如何？难不成可以与剩下的9%一直消耗下去不成？浮屠玄冷笑一声，位面本源的力量尽数加持在祖塔之上，对萧炎再度造成了难以言喻的压力。他相信，在这般可怕的压力之下，就算是萧炎能够硬抗这祖塔一时，也终究会有力量消耗干净的时候。无知的老家伙！望着这一幕，萧炎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你所依仗的不过是祖塔和位面本源赋予你的力量罢了。若是没了这些力量，你又能做到何等地步呢？萧炎冷笑一声，下一刻，那原本托举着祖塔的火焰巨手之上，却是突兀的有着无数绚丽的火焰开始朝着祖塔的方向蔓延而去。一条条绚丽火焰宛如一条条长蛇一般将祖塔缠绕，甚至借机钻入到了那祖塔之上的一道道门户当中。而伴随着这无数火焰的蔓延，浮屠玄本就不太平静的面容却是忍不住再度一变。只见那无数火焰长蛇缠绕之间，他对于祖塔的控制竟然在缓缓的减弱。这是什么妖法？浮屠玄双手微微一颤，浑身修为催发到极致，想要将祖塔收回。此刻的他已经来不及想着要用祖塔压住萧炎了，而是生怕失去了祖塔的控制权。这祖塔那是浮屠古族历代强者耗费心力淬炼酝酿而成，即便是在圣品绝世圣物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至宝，是浮屠古族的根本。若是这祖塔被萧炎夺走，那他就是浮屠古族的万古罪人，即便是死了也没有脸面去面对浮屠古族的列祖列宗。然而任由他竭力的催动祖塔，此刻的祖塔在无数火焰长蛇的包裹之下，却仿佛陷入到了泥沼当中一般，移动分毫都是无比的困难。就这点手段，还想拦住本帝？萧炎冷笑一声，无数绚丽的火焰已经化作一道道长蛇钻入祖塔的内部。在那祖塔的内部当中，一团威能隐约都接近一座超级位面的光团正静静地悬浮其中。这里赫然便是整个祖塔的本源。正是因为有着这道本源的威能，祖塔才能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威能，
镇压之下，宛如一座超级大陆直接压下，自然是可以轻松镇压寻常圣品。不过，当这祖塔面对的是萧炎的时候，情况却是完全不同了。只见无数火焰长蛇迅速将那一团本源包裹，而后缓缓封印住那本源光团与浮屠玄之间的联系。嗡！光团内部，许多浮屠古族历代天至尊的残留意志在低吼挣扎，似是对于萧炎的做法极为的不满。然而，萧炎的意志降临，便是令这些意志在瞬间变得老实许多。天至尊的意志固然是强大，可在萧炎的面前又能算得上什么？伴随着这些意志被降服，祖塔本源在这一刻都是变得老实温顺了起来，任由那无数火焰长蛇化作了一道道火焰锁链，将其封印包裹。伴随着祖塔本源被包裹封印，天空之上的浮屠玄在这一刻都是脸色变得苍白了起来。你对祖塔做了什么？浮屠玄盯着萧炎，一双眼睛瞪得睚眦欲裂。难不成这萧炎真的要将祖塔夺走不成？若是失去了祖塔，那浮屠古族可就真的要一蹶不振，甚至有着从5大古族跌落的风险了。想到这里，他的脸色都是略微变得苍白了些许。干什么？萧炎站在虚空当中，不知何时，那巍峨无尽的巨大祖塔竟然在这一刻开始被他所操纵。只见他心念一动，那火焰大手竟然已经抓起祖塔将之操纵。你这老东西实在是有些冥顽不灵，浮屠古族在你的手中，再过上数万年，怕是真的会彻底衰败下去。萧炎缓缓抬起手，那巍峨无尽的祖塔已经缓缓遮蔽了浮屠玄头顶的天空。今日，本帝就带你浮屠古族的历代先辈好好惩戒一下你这个迂腐的家伙。萧炎话音落下，那巍峨无尽的祖塔便是朝着浮屠玄的方向镇压而去。望着这一幕，浮屠古族的众多强者微微张大了嘴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拿我浮屠古族的镇族之宝去镇压我浮屠古族的大长老，这是什么事啊？想到这里，那些浮屠古族的天至尊们都是感到了一丝憋屈之意。然而，虽然心头有些古怪的憋屈，但当看到那一袭漆黑墨衫之后，这些天至尊却是没有一人敢站出来去援助浮屠玄，连祖塔都被对方轻易控制了，此刻出去与找死有什么区别？看着炎帝的脾气，应当也不是什么不讲理之人，跟他好生说上2句，想必也不会让对方惦记。对方虽然打算镇压大长老，但看在青眼镜的面子上，想必也不会真的伤害其性命吧。这个时候站出去，除了跟着大长老被镇压，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好处。一时之间，整个浮屠古族竟然是无人敢动，只能彼此眼睁睁地看着那巍峨无尽的祖塔缓缓落在了大长老的头上。混蛋，你竟敢拿我族的塔来镇压老夫！浮屠玄显然也是明白了萧炎的想法，一张老脸瞬间由白转红。他灵力催动之间，那尊水晶巨塔也是同样爆发出可怕的光芒，似是想要竭力的抵抗祖塔的镇压。然而，祖塔降临之下，水晶巨塔很快就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在那宛如一座超级位面的可怕力量镇压之下，这座水晶巨塔并没有坚持太久，很快便是在祖塔的镇压之下出现了无数条裂缝，最后轰然爆裂成了无数灵力碎片。水晶巨塔崩溃，浮屠玄终于是脸色涨红，一口老血喷出之后，脸色再度变得惨白起来。然而此刻，那祖塔已经重重地压在了他身上，那宛如一座超级位面的浩瀚重力，令他这位圣品天至尊都是举步维艰，稍微动弹几下都是大口喘着粗气。萧炎！浮屠玄发出最后一道愤怒的嘶吼，然后便是被祖塔当中飞出的无数火焰锁链给捆绑了起来。火焰锁链捆绑之间，他那圣品中期的修为在此刻都是被迅速封印。这看似普通平常的火焰锁链之上，实际上却是有着一道道可怕的灵印环绕，是一道缩小了无数倍的圣品大宗师级别的灵阵。伴随着火焰锁链的封印，浮屠玄那可怕的气息开始急速衰落，最后浑身灵力都被彻底的封印在了体内。他神色惨然，头发凌乱，双目有些呆滞地望着那虚空当中的黑衣青年，不知道事情的结局最后怎么会发展成这样。被浮屠古族历代先祖祭炼了无数年的祖塔，怎么会被这萧炎轻易夺取控制权？自己这个堂堂的圣品中期天至尊，即便是借助着超级位面的本源之力，竟然也会被如此轻易的封印。一切发生的都是如此的突然，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梦幻，唯有身上那释放着丝丝灼热之意的火焰锁链在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自己这个堂堂浮屠古族的大长老，在自家的地盘之上，被人用浮屠古族的镇族之宝给封印镇压了。老家伙，今日本帝就将你封印100年，让你在这祖塔当中好好反省一番。萧炎淡淡的看了浮屠玄一眼，这100年的时间，你好好跟你浮屠古族历代先辈的意志沟通一番，看看你这些年办的事情到底对不对。萧炎话音落下，那祖塔便是如同一抹天穹一般，将浮屠玄的身影遮蔽，而后重重的落了下去。而后，祖塔之上爆发出一阵迷蒙的混沌气流，
最后将浮屠玄吸纳到其中的核心空间。做完这些之后，萧炎这才心念一动，操纵着祖塔缓缓缩小到原本的万丈大小，最后化作一道流光，飞回到浮屠界深处原本的位置。轰隆！祖塔落地，令整个浮屠界都是微微震颤了一下，更是令浮屠古族所有强者的心神都是狠狠震颤了一下。20多位天至尊相互对视一眼，眼中满是茫然和呆滞。自家大长老在浮屠界当中跟人对敌，结果被人家用浮屠古族的祖塔给封印镇压了。这说起来怎么跟闹着玩一样？但是眼前的这一幕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众人的面前，令他们无话可说。到了这一刻还能说什么？上前指责一番吗？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都不敢这么做。萧炎身后，青眼镜也是微微张大了嘴巴，一双美眸盯着萧炎，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他原本的设想当中，一旦浮屠玄催动了祖塔和浮屠大陆的力量，即便是萧炎如今的实力能够硬抗祖塔的力量将自己带走，就已经很不错了，大概率甚至带不走自己了。然而眼前发生的一幕却是令他有些呆滞。萧炎大哥，你……青眼镜盯着萧炎，沉默良久之后才轻声道：“你真牛逼。”闻言，萧炎也是终于露出一抹笑容，轻轻握住后者的玉手，而后才扫过下方的诸多浮屠古族天至尊们，脸上恢复了以往和煦的笑容。诸位，如今我带青眼镜离开，想必大家不会再有什么意见了吧？望着天空当中那笑容温和的青年，诸多天至尊心中却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一个个脑袋忽然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表示自己的立场。没有意见，我自始至终就觉得唯有萧炎大人才配得上圣女。那是自然，圣女你是知道的，我们墨脉一向是无比的支持您跟萧炎大人的事情。萧炎大人请见谅，大长老年纪大了，难免会有些昏聩，做出这种迂腐的事情也是他咎由自取，还请萧炎大人不要迁怒于我浮屠古族。一位位天至尊都是连忙开口，今日一战，他们终于是见识到萧炎的真正实力了。难怪当初魔诃古族那边传来的消息说对方杀魔帝比杀条狗还简单，就凭着萧炎今日对付大长老的手段，对方若是有了歹意，即便是在浮屠界当中也是可以将他们尽数击杀。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除非是不朽大帝原地复活，不然如今的大千世界还有谁是这萧炎的对手？念及此处，众多天至尊心中对于萧炎更加的敬畏。闻言，萧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这浮屠玄真是老糊涂了，脑子倒是不如浮屠古族的这些小辈好使。虽然这些天至尊有贪婪狡诈者，也有刚直正义者，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脑子都是正常的。既然如此，萧某就不在这浮屠古族过多停留了。日后我与静儿举行婚礼之时，欢迎大家前来做客。萧炎笑着朝众人拱了拱手，转身便是打算带着青眼镜离开。萧炎大哥，青眼镜脸色微红，却是一把抓住了萧炎，令对方不要急着离开。怎么，你难道不想跟我走不成？萧炎回过头笑看着青眼镜，不是，当然不是。青眼镜连忙摇头，正要开口，下方玄脉的脉主在此刻却是终于先一步，有些尴尬的开口看向萧炎。萧炎大人，虽说老祖做的有些不对，但您将他封印之后，我浮屠古族可就失去了圣品强者坐镇。没有圣品强者坐镇，那今后域外邪族入侵我族该怎么办是好？伴随着玄魔魔主的话音落下，萧炎这才明白这些家伙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也明白青眼睛为何这么匆忙地拉住自己了。的确，自己就这么将浮屠玄封印了，那对于自己来说的确是爽了，也是做足了威慑力。可是浮屠玄被封印，对于整个浮屠古族，甚至是大千世界都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失去了这位圣品强者的坐镇，浮屠古族在面对天魔帝强者的进攻，将没有多少抵抗之力。甚至一旦有着顶尖天魔帝降临，他们就会面临当初色魔族和灵魔族所遭遇的灾难，举族都将被一位顶尖强者屠戮。一位仙品天至尊，可是很难运转的动一座超级位面的本源。这种事情在远古大战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且失去了浮屠古族的坐镇，大千世界北境的边界防线便是出现了一个缺口。今后域外邪族想要从此的入侵，无疑是简单了许多。无论是为了浮屠古族，还是大千世界，浮屠玄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力量。萧炎虽然强大，可却并未暴露自己拥有一气化三清的本领。即便是暴露了，哪怕是以他如今的实力，也不可能在整个北境战线来回支援。不过，对于众人的担心，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只见他轻轻拍了拍青眼镜的手掌，令对方放下心思，而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众多的浮屠古族的天至尊们。诸位放心吧，我与这浮屠玄虽然是有些小小的个人恩怨在里面，不过也不至于将事情做得太过。那封印依旧保存，不过若是有着天魔帝级别的强者入侵，我自然同样会借助祖塔的力量感知到，
到时候我自然会解除掉浮屠玄的封印。萧炎的话语令青眼镜微微松了口气，更是令浮屠古族的强者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位炎帝大人也是个认死理的，若是对方不顾一切硬要封印浮屠玄100年，那他们可就要无比头疼了。等这老家伙把域外邪族击退了，我再回来将他重新封印一次。众人这口气尚未落地，萧炎的下一句话便是令他们有些目瞪口呆了起来，就连青眼镜都是忍不住微微瞪大了美眸，俏脸迷茫地望着萧炎。我们走。萧炎却是不再废话，一只手拉住青眼镜，两人便是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群浮屠古族的天至尊们面面相觑。没想到这位炎帝大人也是如此小心眼之人。话虽如此，也是大长老把人家得罪的太死了。方才炎帝与大长老动手的那一幕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存在显然是真的急眼了。哎，大长老遇到这种事也是倒了大霉了，想必他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封印在祖塔当中吧。几名天至尊议论纷纷，尤其是三脉当中最强大的几名天至尊已经开始重新规划浮屠古族接下来的利益分配了。这一次，以往无比嚣张的默默脉主和玄默脉主却是一脸笑容的望着青脉的几位天至尊，言语之间是十分的客气，甚至主动割让了部分资源留给青脉。虽然青眼镜已经离开了浮屠古族，但他们心中更是清楚青眼镜是为何离开，又是跟谁离开。若是仅仅只有青眼镜一人，他们自然是甘与青脉继续作对。可如今的青眼镜身边站着的是谁？那是炎帝萧炎。这等人物，他们抱大腿都是有些来不及，又怎么敢去得罪？得罪青眼镜，报复或许在今后很久才会出现，但是敢得罪萧炎，怕是很快就会进入祖塔去陪大长老了。很显然，这些剩下的天至尊们虽然修为低，但是情商却是比浮屠玄高了许多。萧炎大哥，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人。虚空当中，青眼镜与萧炎朝着大千宫的方向疾驰而去，前者却是美眸闪烁地盯着萧炎。闻言，萧炎则是不留痕迹地将目光看向他。怎么，你不喜欢吗？你若是不喜欢的话，我现在就将那老家伙给放出来，当然我也会把你送回到浮屠古族。萧炎笑眯眯地看着青眼镜，却是令后者俏脸微微一白。讨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坏。青眼镜轻轻伸出白皙如玉的拳头，在萧炎胳膊上轻轻捶了一下，旋即才忽然又喜笑颜开了起来。你是不知道啊，我活在这老家伙那所谓的规矩下面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甚至连族里这些家伙都被这老家伙管得十分难受。青眼镜轻轻吐槽，萧炎却是微微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对于这等大族而言，其实有那么几个浮屠玄这样的老迂腐未必是什么坏事。迂腐代表着循规蹈矩，不懂变通，可迂腐也同样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方式。当然，迂腐的人是绝对不能成为掌权者的，一旦他们成为掌权者，那下面那些不迂腐甚至油滑过头的人，则是会将那迂腐的规矩变成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进而产生新的腐败。到了这时候，迂腐的领导者就会被这些人愚弄。在浮屠古族当中，那玄脉和墨脉显然就是有着这样的情况。故而萧炎之所以说出今日那番话，其实并不是他一定要强行封印浮屠玄一定要100年，而是让那两脉的首领知道自己的手段，让他们老老实实的不敢在浮屠古族有着任何的动作。毕竟以青眼镜的天赋加上自己的指点，或许数十年之后就可以提前成为圣品大宗师。而到了那时候，青眼镜也自然可以轻松地将浮屠古族的权力真正地握在自己的手中。青眼镜此刻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萧炎的深思熟虑，他与浮屠玄虽然都是相互之间颇为的不喜对方，但终究都是一族之人，不至于对对方下死手，但又看对方有些不顺眼。萧炎这一次直接用祖塔将浮屠玄封印，他倒是觉得颇为的痛快。两人一路前行，很快便是再度回归到了大千宫的地界。而当两人来到这大千宫的疆域之后，原本还笑嘻嘻的青眼镜忽然变得有些紧张了起来。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啧啧，没想到堂堂浮屠古族的圣女竟然也有在这种事情紧张的时候。萧炎笑着调侃，青眼镜却是忍不住轻轻白了他一眼。讨厌，即将见到你的家人了，难免会有些感触。青眼镜无奈地摇摇头，自己这浮屠古族圣女的身份，别说萧炎的家人都是下位面飞升上来的一些强者，就算是5大古族的圣品，也难以令他太过紧张。这一点有着少许浮屠古族带给他的底气，更多的则是他自己实力带来的底气。在这般年纪就成为天至尊，将来更是有望问鼎圣品。青眼镜自认放眼如今的大千世界，除了萧炎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在天赋上绝对压过自己。可是问题的关键却是，萧炎的家人里面可不只是那几个长辈啊，他还有5个老婆和孩子。似是看出了青眼镜的紧张，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伸手握住对方的玉手，令他稍微缓和了一些。不要担心，
家里的工作我都做好了。萧炎语气从容，却是有着一种令人心安的感觉，似是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青眼镜微微点头，也是不再如此的紧张。很快，两人便是再度降临到了大千宫当中。而后，伴随着萧炎的归来，萧炎的诸多亲人也是纷纷受到召唤，从大千宫的一处处行宫当中飞来。言儿，这就是你在大千世界给魏父找的儿媳妇。萧战一出场，一句话便是令青眼镜俏脸微红，却是巧妙地化解了常见的尴尬。哼，你小子真是不简单，一来到大千世界就降服了浮屠古族的圣女。如果我感觉不错的话，这位圣女还是一位真正的天至尊吧。萧玄也是笑着开口，在其身旁，药老则是轻轻笑着抚摸胡须。萧炎也是依次介绍了父亲萧战、老师药尘和先祖萧玄。老师，您突破了。介绍之间，他的目光扫过药老，却是忍不住目光微微一凝。本以为药老会比彩铃等人稍慢一步，却是没有想到药老竟然是飞升之后第一个突破到地至尊的强者。他的速度甚至比雷莹和严禁更快一步。哼，我毕竟年长别人许多，心灵积累更是深厚，加上你提供的这么多宝物，侥幸之下便是顺利突破了。药老微微一笑，却是令萧炎都有几分唏嘘。药老的修炼天赋或许在众人当中只能算是一般，可若是论起心境这方面，在场的众人当中也只有萧炎和萧玄敢说能够胜过他。毕竟是当年从一个药族的普通血脉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斗气大陆巅峰的存在，也难怪前世有了萧炎的资源帮助之后，他可以在短短100年之内达到仙品巅峰。雷莹和严禁也已经闭关了，想必出关之后同样可以达到地至尊层次了。萧玄在一旁笑着说道：如今这些人都算是萧炎的麾下，也同样是萧族的麾下，萧玄自然是希望他们越强越好。很好，老师，等这2人出关之后，您便是与他们一同返回斗气大陆炼化一道地之本源吧。萧炎微微点头笑道：九星斗圣彻底转化灵力之后，实则是9品至尊的修为，一旦突破也不过是下位的至尊而已。不过当他们返回到斗气大陆炼化一份地之本源之后，在那一道位面本源的加持之下，却是可以发挥出的至尊大圆满的实力，甚至在斗气大陆当中更是可以发挥出比寻常准天至尊还要略强些许的实力。这就是位面本源的神奇和珍贵的地方。3人突破对于斗气大陆自然是一份好事，不过萧炎当下的重点却并不是这里。他很快跳过这件事情，继续给青眼镜介绍接下来的舞女。而这一刻，青眼镜的眼神也是终于郑重了许多。大千世界也好，斗气大陆也罢，都是强者为尊的世界，强者拥有多个妻子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为了萧炎，他可以容忍对方有着其他的女人甚至孩子，但却并不代表他自己就甘心受委屈。若是对方并不是好相处的人，那他自然也不会过分忍让。不过还好，当他与舞女的目光相互对视之后，他看到的是5道好奇与友善的目光。5名女子容貌气质各异，但毫无疑问都是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绝世美人。萧萱儿一袭青衣，宛如不沾尘埃的精美清莲。彩铃本体为七彩吞天蟒，身上有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犹如玫瑰一样美艳无双，却又带刺，看来在下位面的时候就不简单。小医仙白衣胜雪是众女当中气质最为温婉的一个。如果说萧萱儿是一朵青莲的话，她就宛如一朵白莲，却又带着一些山茶花的空灵。云云同样带着几分领袖的高贵，但又带着几分女人的柔软，宛如出水芙蓉一般美丽而不俗气。亚妃虽然修为稍微低了一些，可一双眼睛当中的精明却是丝毫不输前面4女。一袭红衣包裹，宛如一朵最为鲜艳的牡丹，一眼看过去便是给人一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青眼镜一边微笑着与众女打招呼，一边心中默默点评。就在这时，几个幼小的身影不知何时钻了出来。青眼镜忍不住低头看去，便是看到了一名眉心带着七彩印记、漆黑大眼睛带着几分妖异的漂亮女童，已经不知道何时抱住了他的大腿，一双大眼睛正眼巴巴地看着他。青姨好。小女孩丝毫不怯生，抱住青眼镜的大腿，便是脆生生地打了个招呼。在她打了招呼之后，后面的一个比她略小一些、有些虎头虎脑的男孩，便是带着剩下几个豆丁大小的娃娃齐齐立正。青姨好。几个娃娃像是排练好了一般，整齐划一，却又奶声奶气地喊道。望着这看似严肃，实则有些好笑的一幕，青眼镜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这群孩童当中，最小的那个还在吃着手指，可却是一脸严肃，更是令人忍不住想笑。好可爱的孩子啊！青眼镜嘴角泛起一抹宠溺的笑容，手掌一挥，5道闪烁着光芒的玉镯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来，孩子们，走的时候太过匆忙，没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等将来青姨再给你们补上。青眼镜柔声笑着将5枚玉镯递了过去。
望着这一幕，薰儿、彩铃等人仅仅客套了一番，便是没有再推辞。只不过彼此看向青眼镜的目光却是多了几分真正的柔和。说实话，礼物究竟是珍贵与否，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对方真正的拿出了一个想要好好相处的态度。别的不说，从这一点上便是可以看出，这位浮屠古族圣女是真的想要跟自己等人好好相处。对于他们各自的孩子，看得出青眼镜也是真正的很喜欢。这一幕才让众女有了愿意与其真心相处的心思。当然，身为临阵大宗师、天至尊强者，又是浮屠古族的圣女，青眼镜本身的收藏又怎么可能差了？他随手送给这5个孩子的都是一道圣物级别的宝物，足以令9品至尊疯狂，地至尊都眼红。此物一旦激发，足以抵挡地至尊强者一段时间的攻击，是很多大势力的小辈外出历练之时所经常使用的东西。不过这次出来实在是太仓促了，没有准备什么好东西。青眼镜微微一笑，解释了2句。闻言，薰儿众女更是感到有些惊讶，心道这浮屠圣女出手果然大方，随手便是一件圣物当作礼物，这般手笔，就算是其他天至尊都未必舍得吧。别看他们如今个个都是有着准绝世圣物层次的战甲护体，甚至已经有人有了绝世圣物，但这些都是萧炎赠予，并不是他们靠实力所得。来到大千世界这段时间，他们对于大千世界也是更加的了解，知晓一件圣物至少价值数百万至尊灵液，一些准绝世圣物更是高达上亿至尊灵液。青眼镜这随手的赠予，便是价值数千万至尊灵液了。虽说跟着萧炎令他们眼界也是极高，而且这几个孩子身上更是有着萧炎留下的更加强大的保命手段，但这5件宝物却是更加说明了青眼镜的态度。他们不要求青眼镜将自己的孩子当成亲生孩子一般疼爱，但至少也不能抱有敌意。现在看来，萧炎的目光从来都是没有错的，他选的女人绝对不会是那种小肚鸡肠的毒妇。于是乎，在几个孩子的环绕之下，青眼镜与众女之间的关系开始迅速升温。他也是发现了几女对他的友好态度。很快，在小潇潇的带领之下，几个孩子瞬间将此地的气氛活跃了起来。而萧炎也是很快吩咐下去，令大千宫的人准备了一场丰盛的晚宴。这一点，寻常诸魔师乃至天至尊都是没有资格这么做的。不过，萧炎在大千宫的地位自然不同。先不提他诸魔王和大千世界第1强者的身份，单是他与青山剑圣以及紫雷真君等人的关系，想要让大千宫帮个忙，自然是算不上什么。很快，便是有着几名地至尊率领着一位位至尊级别的侍卫送上一道道美酒佳肴，众人其乐融融，相处得十分愉快。直到晚宴散去，众人才纷纷默契的离场。即便是彩铃、薰儿等几女都是十分懂事的离开，原本热闹的行宫再度变得有些空旷了起来，只剩下萧炎与青眼镜留在此地。萧炎大哥，等到众人离去之后，青眼镜的脸上不复方才的从容淡定，望着那一步一步朝着自己微笑走来的萧炎，脸上露出了些许的红晕。如今2人算是真正的成为了一对，接下来或许会干些什么，他心中自然是十分的清楚。劲儿，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焦急，反倒是笑呵呵地拉着他坐在一旁轻声说着话，气氛渐渐舒缓，青眼镜脸上不再有太过紧张之色。到了天至尊这一层次，他们对于这种俗事其实也并非是太过的看重。当然，萧炎想要，他自然是愿意给的。咱们的孩子，萧炎轻轻揽住青眼镜，手掌温和地触摸向了对方的小腹，温热的触感传来，青眼镜忽然想起了当初在那火焰熔炉当中的疯狂，脸色渐渐变得绯红起来。萧炎大哥，你我都是天至尊的存在，实力太过强悍，所以孕育的子嗣并不能用寻常凡人的习惯来评估。青眼镜目光看着萧炎，脸色更加红润。这孩子现在也只是小小的一枚，并不耽搁你我。说到这里，即便是他对于这种事情看得颇为的淡然，此刻也是终于忍不住脸色彻底红润。闻言，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这才忍不住说道：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给孩子的名字叫做什么？不得不说，萧炎方才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最起码不是现在。至于青眼镜的说法，他却是没有任何的质疑。天至尊强者生命强大，生下的孩子刚刚出生，看似只是比普通人强上这么些许，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孩子所表现出的潜力和实力都将会无比的可怕。当然，孕育的时间自然也会随着孩子的天赋越强而时间越长。别的不说，按照大千世界的开麦说法，2名天至尊一同诞生的子嗣，即便是天赋最差的，都是6天脉的程度，其中7神脉才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拥有这等天赋，虽然不敢说将来一定可以100%的成为天至尊，但成为天至尊的几率必然是比普通天才要强了不知道多少。最起码在修炼到地至尊之前，这些天才几乎不会遇到任何瓶颈。再往上的8神脉和9神脉，那就是无比的罕见了。
尤其是那传说中的九神脉，就仿佛当年薰儿的神品血脉在斗气大陆一般，都是各大顶尖势力当中都算得上传说一般的天赋。这些只是人类的孕育方式，像神兽一族，有些胎儿一个孕育便是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当然，这种兽胎一旦出世，可能生下来就是超级神兽，天生就有至尊级别的实力。孩子叫什么名字？青眼镜微微一怔，轻轻抚摸着那尚且平坦的小腹，脸上缓缓露出了一抹笑容。萧炎大哥有什么想法吗？这一下轮到萧炎陷入到了短暂的沉默。良久之后，他终于缓缓开口，望着青眼镜，而后试探性地问道：“那不如就叫萧晨如何？”萧晨，青眼镜微微沉吟，一双美眸也是微微一亮，倒的确是个不错的名字呢。呵呵，萧炎微微一笑，神色略微有些复杂地摸了摸鼻子，望着那还没有隆起的小腹，轻轻说道：“我儿萧晨或许有主宰之姿。”主宰是什么？青眼镜有些好奇地望着萧炎。就是圣品之上的境界。萧炎也是微微沉吟，这才想起来大千世界似乎并没有主宰这个境界的详细介绍。或许在极为遥远过去，大千世界也曾诞生过主宰强者，但至少最近数十万年都没有出现过这等强者，这也就导致其他各大势力都从来没有这等强者的记载，即便是五大顶尖古族当中也从未有过。最近10万年以来，各方所记载的唯一一位实力绝对超过圣品的强者，就是不朽大帝了。主宰，圣品之上的境界。萧炎大哥，你是说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有希望成为超越圣品的存在吗？青眼睛瞪大了美眸，一双眼睛忽然有些水汪汪地看着萧炎，那般含情脉脉的眼神令萧炎都是心中有了些许的悸动。有很大的可能吧，未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萧炎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自己改变了命运的路线，将来这孩子出生之后究竟会有怎样的成就，这是谁都说不清的事情。萧炎大哥，叫夫君。夫君，结。烛光微微摇曳，清冷的行宫当中，不知何时已经多出了一抹温暖的春意。翌日清晨，萧炎安排好青眼镜，也暂时住在大千宫当中，吩咐好众人好好修行之后，便是终于随着青山剑圣来到了大千群岛的一处荒芜岛屿之上。以大千宫的实力和资源，其麾下统治的这些岛屿，即便是不如那些顶尖势力的大本营，按理说对于普通强者来说，都能算得上是一处宝地。能够在大千宫的统治范围内找到这么一块堪比小型大陆，却没有丝毫生机的荒岛，当真是不容易。刚刚靠近此地，那荒岛之上便是已经有了颇为可怕的温度传来。萧炎的目光落在这荒岛之上，同样是带着些许的满意，因为在那荒岛的内部，赫然有着足上万道颜色各异的强大火焰悬浮，这些便是大千世界各大势力送来的顶尖火焰了。青山剑圣望着这处荒岛之上的无数火焰，眼中也是露出一抹感慨之色。如此庞大数量的火焰，几乎汇聚了大千世界万火榜90%的火焰数量。单是将这些火焰封印在这岛屿当中，便是另一位仙品灵阵大宗师和数位灵品大宗师连续忙碌了数日的时间。放在以往，即便是不朽大帝复活，都很难强行命令各方势力献上如此庞大数量的火焰。而今在域外邪族的压力之下，他们却是纷纷主动出手。闻言，萧炎也是略微感慨的点了点头。人都有自私之心，这些火焰每一道放在各自的势力当中，或许都是十分贵重的宝物，但如今在域外邪族的压力之下，这些顶尖势力却是主动呈上了一道道火焰本源。在这一刻，方才能看出大千世界强者们也同样有着团结的心思。此刻，那荒岛之上便是有着一道仙品巅峰的大宗师级灵阵，将这些火焰的威能尽数包裹其中，免得其中的威能泄露。毕竟这些火焰的威能一旦集体爆发，即便是圣品强者都只能暂避锋芒，威力实在不可限量。不过在萧炎的面前，这些火焰却都是珍馐美食一般的东西。只见他与青山剑圣微微作别，脚步一踏，便是无视了那道仙品巅峰的灵阵，跨入到了这座火焰岛屿当中。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也是微微攥紧了拳头，坐看着那落入无尽火焰当中的萧炎身影，喃喃自语：萧炎，你可一定要尽早突破啊！只有你更快一步突破，我大千世界才能真正赢得过那域外邪族。虽然先前的数次战斗当中，大千世界一方都一直是占据优势的一方，但青山剑圣当初便是已经说过，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真正的胜负之分，还要看那萧炎与炼天魔帝谁能更先一步突破，这才是未来战争的关键。这一点，早在当初炼天魔帝险些攻破魔诃古族之时，便是被众人所知晓。之所以在大千世界没有显得这般紧张，只是因为先前的几次大战一直是大千世界一方稳占上风而已。在青山剑圣的思虑之间，那位于荒岛当中的萧炎却是已经缓缓张开了怀抱。下一刻，无尽的绚丽火焰从他的体内疯狂涌出，绚丽火焰出现的一瞬间，
整片荒岛大阵内部的无数火焰都是微微跳动了起来，其火苗的尖端在这一刻都是朝着萧炎的方向齐齐低头，仿佛臣民膜拜他们的君王一般。经过这么多次的进化，帝炎早已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比起那位于火灵族当中的万圣神火也是相差不多，威能极为的可怕。即便是在大千世界当中，他也可以真正的称得上一声帝炎了。混沌熔炉，现！萧炎低喝一声，无尽的绚丽火焰开始迅速凝聚，最后缓缓化作一道万丈大小的火焰熔炉。而后，火焰熔炉爆发出极为可怕的吸力，将那一道道悬浮在虚空当中的火焰纷纷吞吸进去。嗡嗡！在这可怕的吞吸之力面前，很多火焰都是发出了微弱的反抗意识，但在那可怕的吞吸之力和帝炎的威压之下，他们并没有做出多少抵抗，便是被那火焰熔炉给吞噬了进去。随着一道道火焰宛如洪流一般被不断的吞吸进去，萧炎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开始缓缓的提升起来，一道越发深邃恐怖的气息正在其体内缓缓的酝酿。这一刻，三大分身尽数处于闭关当中，魔帝分身位于域外邪族，本尊立于大千世界，灵力分身同样在接受斗气大陆的酝养，朝着圣品冲刺。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萧炎的修为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外界也是同样发生着不停的变化。域外邪族深处，一处位于圣族疆域边缘地带的荒芜虚空当中，圣天魔帝静静地站立在虚空之上，望着下方那一道巍峨庞大的漆黑身影，眼中却是越发的带着几分焦急之色。炼天，你可一定要早点突破啊！圣天魔帝比青山剑圣等人更加的焦急，在他的预想当中，这炼天魔帝虽然天赋已经无比的逆天惊人，但实际上应当是不如那大千世界的萧炎的。毕竟前者突破天魔帝可是用了足足1年多的时间，而那人类萧炎突破到圣品却仅仅只是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虽然这其中有着炼天魔帝炼化了更多资源，修为更强大一些的原因，可在圣天魔帝的推算当中，对方依旧是要比那萧炎弱上一分。正是因此，他才不惜调动举足之力来快速提升炼天魔帝，并且连原始真焰都拿出来给对方使用，为的就是让炼天魔帝早日突破，好尽快攻下大千世界，将圣神救出。然而，在他安排炼天魔帝闭关之后不久，他便是收到了大千世界同样汇聚无尽资源帮助萧炎突破的消息。这一下，圣天魔帝彻底有些坐不住了。虽然明面上看，无论是论资源的集中度，还是最终火焰的强度，都是他们域外邪族一方更加强大一些，但若是那萧炎先一步踏入圣品巅峰，乃至半步主宰，域外邪族依旧是必输的局面。故而，自从萧炎闭关之后，圣天魔帝便是一直十分的焦虑。不过，当感受到那漆黑身影体内越发可怕的浩瀚波动之后，圣天魔帝心中也是微微有些心安。吞噬如此数量的火焰，即便是未曾达到天魔帝巅峰，应当也可以迈入到天魔帝后期了吧。感受到炼天魔帝体内传来的可怕气息，圣天魔帝都是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之感。如果说半年前的炼天魔帝仅仅只能让他感到一丝危险，全力爆发之下可以压制他些许的话，那如今的炼天魔帝便是真正的令圣天魔帝感到了巨大的危险。这炼天魔帝一旦突破，想必便是可以接近当初的不朽大帝，即便是我与其搏杀，也只有死路一条。圣天魔帝心中默默估算起来，他的实力本就是主宰之前最强的一档，不惜代价动用竞技手段的话，甚至可以短期之内爆发出半步主宰门槛的战力。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他却是觉得一旦炼天魔帝想要击杀自己，那自己绝对是死路一条。而半年前，他至少还有在对方手中逃命的把握。是的，距离上次炼天魔帝闭关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当中，域外邪族那汇聚万族所拼凑出来的火焰已经被尽数吞噬，只留下虚空当中的原始真焰依旧静静悬浮。域外邪族如此，此刻的大千世界也是同样如此。古老的荒岛静静地矗立在无尽海洋之中，仙品巅峰的阵法笼罩之下，却是已经再无其他火焰，只剩下一个直径万丈的绚丽火焰熔炉留在原地缓缓地旋转。荒岛之外，青山剑圣依旧屹立虚空之上，其身后却是多出了许多人影。青眼静站立，小腹终于有了微微的隆起，一袭月白长袍将他娇躯包裹，其身上释放出的气息却是令人心惊。半年的时间过去，有着之前的积累和感悟，他也是终于突破到了仙品天至尊的层次。在其不远处，萧玄等来自斗气大陆的强者同样站立，身上的气息却是已经与半年前截然不同。尤其是萧玄，气息已然隐隐与天地相融，真正的超越了斗帝的境界。天幕当中的数千年积累，来到大千世界之后的无数资源堆积，加上大千宫一些天至尊的指导，终于令他一举突破，成为了萧炎之后斗气大陆当代诞生的第2位天至尊。除去萧玄之外，岩镜雷莹、虚儿彩铃、小医仙等人都是相继突破的至尊。之后，他们都是与药老一般返回了一趟斗气大陆，
汲取了部分位面本源，顺利成为了斗帝，实力堪比准天至尊。半年的时间，却是斗气大陆的厚积薄发。除了萧玄迈入天至尊之外，斗帝、准天至尊级别的战力也是再度多出了足足6位，加上原本的竹坤和古元，已经是足足8位了。那些原本来自斗气大陆的斗圣们，如今也是相继成为至尊，有些资历较老或是天赋较高者，也是已经成为了9品至尊。可以说，如今即便是没有萧炎去插手，斗气大陆的实力也已经可以算是大千世界的一方大势力了。时间的力量总是如此的神奇，短短半年便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适用于斗气大陆的每个人，更适用于整个斗气大陆。距离此地无比遥远的斗气大陆中央，灵力分身正静静盘坐其中，无尽混沌气流被斗气大陆吞噬壮大自身，而后又分出一部分来酝养自身。有了萧炎意志的改造和菩提神树的加持，斗气大陆自主进化的速度要比其他超级位面快了不知道多少。短短半年的时间，便是已经不输于任何一座超级位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处处新开辟的天地宝地孕育而生，吸引来无数强者驻足。在这般浓郁的能量之下，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斗尊强者在大陆的某个新诞生的宝地当中突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1-2位斗圣诞生。这种强者的诞生速度比起过去要快了10倍不止，而且随着能量的愈发浓郁，生灵数量的越发庞大，这种速度在将来还会越来越快。大陆中央，菩提神树依旧释放着碧绿的光芒，洗涤着斗气大陆天地能量的同时，也在缓缓梳理生灵的灵魂，令他们更有智慧。萧玄虽然已经跨入到了天至尊层次，但斗气大陆除了萧炎之外，最大的底蕴其实是脚下的这棵参天古树。如今的菩提古树可是真的有着圣品实力，尤其是在斗气大陆，甚至有着镇压普通圣品的实力。它的存在就仿佛有了诞生灵智的浮屠古祖祖塔一般，不但拥有自我意识，实力更是无比可怕。神树下方，一条体长超过万丈的紫金雷龙静静盘旋在一处粗大的枝干之上。当初的9玄惊雷在被萧炎重新酝养了这些年之后，同样有了灵智和可怕的力量。尤其是萧炎在击杀了雷天魔帝之后，将雷天魔帝的一小部分魔帝本源进化之后喂养，令9玄惊雷直接达到堪比斗帝的可怕实力，并且还在慢慢朝着堪比天至尊的玄雷进化。不过9玄惊雷因为灵智诞生不久，距离真正的拥有生灵的完整特征还仍需锤炼，故而即便是有着这般庞大的力量，他也很难把握得住。吼！9玄惊雷盘踞在菩提神树的枝干之上，默默消化着肚子当中的雷天魔帝本源，偶尔还时不时地将金色的眸子看向大陆的某个角落，那里正有着杰出的炼药师炼制出可以引发丹雷的丹药。萧炎不但赋予了他灵智和堪比甚至超越斗帝的力量，更是赋予了他部分掌控雷霆规则的权柄，令他代替自己掌管雷法。天地运转，一切自有规则造化。9玄惊雷的眼睛缓缓瞪大，菩提神树同样开始沙沙作响。恍惚之间，天地已然色变，一道类似于半年前的庞大威压再度降临了整个斗气大陆。而后天地能量都是多了几分紊乱，那一直盘坐在神树上方的白袍身影，在这一刻终于睁开了眼睛。灵力分身突破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萧炎位于大千世界当中的本尊，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睁开了眼睛。而此刻，那整座荒岛之上的无数火焰却是已经被尽数吞噬。伴随着萧炎的眼睛睁开，一道无比可怕的威压几乎是在瞬间冲破了这座荒岛之上的仙品大宗师灵阵，而后朝着整座大千宫的势力范围蔓延。这一刻，整个大千宫直属疆域的所有天地之间都隐隐多出了丝丝缕缕绚丽的火焰，火焰燃烧之间，令整片天地的温度都隐隐升高了几分。同时，那无数的生灵在感受到这威压的那一刻，都是忍不住神色大变，很多更是直接匍匐在地。唯有一些天至尊在这威压之下依旧能够保持战力。可即便是如此，在感受到这可怕的威压之后，他们的脸色依旧是忍不住微微一变，纷纷从大千宫当中飞出，看向了那威压传来的方向。是炎帝，炎帝突破了！众多天至尊先是一惊，旋即彼此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欣喜之色。他们如今都是清楚，萧炎一旦突破，会有着怎样的实力，对于大千世界的影响又是何等的巨大。没突破之前都能强行击杀天魔帝，连浮屠玄动用祖塔都被他镇压，如今突破之后的实力又该何等的强大。虚空之上，青山剑圣双目放光，其他人也是颇为兴奋地看着萧炎。虽然早知道萧炎突破之后必定不凡，但仅仅只是这些动静就令他们感到萧炎果真了得。轰隆隆，四面八方无尽的火焰尽数汇聚在一起，化作一尊高达100万丈的火焰巨人。而后火焰巨人缓缓缩小，最后重新回归到萧炎的体内，只留下那黑衣青年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此刻萧炎也是终于从突破当中缓过神来，他笑着看向面前的众人，身影一闪，已然是来到了众人的身前。看来这半年的时间里，
你们的进步也是同样不小啊。萧炎同样笑盈盈地看着众人，对于众人如今纷纷踏入地至尊融合地之本源，拥有准天至尊战力，萧炎的确是早有打算。不过当看到萧玄都已经突破到天至尊之后，这才是他都没有想到的。虽说早有准备，但萧玄突破的速度也是比他预计的快了足足2-3年的时间。怎么样，现在有把握干掉域外邪族吗？当着众人的面，青山剑圣却是都顾不得在萧炎的家人面前，只是颇为期待地看着萧炎。对于这一天，他算是期待已久了，恨不得现在就灭掉域外邪族。方才萧炎突破时的气息也是让他有所感应，知晓萧炎如今的实力是何等的可怕。如果说过去的萧炎是需要火之大道才能压他一头的话，那现在的萧炎即便是不依靠火之大道，恐怕也同样能够轻松胜过他了。这等实力，就算是圣天魔帝遇到了，也唯有逃跑甚至陨落的下场。闻言，萧炎也是有些忍俊不禁地看了对方一眼，这才微微摇头，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青山剑圣微微一愣，便是明白了萧炎的意思。虽然萧炎如今的实力已经可以横扫整个域外邪族，一个人就能抗衡域外邪族高层，但域外邪族如今也同样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强者。炼天魔帝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实力恐怕同样有着不小的进步。萧炎如今的实力虽然强大，但那炼天魔帝怕是同样不会弱到哪里去。一想到这里，青山剑圣心中便是略微有些失望。而萧炎似是看出了对方的想法，心中却是毫不在意。毕竟炼天魔帝也是自己的分身，自己现在之所以不想直接灭掉域外邪族，只是因为域外邪族还有一些残存的价值而已。不过如今刚刚突破，倒是可以杀2尊天魔帝助兴。萧炎轻轻拍了拍青山剑圣的肩膀，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身影便是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道淡淡的话语留在了原地：备好酒宴，我去就回。话音落下，便是只剩下一脸懵逼的青山剑圣和同样表情有些呆滞的众人。一炷香的时间过后，萧炎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战魔族的疆域之外，他的到来无声无息，并没有被任何强者发现。然而他的身后已经有了无尽绚丽火焰凝聚，眨眼之间，一朵足足有着万丈大小的绚丽火莲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火莲闪烁之间，空间已经不知何时悄然化作了虚无。而当这火莲出现，炽热高温席卷天地的那一刻，战魔大陆之上的许多魔帝在这一刻也是终于有所反应。不好，好可怕的火焰能量！是谁？许多魔帝脸色微变。战天魔帝不知何时已经从宫殿当中走出，半年的时光，他终于将被炼天魔帝打成的重伤调养过来。只不过当他走出宫殿的那一刻，望着那垂直朝着自己迎面来的绚丽火莲，一张青铜色的脸庞此刻竟然隐隐泛白了起来。不好，是炎帝萧炎！炎帝萧炎突破了，正在攻击我战魔族。战天魔帝先是朝着域外邪族发出一道消息，然后便是开始疯狂逃窜。什么？炎帝萧炎突破了？简简单单的一道消息，已经令域外邪族所有的天魔帝都大吃一惊。在那消息当中，战天魔帝的声音显然是无比的紧张，甚至隐约带着一分恐惧之意。该死，这萧炎怎么会突破的这么快？圣天魔帝脸上都是露出一抹狰狞之色，连同他身后的那些天魔帝都是同样无比焦虑。焦虑的同时，他们也是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那盘坐在虚空之上的漆黑身影之上。那炎帝萧炎早在突破之前就比圣天魔帝都要强上一线了，如今再度突破，谁还能是他的对手？该死啊，这炼天魔帝怎么还没有突破啊？众多天魔帝心中都是无比焦急，圣天魔帝却是顾不得这些了。诸位，随我一同前往边境，拦住那炎帝萧炎。圣天魔帝脸上带着一抹焦急，虽然不知道萧炎如今的实力究竟如何，但他心中清楚，就算他自己单对单的情况下，怕是都有着不小的危险。当下他的目光扫过身后足足7位天魔帝的身上，这7位天魔帝都是域外邪族的后方的天魔帝，属于是机动力量，在大千世界当中也同样有着没有坐镇前线的圣品天至尊。这些人在平时都是相对更加悠闲一些，但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往往是需要匆忙赶去的。3位顶尖天魔帝，4位天魔帝中期。圣天魔帝目光扫过7位天魔帝，如此阵容一旦联合自己组成阵法，虽然不敢说能击杀那萧炎，但拦住对方应当不是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也是不再犹豫，留下2位实力最弱的天魔帝负责给炼天魔帝护法，然后便是拉着其他5名天魔帝瞬间朝着战魔族的方向赶去。轰隆！就在一行天魔帝动身的那一瞬间，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便是已经从极为遥远的地方传来。虽然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爆炸，但那其中的威能却是令6位天魔帝都是忍不住眼皮子一跳。要知道，此地距离那战魔族的疆域可是隔了不知道何等遥远的距离，就算是天魔帝拼命赶路，都要2炷香的时间。可是如此遥远距离，他们竟然依旧可以感受到空间传来的可怕波动。
虽然这道波动传到此处已经十分的微弱，但却是真真正正存在的。对于魔帝级别的强者而言，可以轻易的察觉到，这萧炎到底干了什么？他难道已经可以强到可以将一座超级大陆给直接摧毁了吗？圣天魔帝眼皮子微微跳动，其余天魔帝更是心中都隐隐发颤。毁掉一座超级大陆，对于一位顶尖天魔帝而言，都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远古时期的大战当中，曾经有数十位天魔帝、圣品天至尊在当年的遗迹大陆大战，最终令这座无主的超级大陆崩裂。圣天魔帝与暗天魔帝当年联手，也曾强行毁掉过一座超级大陆，不过两人都是爆发了底牌手段，全力攻击很久才将之毁灭。从古至今，除了天邪神，还没有人能够随意一击就毁掉一座超级大陆，即便是当初的不朽大帝，也是在燃烧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刻，这道突兀出现的爆炸实在是震惊了域外邪族的所有魔帝。同样的，这可怕的爆炸也同样震惊了大千世界一方所有的天至尊。那可怕的爆炸波动已经隐隐开始可以撼动整个大千世界的空间，虽然只有爆炸中心带着最恐怖的毁灭，但哪怕是一丝连地至尊都很难察觉的力量影响到了亿万里之外的空间，也是无比可怕的一件事情了。难以想象，这爆炸的中央又该是何等可怕的毁灭场景。这萧炎现在已经这么猛了吗？青山剑圣站在大千宫当中，同样忍不住轻轻咽了一口唾沫。在那爆炸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大千世界超过半数的天至尊都在疯狂地给他发消息。没办法，那可怕的余波即便是穿过了小半的大千世界的范围，令普通生灵根本感受不到，可天至尊强者早已身容天地，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剑圣前辈，这是谁搞出来的动静？如此威能，怕是圣品强者挨上了也要瞬间陨落吧？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呵呵，你们这就敢说可怕了？老夫距离战魔族最近，感受才是最为剧烈的。一位圣品天至尊的声音传来，却是带着些许的颤抖。他先是颇为得意地说完这句话，然后声音骤然一变，仿佛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才缓缓地说出一句话：“诸位，战魔大陆似乎要没了。”仅仅一句话，令所有天至尊都陷入到了沉默当中。同样的一句话，也通过距离战魔族最近的一位天魔帝传到了域外邪族所有魔帝的耳中。这位天魔帝，赫然便是战魔族附近仅存的顶尖天魔帝——黑狮天魔帝。伴随着色天魔帝、雷天魔帝被接连斩杀，如今的战魔族疆域附近唯一一个可靠的盟友，便是只剩下了黑狮天魔帝一位顶尖天魔帝。其实，噬魔族当中如今除了黑狮天魔帝，还有着一位天魔帝中期的顶尖强者。只不过，当看到这一幕之后，黑狮天魔帝没有任何支援的意思，而是掉头就跑。回到噬魔族的噬魔大陆之后，便是调动举族之力和位面本源的力量，施展出最强的防御。哪怕是身为一名天魔帝，他此刻的胆气都是已经被吓破了。战魔大陆的天空之上，萧炎静静地站在虚空之上，目光扫过下方已经被无尽火浪覆盖的战魔大陆。如今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圣品后期，神魂力量更是堪比半步主宰，又吞噬了如此数量的高阶火焰，凝聚出的灭世火莲威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比可怕的程度，说是真正达到神灵门槛也不为过。当然，达到神灵门槛并非代表堪比真正的神灵，毕竟类似的攻击，天邪神可以爆发出很多次，但萧炎即便是实力达到圣品后期，也只能爆发10来次而已。不过即便是如此，也说明萧炎全力爆发之下，真正达到了神灵的门槛。论起实力，他比起当年的不朽大帝已经是真正的无比接近了，甚至只要他愿意，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轻松地将名字烙印在苍穹榜之上。伴随着那道惊天动地的爆炸，灭世火莲爆发出了近乎无穷无尽的绚丽火焰，席卷了整个战魔大陆。在那火莲爆炸中央的100万里范围之内，一切物质已经彻底的湮灭成了虚无，甚至连这战魔大陆的中央都被直接炸出了一道深达数万里的深坑。深坑当中，无数物质都已经尽数化作最为原始的粒子。大地都是如此，那方圆100万里内的其他物质更是不值一提。无论是魔帝还是普通生灵，在那堪称灭世的毁灭爆炸面前，都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在这一刻，尽数被炸成了虚无。而后，爆炸的余波携带着无穷无尽的绚丽火浪扫过，即便是强如魔帝，在那可怕的冲击之下，也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瞬间被轰成了烟粉。火焰浪涛所过之处，整个战魔大陆表层1000丈的土地都是被直接烧成了滚滚岩浆。至于其上原本的山川河流，此刻也是已经彻底消失。连同这些山川河流一同消失的，还有所有生活在战魔大陆之上的生灵。一击之下，整个战魔大陆表层的所有生灵，也就是战魔族的大本营，已经彻底的覆灭。这就是萧炎突破之后所能爆发出的真正实力，也是神灵层次的真正力量。一击之下，
一片超级位面的表层都要陷入大灭绝，甚至在萧炎的感知当中，连那战魔大陆的位面本源，在这可怕的爆炸之下，都是隐隐衰落了几分，仿佛受伤了一般。不过，说是完全的大灭绝，倒也不对。萧炎的目光扫过战魔大陆，嘴角缓缓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战魔大陆当中，除了大量战魔族的生灵和被战魔族污染的附庸之外，还有着类似当年斗气大陆地下火蜥蜴人一族类似的岩浆生物。这些生物许多甚至并没有被魔气污染，除了那爆炸中央的百万里天地被波及到之外，其他生活在地底数千里甚至数万里的生命倒是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大陆的表面的确是已经是瞬间陷入大灭绝，仅仅一击便是令这战魔族主力彻底的消失。当然，在这可怕的爆炸之下，依旧是有着3道微米的气息残存了下来。战天魔帝，你倒不愧是顶尖天魔帝，竟然能够在本地的灭世火莲之下依旧残存。萧炎微微一笑，双手不知何时出现了2道火焰长矛，朝着下方战魔大陆边缘的2个方向爆射而去。在那2个方向当中，分别是2名残存的战魔族魔帝。这2名战魔族魔帝运气不错，都没有处于那火莲爆炸的核心，甚至位置十分靠近战魔大陆的边缘。因此，即便是萧炎的灭世火莲威能已经极为的恐怖，但余波在扫过近乎整座超级大陆之后，残余的力量也是终究难以彻底灭杀一位魔帝。然而，即便是如此，那2名魔帝的眼中也都是露出了惊恐之色。其中1名玄魔帝还好，除了体表较为狼狈之外，魔元并未受损，他也是灭世火莲之下唯一一位没有受到重伤的魔帝了。而另一位幽魔帝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是为了硬抗下这一招，也足足消耗了60%的魔元，气息萎靡。不过2人的下场终究还是一样的，在如今的萧炎催动炎神之矛之下，2人那看似巨大的差距，也无非是巨人脚底下2只大小不太一样的虫子罢了。2道火焰长矛依次穿过2尊魔帝的身体，那幽魔帝刚刚瞪大眼睛，身体便是彻底消散。而那玄魔帝不愧是生命力强大，在发出一声惨叫之后，才满眼不甘地化作飞灰。战天魔帝，现在就剩你自己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体表绚丽火焰浮现，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化作1道万丈之高的火焰巨人。而后他脚步一踏，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战魔大陆南方的某个角落。在那里，一尊皮肤呈现青铜色，手中青铜长棍都隐隐弯曲的高大身影正疯狂地逃窜。神灵的力量！战天魔帝此刻正在燃烧魔帝本源，发了疯一般的逃跑。当那绚丽火莲降落的那一刻，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便是令他疯狂的逃窜。可是他逃窜的速度终究是不如灭世火莲的速度更快，最终还是被那火莲中央爆发的威能给波及到了。而后，这位域外邪族正面战力前5的顶尖天魔帝，在使出浑身解数的情况下，在耗费了超过50%魔元的情况下，终于是侥幸的从那爆炸核心的中央，借着那可怕的冲击力逃了出来。只是死里逃生当中，战天魔帝的眼中却是没有一丝庆幸，有的只是无尽的恐惧。要知道，这爆炸的威能固然可怕，可终究是呈现扩散的状态波及的，并没有将全部的力量集中于一点。可即便是如此，那可怕的威能也是令100万里内其他魔帝刚刚反应过来，便是化作虚无。也就是战天魔帝实力远超其他魔帝，加上他反应最快，逃跑最快，这才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仅仅一招就令整个战魔大陆表面陷入大灭绝，仅仅一招便是令他直接重伤。那萧炎的实力如今究竟可怕到了什么程度？一想到这里，战天魔帝心中的恐惧再度疯狂攀升。是，已经碎裂成无数碎片的空间当中，一道巍峨的火焰身影突兀地出现在战天魔帝的面前。后者瞬间神色大变，仓皇的想要用青铜长棍轰击，却是被对方一掌直接将青铜长棍拍飞。而后，一只火焰大手不知何时已经掐住了战天魔帝的喉咙。不愧是顶尖天魔帝，竟然能够在我的灭世火莲之下逃过一命。火焰巨人虽然是火焰凝聚而成，可是那绚丽火焰化作的脸庞五官却是十分的清晰，与真人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你的实力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战天魔帝身体微微发颤，作为一名天魔帝，他的本能令他想要发出最后的反击，却诡异的发现自己连自爆都做不到。在火焰大手将他掐住的那一刻，已经有无数可怕的火焰钻入他的体内，迅速封禁他的力量。哼，战天魔帝，你难道是第一天领略我强大的力量吗？火焰巨人清晰的五官之上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却是令战天魔帝浑身一个激灵。你，战天魔帝死死地盯着这尊巍峨火焰法身的五官，眼中的惊惧之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算是萧炎的攻击达到了神灵的门槛，就算是萧炎一招几乎灭杀了整个战魔大陆，战天魔帝惊惧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浓郁过。
面前这张五官清晰俊朗的火焰脸庞，明明是跟那个家伙没有丝毫的相似，可为什么给自己的感觉是那般的一样？战天魔帝死死地盯着那双燃烧着绚丽火焰的眸子，一抹彻骨的寒意从他的脊椎直冲天灵，深入灵魂。是你，就是你，你是炼天魔帝。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战天魔帝的嘴角都是微微颤抖了起来。域外邪族的最强者炼天魔帝，跟那大千世界的第一强者炎帝萧炎，竟然是一个人。虽然这明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可此刻萧炎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般的相似。可是炼天魔帝跟炎帝萧炎怎么可能是一个人？战天魔帝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火焰面孔，然后在他彻骨的寒意当中，那火焰巨人竟然是轻轻笑着点了点头。看来你还不算太蠢，恭喜你答对了。萧炎话音落下，战天魔帝心中已经彻底被冰凉占据，他的大脑在无尽的混乱当中忽然瞬间清明。是的，炎帝萧炎领悟了火之大道，炼天魔帝也同样领悟了火之大道。两人虽然实力有着些许差距，手段也是各不相同，可归根到底终究是将火之大道悟透之后的另一种表象罢了。同一时代，甚至是同一时刻出现两位掌握火之大道的天才，甚至双方连参悟的程度都是极为的接近，这又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就算那位传说中的超级存在留下的传承无比的可怕，可两人的悟性不同，又怎么可能同时悟透火之大道？一瞬间，炼天魔帝回归域外邪族之后，先是在炎魔族当中内斗杀了2位玄魔帝，然后又派人灭掉了异魔族，紧接着便是跟自己厮杀，最后突破。中间的过程当中，看似只有2名玄魔帝被他斩杀，可因为他的一些失误而间接陨落的魔帝，却是已经达到了4位天魔帝和近100位魔帝。自从炼天魔帝回归之后，域外邪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当中，竟然已经不知不觉损失了1/10的力量。而这1/10的力量当中，除了有小部分魔帝是青山剑圣击杀的之外，剩下的魔帝似乎都是面前这位炎帝萧炎所击杀的。不对，算上我和战魔族，我族的力量已经真正损失超过1/10了。战天魔帝的内心如坠冰窟。域外邪族的最强魔帝，被圣天魔帝倾尽一族资源所培养的绝世天才，竟然是那大千世界一方的强者，这是什么命运的玩笑？我一定要将这个消息传递回去。战天魔帝双目赤红，甚至开始燃烧魔魂，想要用最后的搏命将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递给其他天魔帝。然而在他刚想燃烧魔元的那一刻，一只手掌已经携带着无尽的火焰能量拍在了他的天灵之上。跟你说这些只是想让你死个明白，你怎么还真想传递回去这些消息？疑惑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回响。下一刻剧痛传来，战天魔帝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崩解，就连那坚韧无比的魔魂在这一刻都是在迅速的消散。在那无数火焰的束缚之下，他甚至传递不了任何消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肉身破碎，魔魂消散，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的魔魂却是发出最后凄厉的惨笑。完了，都完了！战天魔帝心中发出最后的咆哮，仿佛看到了域外邪族的末路。而后他的魔魂也被无尽火焰吞噬，意识伴随着魔魂的消散彻底消失。战天魔帝陨落。至此，战魔族的主力彻底灭绝，只留下几尊未曾留在族中的魔帝和少许留在其他地方的战魔族侥幸残存。不过他们距离团圆的那一天似乎也相差不远了。某位萧敬天至尊心善，最看不得别人生离死别，再过段时间我会让你们域外邪族团团圆圆的。萧炎一边轻声念叨，一边将战天魔帝的青铜长棍和储物魔器给收了起来。这战天魔帝可是域外邪族真正的高层，是与当年的破灭大帝一个层次，比起太眼至尊都相差不多的顶尖天魔帝。一根青铜长棍便是媲美一件普通的圣品绝世圣物，其储物魔器当中也是蕴含着无数宝物，甚至可以说战魔族近半的珍贵收藏都在他的手中。萧炎如今的实力虽然已经可以随手击杀这种级别的存在，但秉持着勤俭节约的精神，他还是不愿浪费这些东西。经过他重新炼制之后，价值也是足以堪比2件圣品绝世圣物的。呼呼，在萧炎清点着这些宝物的同时，远处原本朝着此地疾驰的圣天魔帝等人却是骤然停住了脚步。战天魔帝死了。圣天魔帝怔怔地站在原地，脸上满是茫然以及一丝惶恐。是的，死了。不光是战天魔帝，那位于战魔大陆之上的所有魔帝都陨落了。另一位天魔帝的脸上此刻更是毫不犹豫地带着一抹恐惧。从那可怕的爆炸波动出现，到他们朝着战魔大陆疾驰而去，最后到战魔大陆上的所有魔帝尽数陨落，看似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实际上一共才过去了3息的时间而已。就是这么3息的时间，战魔大陆之上31位魔帝的命符就像玻璃一般尽数碎裂，31盏魂灯宛如被狂风吹过，熄灭的速度快要赶上他们眨眼的速度了。
而一行人看似做出了很多动作，但是从他们动身到停止，其实也不过是飞出了数十万里。此刻刚刚飞出原始真焰的范围而已，便是已经收到了战天魔帝和战魔族全族陨落的消息。这一刻，连同圣天魔帝在内的所有天魔帝都有些沉默了。萧炎击杀色孽的时候，他们没有害怕；萧炎击杀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阴谋。直到萧炎在魔和古族一战直接砸碎了雷魔域，正面击杀雷天魔帝之后，他们终于有些慌了。但是在战天魔帝、战魔大陆上所有魔帝陨落的这般迅速之后，他们终于是感到了一种恐惧。圣天魔帝，我们还要不要去支援？一名天魔帝张了张嘴，另一名天魔帝嘴角却是露出一抹苦笑。现在再过去，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圣天魔帝站在原地，沉默的一言不发。不过很快，这些天魔帝们便是彻底坐不住了，因为萧炎并没有停手。在这些战魔大陆上的魔帝尽数陨落一炷香的时间之后，又有一位普通魔帝再度陨落了。到了这一刻，圣天魔帝和其他天魔帝终于是彻底坐不住了。点兵，点兵！圣天魔帝眼睛都红了，召集所有空闲的天魔帝，围杀人类萧炎。一瞬间，域外邪族剩余的30位天魔帝在这一刻都尽数收到了圣天魔帝的消息，杀了萧炎！其他天魔帝也是纷纷坐不住了。那萧炎如此大摇大摆地闯入域外邪族的疆域也就算了，在击杀战天魔帝之后，竟然没有逃跑，反倒是继续击杀其他魔帝。这般嚣张狂妄的姿态，彻底激怒了域外邪族的所有魔帝。只不过愤怒之余，这些魔帝对于萧炎更多的却是恐慌。连战天魔帝都陨落在了这萧炎的手中，那他们这些很多甚至不如战天魔帝的天魔帝，一旦遇到那萧炎，岂不是必死无疑？抱着这样的想法，域外邪族所有强者都是想要杀萧炎而后快。很快，在圣天魔帝的召集之下，除了20多位负责镇守疆域的天魔帝之外，算上原本的几位天魔帝，足足11位天魔帝汇聚在了圣天魔帝的身边。11位天魔帝加上圣天魔帝本人，便是足足12位天魔帝。汇聚如此可怕的力量，他们心中所想的却并不是能够击杀萧炎，而是觉得他们12人联合在一起，可以保证没有人会陨落在那萧炎的手中。毕竟方才战天魔帝从发出求救到陨落，似乎只用了仅仅3息的时间，萧炎的实力令他们的内心无比的忌惮。12位天魔帝迅速汇聚，彼此爆发出最为恐怖的速度，朝着萧炎的方向赶去。仅仅只是赶路的2炷香的时间里，他们便是从万魔殿的信息当中得到一个令人心颤的消息。仅仅2炷香的时间，已经再度有着1位玄魔帝和7位幽魔帝陨落。而且不仅仅是这些魔帝陨落，连带着这些邪族强者的族群都直接被萧炎灭掉，连位面之胎都被对方抽了出来。短短2炷香的时间里，一个相对强大，2个普通的域外邪族分支便是已经尽数消失。而后，黑狮天魔帝的嘶吼也是传到了他们的耳畔当中：“救命！萧炎正在攻打尸魔大陆，你们赶紧过来支援我！”黑狮天魔帝的声音当中带着浓郁的不安和焦躁，令12位天魔帝更加心颤。2炷香的时间之后，众人终于拼尽全力撕裂了空间，来到了尸魔大陆之外。一入眼便是看到尸魔大陆已经调动起了最高级别的防御。此刻，黑狮天魔帝正一脸紧张地站在尸魔大陆的上空，将这座超级位面的本源力量给调动到了极致。尸魔大陆之上，一尊尊魔帝带着魔王魔将魔兵纷纷融入到尸魔族最高的阵法当中。黑狮天魔帝的身旁更是有着另外一尊尸魔族的天魔帝为其助阵。如此庞大的阵容，放在以往，就算是圣天魔帝也极难撼动分毫。可此刻，整个尸魔大陆都在微微颤抖，其上的无数尸魔族族人更是一个个紧张的忐忑不安。只因那汇聚了无数尸魔族族人和尸魔大陆本源的大阵之外，一尊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正一圈一圈地砸着那巨大阵法，每一拳落下都是令整个尸魔大陆都微微颤抖。许多实力较弱的尸魔族强者在这大阵的反噬之下瞬间吐血。短短10几拳，那些相当于至尊境界的尸魔族强者便是身体皲裂，似是快要爆裂开来。而后便是有着新的尸魔族强者迅速替补。只不过在这般可怕的消耗之下，即便是尸魔族有着无数这样的强者，怕是都有被消耗一空的时候吧。天空之上，黑狮天魔帝一言不发，只是紧张而敬畏地看着那不断轰击自己的火焰身影。其他天魔帝或许还好，但是作为战天魔帝如今唯一的顶尖大族邻居，他是亲眼看着萧炎如何让战魔大陆陷入大灭绝的。那火莲爆炸产生的动荡，整个域外邪族除了已经陨落的战天魔帝之外，唯有他感受最为清晰。因为知道，所以更加害怕。在发现萧炎之后，黑狮天魔帝便是没有任何犹豫，瞬间召集族中所有精锐运转大阵，这才在萧炎降临之后足足半炷香的时间当中撑住了这般可怕的进攻。太可怕了，这萧炎真是太可怕了。
从他成为天魔帝之后，这是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会令他如此的畏惧害怕，令他仅仅看到便是要远远逃避。黑石天魔帝心中惊慌，但很快他便是发现了天空之上多出了足足12道身影。当看到那12道身影的那一刻，黑石天魔帝浑身都是一颤，只感觉终于逃离了死亡的危机。圣天魔帝，速速救我！黑石天魔帝高呼一声，圣天魔帝等人也是眼皮微微跳动。身为域外邪族最高层，他们自然是知晓黑石天魔帝调动超级位面本源结合者大阵的威能是何等的可怕。就算是圣天魔帝动用压箱底的手段，也只能微微撼动罢了。可在远处，那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却是每一拳都能令这大阵撼动，仅仅这一幕便是足以证明这火焰巨人是何等的可怕。而在众天魔帝出现的那一刻，那火焰巨人也终于是缓缓转过头，一双绚丽的火焰双目盯着12尊天魔帝，却是令12位魔帝心中都是发寒。结阵，速速结阵！圣天魔帝没有丝毫犹豫，他已经知道自己绝不是这萧炎的对手，很快便是号令12位天魔帝结阵。顷刻间，12位天魔帝瞬间凝聚在一起，无尽魔力汇聚组合成一道无比可怕的阵法。原本平静的虚空当中，足足12道巍峨100万丈的滔天魔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天地之间，化作12尊巍峨可怕的魔神神像。萧炎，你虽然已经突破，但在我族的12都天魔神大阵面前，你最好速速离去。圣天魔帝的从最巍峨的一尊魔神像当中传来，这12都天魔神大阵乃是当年圣神亲自赐予的神阵，最低要求都是要12位魔帝联手才能施展，最高则是需要足足12位天魔帝施展。此刻圣天魔帝亲自主持着12都天魔神大阵，由12位天魔帝组成，的确已经接近12都天神魔大阵的极限了。远古时期，这一大阵一旦组成，可是能够强行拖住不朽大帝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说，这12都天魔神大阵的威能爆发的极限，可以短期之内媲美半步主宰。当然，12位天魔帝联手固然无比可怕，但他们终究不是真正的神灵，能够拖住对方，并不代表可以媲美，但仅仅如此，也是相当的可怕了。远古大战当中，死在此阵之下的圣品可是不止一位。然而，即便是施展出了这般可怕的阵法，圣天魔帝依旧是不敢带着11位天魔帝跟萧炎拼命，甚至只是想要吓退萧炎。实在是萧炎那3息就灭绝战魔大陆的战绩，实在是有些太过吓人了一些。圣天魔帝如今都怕这大阵不但拦不住萧炎，反而有可能将对方逼急了，再带走2位天魔帝。战天魔帝已经是第5个陨落在萧炎手中的天魔帝了。想到这里，圣天魔帝心中都在滴血，可他目光扫过萧炎，却是依旧无比的忌惮。如果说战天魔帝的陨落只是让他惊惧的话，那看到萧炎进攻尸魔大陆的那一刻，他却是真正的确信，这萧炎的实力恐怕已经接近当年的不朽大帝了。留下他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此子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一些。圣天魔帝，我们又见面了。虚空当中，那100万丈巍峨的火焰巨人望着这一幕，却是忽然咧嘴一笑，而后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在这一刻竟然是迅速缩小，化作一道渺小的黑衣青年。此人除了萧炎，还能有谁？只不过此刻在萧炎的身后，却是有着一轮万丈大小的绚丽火焰莲花正在缓缓的旋转。放心吧，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强行灭掉你们域外邪族还是有点费力的。萧炎目光扫过圣天魔帝，笑容从容，却是令圣天魔帝心中微微一寒。灭掉域外邪族，这话怎么可以说得这般从容？几名天魔帝面面相觑，但在他们的视线当中，那一袭黑衣的青年已经不再理会，而是转而将那万丈大小的火莲丢了出来。绚丽火莲几乎是在一瞬间化作了一道流光，而后带着令人心悸的速度，朝着那12都天魔神大阵的方向疾驰而去。望着这一幕，那原本还面带杀意的12尊巍峨魔像，此刻却是脸色微变。在圣天魔帝的主导之下，12尊天魔帝的力量控制到了极致，而后将这大阵的威能也爆发到最高。而此刻将灭世火莲丢下之后的萧炎却是不再理会，转身朝着面前的空间一个迈步，空间波动之间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那灭世火莲带着一个令圣品强者都要心悸的速度落在了12尊魔神像的中央位置，然后轰然炸开。轰隆隆，在圣天魔帝和其他11位天魔帝震撼的目光当中，那火莲爆炸的瞬间，直径100万里的空间瞬间塌陷，将他们12人都彻底的笼罩进入其中。无穷无尽的火焰能量疯狂冲击，令他们12尊天魔帝都是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一些普通天魔帝更是感到了莫大的生死危机。圣天魔帝全力操纵12都天魔神大阵，将12尊天魔帝的能量凝聚在一起，大阵泛起一道道可怕的波纹，竭力抵抗着那可怕的冲击。即便是如此，
在那可怕的爆炸之下，都是令大阵泛起了剧烈涟漪。其中2名天魔帝中期的魔帝，甚至脸色都是微微泛白，嘴角溢出一抹鲜血。而后，可怕的冲击波再度冲击方圆亿万里，令其中的大量空间都是直接破碎。可怕的余波冲击在尸魔族的护族大阵之上，都是令这大阵出现了丝丝裂纹。大阵当中，黑尸天魔帝脸色一白，竭力运转位面本源，这才将那一丝丝的裂纹恢复过来。可怕的火焰风暴散尽之后，圣天魔帝依旧运转着12都天魔神大阵，一双眼睛当中却是已经带着浓郁的忌惮。至于其他天魔帝乃至黑尸天魔帝，更是隐约多了几分惶恐。这萧炎的实力实在是太可怕了。众多天魔帝纷纷对视一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萧炎的实力令他们心中都是感到发颤。方才那一记可怕的火莲攻击，倘若不是他们手中有着12都天魔神大阵这种等级的阵法帮助，恐怕在那爆炸当中，便是要有近半的天魔帝为之陨落。就算是圣天魔帝，在那爆炸的中央也要当场重伤。所幸凭借着12都天魔神大阵，才能将那可怕的爆炸给硬抗住。可是即便是抗住了，也有2位实力最弱的天魔帝受了一些伤势。难以想象，若是多来几次这样的攻击，那他们又能够从其中活下来几人？至于黑尸天魔帝，心中更是惊惧，因为如今这一片疆域当中的所有域外邪族，似乎只剩下他尸魔族孤立无援了。其余几个大族，战魔族、雷魔族、灵魔族、色魔族都已经被萧炎悄无声息的重创甚至覆灭，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要轮到他们尸魔族了。想到这里，黑尸天魔帝心中更是恐惧。圣天魔帝，我们该怎么办？黑尸天魔帝甚至不敢本尊离开尸魔大陆，只能召唤出一道魔气化身去找圣天魔帝交流。他生怕那萧炎并未走远，忽然杀出来一个回马枪，将他这位尸魔族族长斩于马下。一旦他陨落，失去了天魔帝坐镇的尸魔族，在那萧炎的手底下，恐怕也撑不住多长时间了。怎么办？圣天魔帝深吸一口气，最后却是无奈的摇头一叹。事已至此，只能等待炼天魔帝突破了。说到这里，即便是圣天魔帝的心中都是有些绝望。这萧炎如今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无比接近当年的不朽大帝了，甚至除了没有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距离真正的半步主宰已经相差的彻底不多。如此实力，即便是他们催动12都天魔神大阵，也仅仅只能抵挡拖延一段时间，并不能完全的与之匹敌。一旦爆发战争，这萧炎一人便是可以将他们12位天魔帝给拖住，甚至时间长了，更是可以一一击杀。而他们面对萧炎，却是没有任何办法。倘若炼天魔帝突破慢上些许，那便是彻底的没有办法了。现在的情况，就算是将域外邪族所有顶尖强者打光了，也很难对大千世界造成更多的威胁。想要救出圣神，在那大千化魔阵没有达到最脆弱的时候，似乎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办法。萧炎的成长速度和强大，已经令他心神畏惧。闻言，黑尸天魔帝和其他12位天魔帝微微沉默，心中也是生出一抹无力之感。传我命令，从今天起，所有超级位面之主都必须留在自己的超级位面当中，调动位面本源之力和护族大战全程戒备。另外，所有魔帝以上的强者也尽数躲到这些超级位面当中，没有我的允许不可出来。圣天魔帝的一个命令，就让整个域外邪族都轰动了起来。只是面临这一道命令，众多魔帝却是没有一人反驳，相反，众人反倒是十分的庆幸。通过万魔殿，他们对于战天魔帝陨落、战魔族主力被直接灭绝的事情无比的清楚，自然也就知晓了那萧炎的实力又是何等的可怕。这萧炎的实力已经相当的接近当年的不朽大帝，除非圣神破风出世，否则无人能够抵挡对方。面对萧炎，这些天魔帝没有了以往的狂傲，只是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戒备着。就连那些幽魔帝和玄魔帝都是在圣天魔帝的指挥之下，纷纷进入到各自附属的天魔帝的超级位面当中。唯有这样，才能在萧炎下一次的突袭当中侥幸逃命。域外邪族虽然有着万魔殿，也有着足足上万的魔帝强者，可魔帝强者其实也并非是大白菜。过去损失一个两个，他们并不觉得心疼，可如今陨落了上百位之后，对于域外邪族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将来进攻大千世界，这些魔帝才是进攻的主力。每一位天魔帝都是从这些幽魔帝、玄魔帝当中诞生出来的，而且一些超级大阵也是需要这些魔帝去组成的。一时间，整个域外邪族都是进入到了一个龟缩的状态，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魔帝敢离开天魔帝坐镇的超级大陆。他们不敢赌，生怕一出去就会被萧炎直接斩首。在超级大陆当中，有着天魔帝坐镇一处超级大陆，他们还能抗住萧炎的攻击很长一段时间。但若是离开了超级大陆，就算天魔帝也没有保命的把握，除非是一些紧急情况。即便是如此，那些魔帝也是十分隐秘，不敢有丝毫的声张。比起陷入龟缩状态的域外邪族，大千世界此刻却是一片热闹。
许多天至尊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都是忍不住有些激动兴奋。我的天，萧炎一招就灭掉了战魔族！听说他一招直接令战魔大陆陷入到了大灭绝当中，而后很快将战魔族主力尽数击杀。天呐，一位顶尖天魔帝就这么轻松的击杀了！姐姐，这算什么？听说炎帝大人与域外邪族12大天魔帝交手，这12位天魔帝施展12都天魔神大阵都奈何不了他。炎帝大人的实力已经无比接近当年的不朽大帝了。许多天至尊们内心振奋，一片欢呼。就算是那些圣品天至尊，都是个个面带笑意，恨不得立刻杀入域外邪族，好好屠戮一番。自从当年的大战开始，他们从来没有将域外邪族打得如此不堪，如此扬眉吐气过。不过，虽然心中有着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却也没有急着行动。虽然知道萧炎如今的实力已经无比接近不朽大帝，大千世界阵营对战域外邪族有了巨大的优势，但这优势终究不是压倒性质的。而且，他们心中也是明白，那域外邪族当中其实同样有着一尊十分强大的炼天魔帝，此魔与那萧炎都是领悟了火之大道的超级存在，一旦此魔突破，绝对是与萧炎相差不大的超级战力。现在就直接进攻域外邪族，显然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便是能够屠戮一些弱小族群，但对于将来的大战影响依旧不大。他们的目标还是要将那些天魔帝们快速斩杀。故而，大千世界一方虽然占据了优势，但除了少数天至尊带着一些地至尊在域外邪族边缘大杀一番之外，依旧没有爆发真正可怕的冲突。毕竟双方都知道，真正的大战还并未开始。不过，虽然大战尚未开始，但是一则消息却是在大千世界当中传开，令原本就热闹的大千世界在这一刻更是热闹了几分。这则消息的来由是，丹神族的万丹会即将开启了。丹神族作为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炼丹势力，族中的高级炼丹师数量不计其数，便是炼丹大宗师的数量都是超过10指之数。丹神族族长丹神子更是大千世界当今唯2的圣品炼丹大宗师。故而，丹神族的万丹会一旦开启，便是如同当年丹塔的丹会对于斗气大陆的影响一般，几乎瞬间令整个大千世界都兴奋了起来。传闻每一次万丹会都会诞生出仙品层次的绝世神丹，至于绝世神丹之下的各种珍贵丹药、宝物更是不计其数。每一次万丹会开启，都是整个大千世界的一场交易盛会，下至至尊，上至天至尊，很多都会奔着这万丹会的名头前来凑一凑热闹，看一看有没有心仪的宝贝。每一次万丹会都会在丹神族的丹神大陆造成高达上千亿甚至数千亿至尊灵液的交易额，而丹神族从中抽取的利益也是高达100亿至尊灵液。故而，万丹会一开启，虽然不至于让整个大千世界的强者们蜂拥而聚，但也着实吸引了大量的强者。尤其是在萧炎这一战的消息之下，这次的万丹会氛围更是格外的热闹。炎帝大人，这是我族的请柬，您当年可是答应过我族大长老，希望您有时间一定要来。大千宫当中，一名身穿华丽紫袍，背后绣着一尊古朴耀顶的天至尊，将一道请帖毕恭毕敬地递给了萧炎。闻言，萧炎也是笑着点头接过。回去告诉你们族长和大长老，1个月后萧某一定到。萧炎，你也要前往参加万丹会？青山剑圣闻言却是微微皱了皱眉头。若是放在以往，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他自然是没有心情去多管一点闲事。可如今域外邪族的危机就在面前，他实在是不想让萧炎因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万丹会而影响了修行。事实上，不但是青山剑圣，就连丹神族的族长丹神子和大长老天丹真君，在收到萧炎的回复之后，也是忍不住愣了一下。若是放在以往，他们必然是真心实意邀请萧炎的。不过如今大敌当前，他也仅仅只是想要客套2句而已。毕竟当初天丹真君已经许诺要邀请萧炎，不过实际上他们也不想因为一个万丹会而影响到萧炎的修炼。若是萧炎将来不敌那炼天魔帝，整个大千世界都有着覆灭的危险，到时候万丹会再强盛10倍100倍又能如何？只不过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萧炎对于此事却是丝毫不在意，反倒是颇有心情。毕竟自从离开斗气大陆之后，他已经是很多年未曾炼丹了。除此之外，便是斗气大陆的家人们来到这大千世界之后，还从未离开过大千宫太远的距离。萧炎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带众人前往丹神族，好好观摩一下这大千世界的繁华。故而，萧炎并没有犹豫，很快就答应了丹神族的邀请。刘兄放心，域外邪族那边的事情我自有把握。萧炎朝着青山剑圣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后者闻言也只能是微微点了点头。他对萧炎一向是以平辈相交，对于万丹会之事本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而已。更何况萧炎如今已经是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对方的想法可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见萧炎自己有把握，他自然是不适合再开口劝说什么了。事实上，
对于现在的萧炎而言，他已经拥有了灭掉域外邪族的实力。如今之所以放任，也只是想要到时候一窝端了而已。只不过，炼天魔帝就是他魔帝分身的事情，至今也只有他一人知道。站在旁人的视角，倒也的确会有几分担心。万丹会，比起大千宫那些强者的担忧，斗气大陆一方的家人此刻却是个个兴奋。不错，此番万丹会，我打算带你们一起去。正好你们来到大千世界这么久了，都没好好走走，这一趟我们就好好过去玩一次。望着那兴奋的众人，萧炎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若是如此的话，我可要让我丹塔的那些至尊也跟着过去看看。说话的人却是玄一。早在当年萧炎尚未成帝之时，他便是9转斗尊巅峰的强者。后来随着斗气大陆的进化，加上药老的帮助，玄一这些年早就迈过了斗圣门槛。如今在大千世界转修灵力半年的时间，修为都已经达到了4品至尊的层次。这若是放在当初，便是魂灭生那一层次的战力了。这本是萧炎家世的聚会，不过在得知万丹会的消息之后，玄一也是很快跟着药老一起赴宴。对此，萧炎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师母可以通知丹塔的众人，此番前往万丹会，我自然是可以带着丹塔至尊修为以上的强者一同前往。萧炎笑呵呵地说道。这些年的时间里，虽然丹塔其他强者得到的资源倾斜远不如玄一，但随着斗气大陆的进化和萧炎的一视同仁，他们得到的资源依旧不少。斗圣、至尊强者都已经超过了10位，除了2位留守斗气大陆的丹塔之外，其余强者都是一同来到了大千世界闯荡。毕竟这里除了拥有更大的修炼世界之外，更是有着比斗气大陆更加卓越的炼丹术，令他们无比向往。既然如此，我就代替那些老家伙先谢过你了。听着萧炎的话，玄一也是微微一笑。万丹会对于斗气大陆的其他强者们而言，或许只是一场热闹的活动而已，但对于丹塔和药族等炼药师为主的势力，却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不但是丹塔，基本上斗气大陆所有修为达到至尊境界的炼药师，对此行都是无比的向往。与大千世界那些更加强大的炼药师交流，对他们绝对是有着不小的好处。除了玄一之外，药老同样十分兴奋。他的炼药术这些年早已达到斗气大陆的极限，甚至随着他成帝，已经可以炼制出攻帝至尊大圆满服用的丹药。如今的斗气大陆，除了萧炎之外，实在是没有人能够在炼药术上让他更进一筹。此番万丹会，或许是他成为炼丹大宗师的契机。除了药老之外，萧玄等人同样颇为的向往。他们在斗气大陆虽然已经是仅次于萧炎的存在，但在这大千世界却并不是如此。同样的，万丹会的繁华也远超当初斗气大陆丹会的100倍，令他们同样向往而好奇。爹爹，爹爹，我们也要去！潇潇带着几个小家伙，同样满脸期待，几张可爱小脸上都带着向往。虽然除了潇潇、萧凌之外，其他人都是根本不知道万丹会是干什么的，不过看到大人们都这么热闹，这些小家伙们都十分的好奇。萧炎哥哥，此番万丹会，你倒是可以再展露一下身手了。萧炎身旁，薰儿也是满脸的笑容。不错，我等倒是很久没有见到夫君炼丹了，真不知夫君如今的实力会炼制出何等可怕的丹药。彩铃等人也是笑着点了点头。闻言，一直坐在萧炎身旁的青眼镜这才忍不住微微一怔，目光有些狐疑地看向身边的萧炎。夫君，你竟然还懂得炼丹？自他认识萧炎之后，倒是从来未曾见到过萧炎炼制过丹药啊。青眼镜一直以为萧炎最强大的手段除了战斗之外便是灵阵，其次是炼器，却是没想到萧炎竟然连炼丹都十分明了。虽说到了天至尊的层次之后，高屋建瓴，多少都懂得一些炼丹之术，但炼制普通丹药和炼制绝世神丹那可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他的话音落下，原本还算热闹的大殿，在这一刻却是微微安静了一瞬间，令青眼镜都是忍不住看了看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了。哼，我老师当年便是斗气大陆的第一炼药师，我这个弟子自然是要懂一些炼药术的。萧炎看到青眼镜这副模样，不由得笑着解释道。之所以这么久没有使用炼药术，主要是他这一世实力提升的实在是太快，炼药术虽然强大，却始终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有着混沌熔炉在，他并不需要刻意炼制丹药来提升自己的实力。静姐姐怕是不知道，萧炎哥哥真正最擅长的副业，其实一直都是炼丹术哦。这时，一旁的薰儿也是终于笑着提醒了一句。闻言，青眼镜的美眸瞬间瞪得大大的，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炎。要知道，萧炎的灵阵造诣和炼器造诣可是早就大千世界的强者们给认证了。知晓这位在这2个方面的造诣都是堪比圣品大宗师，尤其是灵阵一道，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直到今日，这些人才告诉自己，原来萧炎最擅长的副业竟然是炼丹。想到这里，青眼镜只感觉自己的大脑都有些晕眩。灵阵和炼器都到了这种层次，那萧炎的炼丹之术又该是何等的可怕。
望着青眼镜那略带懵逼的表情，萧炎也只能是无奈一笑，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等到万丹会的时候，就让你们看看我如今的炼丹术吧。萧炎微微一笑，本尊接下来的时间并没有急着修炼，反倒是一直陪着众人。与此同时，域外邪族的疆域当中，一直双目紧闭的魔帝分身在这一刻却是骤然睁开了双眼。随着他的双目睁开，一道无比浩瀚可怕的气息瞬间席卷了整个圣魔族疆域，无穷无尽的火焰席卷亿万里的虚空，令那火焰中央的漆黑身影宛如魔神一般。感受到那无比可怕的威压，一直坐镇圣魔族疆域的众多魔帝在这一刻都是纷纷看向了元始真焰的方向。圣天魔帝更是双目当中爆发出了金光，迅速带着众多天魔帝朝着那里赶去。炼天魔帝，你终于突破了！圣天魔帝一行人赶到的时候，萧炎的魔帝分身刚刚将周围那无尽的火焰给收缩回去，天魔帝后期的气息彻底展现，令很多魔帝都感到惊惧，就连圣天魔帝都是感到一种浓浓的危险气息。萧炎的魔帝分身微微点了点头，这才看向众人咧嘴笑道：“本地闭关的时间当中，族中可曾发生过什么大事？”他说话之间，似乎已然将自己当成了域外邪族的族长一般，令其他天魔帝都是微微皱眉。不过他们早就知道了这炼天魔帝的脾气，加上对方如今的实力，他们也不愿因为这点小事就得罪炼天魔帝，因此一个个直接无视了对方的张狂。炼天，那人类萧炎可是先你一步突破，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当中，他已经是杀到了我族疆域当中，甚至已经灭掉了战魔族主力，甚至连战天魔帝都已经陨落在了他的手中。圣天魔帝在此刻也是终于开口说着，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难受。倘若炼天魔帝能够早一步突破，那此刻或许便是大千世界那边陨落了一位圣品后期的超级存在了，而不是他们域外邪族次吃亏。哦，战天魔帝死了。魔帝分身故作惊诧地看了圣天魔帝一眼，随即笑了起来。无妨，那个废物死了也便是死了，否则就算是萧炎不杀他，等到大业完成，本帝也要亲自宰了他。炼天魔帝的一番话令众多天魔帝都是忍不住有些目瞪口呆，其中一名天魔帝更是忍不住看向他。炼天魔帝，那战天魔帝虽然得罪了你，可他已经多次道歉，如今他都已经被大千世界的强者击杀了，你就没必要对他依旧如此了吧？说话的乃是一名身体上长满骨刺、面容凶煞的天魔帝修罗天魔帝。修罗魔族乃是比战魔族还要嗜杀的魔族，修罗天魔帝的正面战力更是仅次于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比起战天魔帝等人还要更强一分。然而萧炎的魔帝分身却是有些不屑地看了对方一眼，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再敢聒噪，本帝下一个收拾的就是你。话音落下，修罗天魔帝的周围已然有着无数火焰升腾，火焰弥散之间隐隐有着各种波动浮现，竟然令那修罗天魔帝都是脸色微白。你！修罗天魔帝怒视炼天魔帝，良久之后却是没有再说话。好了，圣天魔帝却是在此刻又站了出来，低声道：“不要吵了，炼天，你接下来又有什么打算？”圣天魔帝将目光看向炼天魔帝，虽然他心中也是十分不喜这个桀骜的家伙，但从方才炼天魔帝那一手便是可以看出，此魔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天魔帝，包括他自己。如今想要战胜大千世界，若是没有炼天魔帝帮忙，那他们基本上是必败之局。单单萧炎一人便是可以拦住域外邪族最顶端的一群强者。什么想法？炼天魔帝微微摇了摇头，转而便是朝着那元始真焰的方向疾驰而去。待我炼化了这元始真焰，就算是那不朽大帝复生，也不是本帝的对手。一个萧炎又有什么可怕的？他话音落下，便是不再理会那些天魔帝，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径直冲进了那明黄色的元始真焰当中。明黄色的火焰缓缓在虚空当中焚烧，看上去仿佛就是一团极为普通的火焰一般。但只有当炼天魔帝宛如无视任何东西一般的直接冲进去的那一刻，其他天魔帝才再度眼皮子微微一跳。要知道，那看似普通的明黄色火焰，可是足以顷刻间烧死魔帝之下的任何强者的。就算是普通天魔帝在其中，也不能坚持太久。尤其是那元始真焰最中央的那团本源之火，更是令他们都要小心翼翼。一旦沾上，魔帝本源都会被迅速焚烧干净。就算是圣天魔帝要挪动着元始真焰，都要借助宝物。然而在众多天魔帝惊愕的目光当中，那巍峨高大的漆黑身影直接无视了周围的明黄色火焰，很快便是深入其中。而后在众多天魔帝震撼惊愕的目光当中，那漆黑魔影将那团明黄色的火焰本源一把抓住，而后一口吞入到了腹中。望着这一幕，众多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都是喉咙微微滚动。修罗天魔帝原本看向他那带着几分冷意的眼神，逐渐变得敬畏起来。要知道，这元始真焰可是很多天魔帝后期都是不敢触碰太久的东西，当年的天邪神都是不敢强行炼化。
这炼天魔帝虽然是天生炎魔族，又更是掌控了火之大道，对于火焰有着天然的亲近和抗性，可敢将原始真焰的本源给直接生吞，依旧是令他们感到震撼。换做其他强者，就算是圣天魔帝敢这么干，恐怕也会当场爆体而亡吧。仅仅这一手，便是令众多天魔帝更加敬畏，同时也更加的期待。倘若这炼天魔帝能够真正的炼化原始真焰，那便是真正有了碾压大千世界一方的实力。到了那时，就算是那炎帝萧炎，恐怕也会被压上一头吧。大千世界一方虽然也有着万圣神火这种超级火焰，但跟原始真焰这种伴随着大千世界本源而生的火焰还是有些差距的。此刻，明黄色的火焰海洋中央，萧炎的魔帝分身感受着体内那无穷无尽的火属性能量，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些许的痛苦之色。原始真焰不愧是排名第2的超级火焰，即便是他这具魔帝分身如今已经有了天魔帝后期的修为，可想要炼化这超级火焰，依旧感到有着些许的吃力。那可以焚天灭地的可怕高温，令他的身躯都隐隐有些皲裂的迹象。好在混沌熔炉包裹在体内，这才将这原始真焰的力量给彻底包围在其中。绚丽的火焰熔炉旋转之间，一丝丝的原始真焰本源被抽离出来，然后融入到了萧炎的地炎本源当中。每一丝原始真焰的融入，都是令他的地炎都再度壮大一分。作为整个大千世界的半生火焰，原始真焰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强大，即便是萧炎魔帝分身的地炎吞噬了无数火焰，已经进化到了极为可怕的层次，也依旧要稍逊一筹。除非是3大分身的火焰本源彻底融合，才有可能胜过此火些许。不过同样的，一旦炼化了此火，那即便是萧炎的实力达到了如今的层次，也依旧可以得到巨大的提升。一旦炼化了原始真焰，就算是天邪神巅峰时期，萧炎都敢一战。只要他想，他的力量可以顷刻在苍穹榜之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不过萧炎的图谋却不仅仅只是在苍穹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成为主宰。毕竟主宰虽强，可在茫茫宇宙的神灵强者当中，也不过只是达到了第2步而已。萧炎前世在成为主宰之后进入宇宙闯荡，方知神灵之间也同样有着巨大的差距。宇宙星空当中，3000大世界、亿万小世界，诞生了无数生命，自然也就诞生了大量的神灵。别的不说，单单是这3000大世界，每一个都是可以孕育出神灵的存在。故而神灵境界也被一些前辈划分为了5个层次。第1个层次便是神灵出生境，也唤作神灵先天境。此等境界往往都是用来划分天生神灵的一种方式。所谓的天生神灵，便是随着一方世界的诞生而天生地长出来的神，他们天生就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其中最弱者都是堪比圣品后期，稍微强大者便是足以堪比不朽大帝。而天邪神则是算是出生境当中都算是颇为强大的一种了。当然，若是后天生灵修炼成神，一旦成神之后不久，便是可以迅速达到出生境巅峰层次。毕竟能够从弱小一步一步修炼到神灵，无论是心性还是天赋，都是极为强大的。第2个层次便是世界境，成神之后便是可以自然而然地感悟天地大道，举手投足之间，神力与宇宙大道自然契合，可以开始感悟大道，而后在自己的体内演化世界。体内演化出世界之后，神灵便是可以调动体内世界的无尽伟力，加持于自身，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轻易摧毁一座超级大陆。另外，如在苍穹榜之上烙印自己的姓名，实际上也是一种另类的成为世界境。很多凡人后天生灵修炼成神之后，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一方大世界当中与世界意志融合，从而可以调动整个大世界的力量。主宰境界其实就是这第2种的世界境，只不过这种世界境其实是依赖于一方大世界的，一旦成神者离开这一方大世界，便是会失去其力量。虽说实力依旧堪比出生境后期，但比起一方大世界无疑是差了太多。所以萧炎这次的目标实际上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行到世界境，即便是不依靠世界意志，依旧有着主宰境界的力量。第3个层次则是名为创世境，到了这一层次，即便是在神灵当中都算得上是顶尖强者了。创世境强者对宇宙大道的感悟达到一个极为高深的层次，体内世界更是演变到极致，突破桎梏，成为一方大世界。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体内就拥有着一方浩瀚大世界，实力自然更加深不可测。可以说，他们若是愿意付出代价，甚至可以在浩瀚宇宙当中再度开辟或是毁灭一方大世界，这是真正的大神通者。而到了这种层次的强者，即便是放眼浩瀚宇宙也是十分稀有了，往往数十个大世界当中才能诞生出一尊这样的存在。第4个层次则是名为合道境，到了这一境界，则是要完全悟透一条大道，并且自身与这一条大道彻底融合，彻底掌握这条大道。一旦达到这一境界，整个宇宙属于这一条道的力量都可以被掌控，实力自然是无比的可怕。如果说创世境要毁灭一方大世界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的话，
那和道境想要毁灭一方大世界，则是十分的简单。同样的，他们想要击杀一位创世境，也并不算难。到了这一境界，放眼整个宇宙，都已经是最巅峰的存在。萧炎前世也同样达到了这一境界。不过，在他和灵动牧尘崛起之前，整个宇宙如今也只有13位合道境强者，每一位都是可以震动寰宇的存在，也是这方宇宙的巅峰力量。第5个境界，也是传说中的境界，名为永恒境。传闻达到这一境界之后，自身便是可以真正的万劫不灭，即便是宇宙破灭，自身也同样可以保存。这一境界，据说已经与前面4境属于完全不同的境界，只是从宇宙诞生以来，似乎也从未有人达到过。萧炎前世便是因为冲击这一境界，似乎是陨落，又似乎是进入了某种奇异的状态，最终再度重修一世。明黄色的火焰海洋当中，漆黑的巍峨身影依旧盘膝而坐，纹丝不动。而在斗气大陆当中，萧炎的灵力分身却是在这一刻缓缓地站了起来。如今本尊和分身都只剩下了最后一步，握着灵力分身也该为这最后一步做好准备了。萧炎的灵力分身心念一动，便是已经消失在了斗气大陆。他一袭白袍在星空当中飘荡，走出数十万里之后，一柄金色长剑不知何时已经跨越了无比遥远的距离，落在了他的手中，正是太炎斩魔剑。重生这么久的时间，我也终于可以再度遨游这混沌虚空了。萧炎的灵力分身咧嘴一笑，身形缓缓与太炎斩魔剑融合在一起，而后朝着远处的浩瀚星空疾驰而去。是，太炎斩魔剑的速度瞬间划破虚空，每一息都是跨越足足近百万里的距离，速度快得可怕。然而，这般可怕的速度之下，就算是整个大千世界，也只需要2炷香的时间就能横跨。可太炎斩魔剑却是没有丝毫的停留，保留这般速度一直行驶。1天之后，太炎斩魔剑缓缓停下之后，萧炎的灵力分身从中走出，目光则是扫向了身后那宛如光团一般的庞大世界。到了此地，算是真正脱离了大千世界的疆域了。萧炎站在无尽的虚空当中，四周数十亿里都是一片虚无，在远处也仅仅只有些许死寂的矿物星辰漂浮。大千世界身为一方浩瀚大世界，可以孕育出神灵的神奇之地，其本体虽然仅仅只有数百亿里的体积，可是其本源辐射的范围却是堪称亿万里之广泛。在其周围，一座座小到万里直径，大到千万里乃至近亿里直径的小世界围绕其中，宛如无数星辰点缀，看上去十分的神奇。而大千世界本源扩散之地，外界生灵想要进入其中，都是会受到些许的排斥与压制的。越是实力强大者，靠近此地的世界本源所受到的压制也就越大。就比如天邪神，他若是想要爆发出外界的真实实力，那只有燃烧他的神之本源才能彻底爆发。因此，天邪神在大千世界当中所正常展现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他在外界的一半而已。而且，不是大千世界本源之地诞生的生灵，在成为神灵之后，也是很难得到世界意志的承认的。也就是说，不在大世界本源辐射范围之内诞生的神灵，即便是成神之后，也很难得到世界意志的承认。因此，在那些不属于大世界辐射范围内的小世界诞生的神灵，大多都只能靠自身探索达到世界境，而不能像萧炎他们那般成神之后，可以直接在大千世界爆发出世界境的实力。不过，这样一来，虽然会让他们踏入世界境的速度慢上很多，可却是能够真正的自我修炼成世界境。不过也是因为如此，那些远离大世界本源的零散小世界是很难诞生出神灵的。很多小世界从诞生到破灭，都是未曾出现过一位神灵。这也算是这一世初次离开大千世界了。萧炎望着远处的大千世界，微微一笑，身形再度融入到太炎斩魔剑当中，而后朝着那空荡死寂的宇宙星空穿梭。宇宙星空看似一片空荡死寂，但终究是有着一座座位面在其中不断的生灭。只不过相比起大世界的本源之笼罩，这些小世界也实在是太过弱小了一些。或许一些宇宙当中自然爆发的天灾，或是某位超级强者心情不好，那一方普通位面就要直接灭亡了。毕竟，一个圣品天至尊都可以轻易摧毁普通位面。相比之下，一个大世界就无比的强盛，可以诞生出亿万万生灵，就算是诞生几位世界神，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故而，一个大世界若是没有和道境强者出手，那几乎是不可能灭绝的。萧炎与太炎斩魔剑融合在一起，一路前行，中途也是遇到了许多恒星、生命星辰乃至一些位面。这些拥有生命的位面大多都是极为的弱小，其中诞生的最强者往往连地至尊都不是，可也偶尔有几个位面十分的强大。其中甚至诞生了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存在，这些位面都是堪比超级大陆的超级位面。太炎斩魔剑在虚空当中就这般寂静地化作一道金光，不停地飞过，直到飞行了7日之后，身后的大千世界都已经彻底消失不见。萧炎也终于操纵着太炎斩魔剑缓缓停下脚步，只见其前方千万里之外，一座浩瀚广阔的超级位面悬浮在虚空当中，
其周围还有着数十座小型位面围绕其旋转。这座超级位面的直径已经接近上亿里的范围，其周围的虚空更是有着2颗恒星围绕其旋转，为其提供光和热。显然，这些恒星是这方位面当中诞生的强者运用大手段挪移而来。如此强大的位面，其中诞生的强者自然是数不胜数，远不是那些小型位面可以比拟的，至少堪比大千世界的顶尖势力，或是域外邪族的某个顶尖大族。在萧炎的感知当中，此地便是有着2尊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可怕存在坐镇，堪比普通天至尊的强者更是多达数十位。可在此刻，那超级位面之上却是升起了当初尸魔大陆一般的阵法守护，2名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强者也是神色肃穆地盯着外界。因为此刻在外界，3头体型超过100万丈的巨大生物正贪婪地望着这世界当中的无数生灵。在远处，还有2尊同样巨大的生物已经在啃食起一处小型位面了。在那超级位面的中央，2尊超级强者都是面色惊慌，那些普通生灵更是绝望。望着这一幕，萧炎的眼中却是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他目光落在那5头巨大的生物身上，眼中却是露出一抹惊喜之色。离开大千世界这么久，终于在这宇宙当中第一次遇到先天神魔了，而且还是5头吞天兽。萧炎咧嘴一笑，手中长剑当中金光暴涨，朝着那5头巨大的生命冲了过去。浩瀚宇宙虽然有着不计其数的生命，但生命的总体其实一直都是分为2种阵营的，那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2种。后天生灵就是无数通过繁衍诞生的生命，他们大多天生弱小，需要从弱小一步一步修炼上来。当然，也不乏有些生命通过强悍的血脉天生强大。后天生命的阵营被统一称之为修行者，而所谓先天生灵，就是天地自然孕育诞生，天生强大，即便是最弱小的生下来，都有着大千世界至尊境界的实力。而大部分先天生灵一诞生就堪比地至尊乃至天至尊。不过，这些都是最为普通的先天生灵，而先天生灵当中最为强大者，一出生便是拥有着神灵的力量，也被称之为先天神灵或是先天魔神。对于这等存在，宇宙当中则是通常称之为先天神魔，因为先天神魔也有正邪之分，确切地说，有些是天生喜爱秩序与稳定，故而被称之为先天神灵，而有些则是天生喜欢混乱破坏，被称之为先天魔神。虽然2者的生命本质相差无几，都是天生地养，一诞生就无比强大的生命，但因为双方的喜好和能力不同，故而被修行者们划分为了神魔2种。如圣神便是生来冰冷嗜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过之处都是带着邪恶与毁灭，故而自然是被划分到了魔神的阵营当中。先天神魔极为强大，能够被称之为神魔，哪怕是最普通的也有着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实力，而且往往有着普通修行者所没有的天赋神通。而其中最为强大者，甚至生下来就有着媲美创世境神灵的实力，譬如那天元界的祖龙，便是生下来便是媲美创世境神灵。只不过这一类的先天神魔往往都是携带着开天辟地的使命而来，虽然天生无比强大，但更像是大世界本源意志的化身，一旦完成使命，就会自然陨落，融入到天地当中。故而先天神魔当中最为常见的还是神灵出生境的一些普通神灵和一些连出生境都算不上的弱小神灵。当然也有极少数先天神魔一诞生就是世界境，就如同菩提界的菩提祖树一般，是天生地养的最强混沌灵根之一。至于面前这处超级位面之外的5头巨兽，则是一种最为普通的先天神魔，甚至可以说是伪先天神魔。这种巨兽名为吞天兽，诞生于一些位面坍塌的废墟当中，一出生就有着地至尊的实力。它们诞生之后会吞噬那坍塌残余的位面本源，壮大自身，达到成年期之后就可以媲美灵品天至尊的实力。而后他们会在无尽宇宙当中游荡，吞噬一座又一座位面，炼化其中的位面本源，从而令自己的实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堪比神灵的超级存在。不过吞天兽虽然天生强大，在先天生命当中确实属于一般水平，说是先天神魔都是有些勉强。毕竟真正的先天神魔都是大世界或是宇宙当中的一些奇险之地才能孕育，天生就有着出生境的实力。而吞天兽要经过后天的不断吞噬，才能进化成堪比出生境的先天神灵。而且大部分吞天兽在尚未成为神灵之前，就已经被一些超级存在给猎杀或是捕捉了。一来是这种生物在先天神魔当中虽然普通，但对于普通生命来说已经是无比强大了。一头吞天兽只要按部就班的成长，只要有着足够的位面本源供应，就可以成长为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可怕存在。虽然在神灵面前相对弱小，但在普通生命面前已经是极为的强大。这种生命若是放在大千世界当中，已经是堪比最早的那一批真龙真凤的存在了。无论是其身体材料的珍贵，
还是奴役驯化成自己的灵兽，对于很多伪神、天至尊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二来便是这种生物只有吞噬位面本源才成长最快，成长过程中注定要毁灭许多位面，故而会被很多修行者所不喜，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很多伪神提前围攻击杀。所以吞天兽只有极少数能够成长到神灵出生境的层次。面前的这5头吞天兽便是仅仅伪神层次的吞天兽，不过其中4头身上的气息都是堪比圣品天至尊，最强的那一头甚至堪比圣品天至尊后期，是与战天魔帝相差无几的存在。唯一一头没有达到圣品层次的，也是堪比仙品巅峰，此刻正在大口吞噬着一座小型位面的本源，或许再吞噬2座小型位面本源，它也将进化为堪比圣品的吞天兽。在这5头吞天兽的围攻面前，那超级大陆上的众多伪神都是脸色无比难看，其中2位最强大，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存在，更是眼中泛着杀意。可是面对这5头吞天兽，他们却是毫无办法。一旦他们出去，那最强大的一头足以直接将他们2人联手都压制住，更别提旁边还有另外3头不弱于他们的了。若是被围攻，那他们便是有着陨落的危险。若是失去了他们的坐镇，这座超级位面都有可能会被吞噬。大人，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我等的小型位面给吞噬干净吗？超级位面当中，许多人都是满脸不甘地望着为首的2位强大伪神，他们当中很多都是诞生在这些中小型位面当中，一旦这些位面的位面本源被吞噬干净，这位面便是会自动陷入到枯寂当中，其中的亿万生灵都将沦为吞天兽的口粮，那是他们的家乡，其中生活着他们的亲人。闻言，2名伪神首领也是嘴唇都在微微颤抖，他们又何尝不知道，任由这般发展下去，这超级大陆周围的10多个中小型位面都将被吞噬干净。可是，一旦出去，下场只会更惨，甚至连这最后的大本营都将无法保护。只是，就这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中小型位面被吞噬，亿万生灵也被吞噬，他们的内心依旧是无比的煎熬。就在此刻，远处的虚空当中忽然有着火光乍现，而后便是有着无数绚丽火焰迅速汇聚，眨眼之间，一尊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虚空当中，令这方超级位面当中的众人都是微微一怔。这又是什么可怕存在？许多人内心微微一颤。宇宙实在是太过浩瀚，即便是萧炎如今的实力，都要穿梭数日才有可能遇到1、2个有生命的位面和世界，寻常伪神更是要耗费数月乃至更久才有可能遇到1个。更何况外面的星空太过危险，就算是伪神、天至尊都有着陨落的危险，故而很多伪神、天至尊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家乡太远。能够对周围无尽星空有所了解的，大多都是诞生了神灵的世界和文明才有资格。故而无论是吞天兽还是面前这宛如神灵的火焰巨人，他们都是根本就不认识。不过不认识，那2名最强大的伪神依旧是通过气息感受到了对方的基本实力，是大圣境界的强者。不错，这也是一尊大圣，不过只是大圣初期，不知道这位大圣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2尊伪神开口，令许多生灵心中都是微微一颤。大圣就是他们这方星空最为强大的存在了，也就是那2位伪神的境界相当于大千世界的圣品天至尊。只是没想到这一方世界在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吸引来了这么多高手，放在往常往往是数千年都不曾见到一位天外来客。更令他们担心的还是那火焰巨人的立场，究竟是站在自己这边还是那些巨兽一边。若是对方的盟友，那自己这一方就更加危险了。在众人担忧的目光当中，那火焰巨人却是缓缓地掏出了一柄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巨大长剑，剑身长达近100万丈，金色光芒当中又带着些许水晶一般的光泽。这一刻，那5头吞天兽也是终于将目光转向了那虚空当中突兀出现的火焰巨人。吞天兽是一种模样类似于羊，但面容却是类似于人的一种诡异生物，光滑的体表有着诡异的纹路，看上去便是十分的邪异。他们大嘴开合之间，锋利的牙齿可以撕裂普通的绝世圣物，嘴里一抹若有若无的黑光，似是可以吞噬一切。好，5头吞天兽显然是不认识这火焰巨人，见到这火焰巨人降临的瞬间，便是发出一道道嘶吼的声音，然后似是在警告对方。最强大的那一头吞天兽此刻已经开始露出獠牙，似是想要将面前这尊火焰巨人也给撕了。他们天生喜爱吞噬万物，是毁灭与贪婪的代言词。虽然位面本源是他们最好的补品，但若是能够吃掉一尊强大的生命，对他们也有着不小的好处。很显然，那尊最强大的吞天兽已经盯上了萧炎，然后那5头吞天兽便是看到一抹耀眼的金光划过了虚空，是金色的剑光直接撕裂了虚空，将整片星空都隐约斩碎成了2半，速度快的令其他的几头吞天兽都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等到那最强大的一头吞天兽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愤怒嘶吼的时候，那实力最弱小，只相当于仙品巅峰的吞天兽已经瞪大了双眼，金色剑光划过，赤红的兽血散落星空，一颗硕大的头颅已经直接落下，只剩下一尊巨大的身躯漂浮在虚空当中。一剑，第一头吞天兽已经陨落。望着这一幕，那超级位面之上的众多生灵都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太好了，这火焰巨人应当是前来帮助我们的，他的实力应当是十分的强大，竟然能够一剑斩杀其中一头巨兽。听到众人的欢呼，那两尊最强大的伪神双目也是闪过一丝光芒。不过比起其他人，他们虽然有着一丝兴奋，但却没有太多的高兴，双目依旧有些谨慎。在这一方小型的星空当中，他们的实力最为强大，对于那吞天兽的实力也是更加清楚，知晓此刻的胜利只是暂时的，那被杀的一头吞天兽只是实力最弱的一头而已。其余4头剩余的吞天兽，随便挑出来一头都媲美5头乃至更多被斩杀的那一头。此刻那4头剩余的吞天兽也终于从方才的攻击当中反应了过来，一个个瞬间发出可怕的怒吼，吼声甚至令下方的一处处小型位面都微微颤动起来。竟敢杀我兄弟，人类，你找死！4头吞天兽一个个类似人脸的面容上带着可怕的杀意，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虽然声音奇怪，但到了萧炎他们这一层次，虽然不懂对方的语言，可已经能从那情绪波动当中察觉到对方的杀意。对此，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畏惧，反倒是巍峨的火焰法身之上露出一抹笑容，手持金色长剑杀了过去。吞天兽作为先天生灵，更是靠吞噬位面本源成长起来的可怕生物，其体内的本源对于一个位面力成长却是有着更好的作用。同为圣品天至尊层次的战力，对方的价值却是比同级的天魔帝还要好上许多。萧炎这灵力分身此番离开大千世界，为的就是要猎杀一些这种层次的先天魔神，回去酝养斗气大陆。杀！萧炎怡然不惧，手持太炎斩魔剑，顷刻间调动了火之大道的威能，威能汇聚之间，无尽的火属性能量夹杂着刺眼金光划过，令4头吞天兽都是神色微变。找死！一头吞天兽趁着剑光被另外2头吞天兽阻拦，血盆大口瞬间化作100万丈，比他的身躯还要庞大，朝着萧炎的方向狠狠地吞噬了过去。而萧炎却是单手持剑，直接将2头吞天兽身上划出血痕，而后一只手瞬间凝聚出一道万丈大小的绚丽火莲，朝着那头吞天兽的嘴中送了过去。呵呵，竟敢主动送上门来！那头吞天兽冷笑一声，口中瞬间有着黑色光芒闪烁，似是可以将世间万物都给分解吞噬一般。他们这一族天生最擅长吞噬，与之相比，域外邪族当中吞天魔族的吞噬之力都是远远不如。只不过这可怕的吞噬之力在接触到那绚丽火莲之后，却仅仅只是令火莲之上溢散出了丝丝火焰，而后在那头吞天兽惊恐的目光当中，那朵火莲便是顺着黑色光华直接落入到了他的腹中。轰隆！伴随着一阵可怕的沉闷响声传来，那吞天兽的腹部开始迅速膨胀，其中隐隐有着绚丽光芒浮现。而后在他惊恐的眼神当中，他的身体开始骤然炸开，化作无数碎末四处横飞。不！那尊吞天兽发出痛苦的嘶鸣，一颗硕大的头颅都是被那绚丽的火焰直接淹没。嘶鸣之间，一道强大的魂体从他的头颅当中飞出，想要朝着远方逃遁，却是被无数火焰包裹，最后化作一道熔炉模样的牢笼，将那魂体给束缚。混蛋，你找死！望着这一幕，剩下的3头吞天兽神色大惊，旋即便是被愤怒掩盖。他们这些生命不同于大千世界的凡俗生灵，甚至不同于域外邪族。他们出生之时大多是独自一头，或是3、5成群，因为一生都在吞噬猎杀，所以只有少数的几个同族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上万年的岁月相处下来，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都是十分的浓厚。如今见到2个兄弟接连被杀，他们也是无比的愤怒。当下便是挥舞着利爪和獠牙，朝着萧炎厮杀过来。不过虽然是厮杀，这3头吞天兽的双目却是带着谨慎，与萧炎的战斗方式不再像先前那般鲁莽。显然，萧炎那可怕的火莲神通吓到了他们。对此，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望着那厮杀而来的3头吞天兽，反而是狞笑一声。火之大道加持之下，直径1000万里的火属性能量都被他尽数控制，加持在炎神法身之上。在如此磅礴火属性能量的加持之下，他的灵力分身虽然仅仅只是圣品初期，但爆发的威能却是比普通的圣品后期都要强大。当初他的魔帝分身可以以天魔帝初期直接碾压战天魔帝，他的灵力分身自然是同样可以。只见萧炎手中无尽火焰凝聚，顷刻间化作一道超过万丈的火焰大手印，而后重重地拍在其中一头吞天兽的脑门上。炎帝印落在脑门之上，那吞天兽只感觉脑袋仿佛被一座位面砸中，
一时间都有些昏昏沉沉，而后便是无尽的灼热带着可怕的痛楚令他惊醒。只不过惊醒之后，他所看到的则是一抹金色的剑光落下。不好！这头吞天兽眼中露出惊恐，想要连忙闪避，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一般。那是这尊火焰巨人的手掌，此刻正死死地抓住他的脑袋，令他无法移动。而后一阵痛楚从脖子上传来，这头吞天神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便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朝着远方飘散。我的肉身被这家伙展开了！他的神魂露出一抹惊惧，正欲逃离，便是感到一股庞大的吸力传来，而后便是被一座燃烧着的火焰熔炉给吞吸了进去。短短不足10息的时间，萧炎已经击杀了足足3头吞天兽。而这时，那5头吞天兽的首领，也就是最为强大的那头吞天兽的利爪，终于狠狠地落在了炎神法身之上。敢杀我兄弟，我要你死！吞天兽老大发出痛苦的嘶吼。他漫长岁月才凑齐了这么4个兄弟，也相当于是他的4个手下。可是，在眨眼之间就被这火焰巨人杀了足足3个，对他的损失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可怕。这一爪子几乎凝聚了他毕生的力量，足以轻易撕裂一个大型位面，就算是超级位面，在没有刻意防备之下，都要被他撕裂为面膜壁。然而，这撕天裂地的一爪落在那火焰巨人的身躯之上之后，却是发出一道类似于金属撞击的声音，当，宛如洪钟大吕的声音在星空当中回荡。萧炎的炎神法身在星空当中几个踉跄，顺势收起了那头吞天兽的尸体，而后转身看向那最强大的吞天兽首领：“你竟然没有事！”吞天兽首领一双邪异的眼眸在这一刻都是瞪得硕大。方才他那一击，很多同层次的存在被击中都要当场重伤，可这火焰巨人竟然仅仅只是几个踉跄。要知道，在他的感知当中，这火焰巨人的生命气息应当是比自己还要弱上一些才对啊！对方能够拉动火焰大道，爆发出这等战力，已经十分令人惊骇了。可对方的防御竟然也变态到了这种程度。当然，萧炎回过头，背后隐隐有着一道数十丈深的利爪豁口，只不过这种深度相对于他这100万丈高大的炎神法身来说，只能算是一道极为浅薄的划痕。无数火焰凝聚之间，便是已经令这划痕迅速修复，圆满如初。这炎神法身可是他在和道境之时不断完善推演出来的，随着他的实力迈入圣品，已经比大千世界那些原始法身还要可怕。面对这圣品后期层次的攻击，虽然有着一丝损伤，却并不致命。他一边说着，手中却是不知何时又多出了一轮万丈大小的绚丽火莲。我没事，不过你应该会有事了。话音落下，他一手直接扣住对方的脑袋，另一只手便是直接将灭世火莲重重地砸了过去。混蛋！吞天兽首领发出一声怒吼，却隐约带着惊恐之意。他可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兄弟是被这火莲神通直接炸碎的。虽然自己的实力更加强大，可这火莲一旦落在自己身上，也必然是不好受。只是他想要仓皇撤退，萧炎却是不给他机会。炎神法身在火之大道的威能加持之下，力量都是比寻常圣品后期还要略胜一筹。这吞天兽虽然天赋异禀，力量同样比普通圣品后期强一些，可也难以直接挣脱萧炎的巨手。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轮万丈火莲重重地落在自己的脑壳之上。轰隆，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无尽的绚丽火焰在虚空当中直接化作100万里的火焰海洋，而后不停地朝着4面8方扩散。远处的超级位面之上的生命只感觉仿佛有着一轮彩色的大日升起，而吞天兽首领却是被可怕的痛楚和巨大的爆炸跟震的魂体都有些茫然。在他茫然的瞬间，萧炎却是已经取出了太炎斩魔剑，重重地朝着他的脑袋插了过去。灭世火莲爆炸的威能足以将一座大型位面都给炸得粉碎。那吞天兽虽然身体强大，但终究是不如炎神法身，仅仅一个爆炸都是令他小半个头颅都被炸开。此刻魂体刚刚反应过来，金色长剑便是已经再度贯穿了他的头颅。好！吞天兽首领发出无比痛苦的咆哮，萧炎却是磅礴灵力灌注，直接用恐怖的剑气搅碎了他的大脑，脑袋近乎被轰碎。哪怕是吞天兽这等先天生命的强大生命力，肉身都是已经接近彻底的死亡，只剩下四肢无力的抽搐，发出最后的反抗。他的魂体无比的惊慌，刚想要逃离，一道火焰熔炉便是凭空浮现，可怕的吞吸之力爆发，任由吞天兽首领如何挣扎反抗都是徒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魂体被吸入其中，尸体被萧炎随手收起。见到自己首领都被如此轻易的击杀，最后一头吞天兽已经吓破了胆子，想要朝着远处逃遁。只不过萧炎在收起吞天兽首领的尸体之后，却是几步便是追上了对方。以他灵力分身如今的速度，就算是圣品后期都远远不如，更何况是一个圣品中期的吞天兽。见到灵力分身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身后，
最后一头吞天兽终于发出了求饶：“饶命，饶命啊！”他忍不住低声求饶，萧炎却是完全不理会，一只手直接按住他的脖颈，另一只手则是握成拳头，重重地砸在那最后一头吞天兽的脑门之上。咚，咚，咚！萧炎的每一拳落下，都是宛如一座大型位面直接砸中，令那头吞天兽痛苦的同时，大脑都是有些晕眩。他竭力挣扎反抗，可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却是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他发出痛苦的求饶，萧炎却也根本不曾理会。所谓先天魔神，天生就是跟先天神灵，甚至是他们这些后天生命对立的一种高级生命。无论是吞天兽，还是天邪神这些先天魔神，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毁灭、为了混乱而诞生的。他们成长强大的过程当中，注定要毁灭一个个世界，屠戮亿万生灵，故而他们天生就是与萧炎之类的后天生灵是对立的。所以，萧炎对付这些吞天兽的态度，与对付域外邪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能击杀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这些吞天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已经不知道吞噬了多少种小型位面乃至大型位面了，而每一个位面的毁灭，都是多少亿的生命要随之陨落。火焰拳头带着可怕的威能，一拳又一拳地砸落在吞天兽的脑袋上。很快，这头圣品中期的吞天兽脑袋都被活活砸开，被萧炎生生打死。望着这一幕，那座超级位面之上的生灵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望着那尊巍峨的火焰巨人，都是忍不住轻轻咽了一口唾沫。这也太强大了吧！真不知道这火焰巨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两名为首的堪比圣品的伪神看向萧炎的目光，此刻都是多了几分敬畏。在他们看来，萧炎可以如此轻易地击杀那些吞天兽，自然也是可以将他们轻易击杀的。5头吞天兽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位面，其体内的位面本源之力也是相当的丰厚，加在一起，怕是足以堪比一座超级位面的位面本源了。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如此磅礴数量的位面本源，若是融合在斗气大陆当中，足以令斗气大陆在短期之内再度扩张许多。萧炎想要一突破就达到世界境，除了要让3大分身尽快壮大，到时候可以迅速融合冲击到出生境巅峰之外，还有就是要让斗气大陆也演变成一座比超级位面更加可怕的位面。他的本尊早已与斗气大陆融合在了一起，斗气大陆已经相当于是他的体内世界。斗气大陆越加强大，他迈入世界境之后，可以调动的力量自然也就更加的强大。故而，灵力分身早日离开大千世界，目的就是尽快斩杀一些先天魔神，从而让斗气大陆进化得更快。当然，除此之外，萧炎也有着其他的目的，那便是寻找铸造炎神亘古齿的材料。既然要打造混元神兵，那需要的材料自然也是无比夸张的，每一种都是无比珍贵的至宝，而且很多甚至在大千世界疆域当中都未必能够诞生。故而，他的灵力分身在此次行动当中，不但要猎杀先天魔神，也要搜寻许多珍贵材料。念及此处，萧炎巍峨的炎神法香迅速消散，露出其中模样俊朗的白衣青年。而后，白衣青年一个跨步，便是已经来到了那超级位面的位面魔壁之外。是人族。这座超级位面之上的2尊顶尖强者都是微微一怔，旋即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喜色。人族算是宇宙当中最为广泛的一种后天生灵了。他们虽然大多天生弱小，但却有着智慧在身，诞生强者的几率极大，所以在宇宙当中最为广泛，几乎任何一个世界当中都会有着人族生灵存在。人族也是后天生灵当中的最为强大的一个种族，所有的后天生灵当中，有着近半的顶尖强者都是属于人族。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我代表苍蓝界的无数生命感谢前辈。这座超级位面当中最古老，也是最强大的那名伪神躬身行礼。虽说在生命气息上，萧炎给他们的感觉甚至比自己还要弱一些，可对方的实力却是毫无质疑，能够以1敌5，并且将5头吞天兽尽数击杀，这是何等实力？无妨，我也只是顺手为之罢了。萧炎站在虚空当中，倒也没有直接进入这座超级位面，只是随口问道：“本地游历星空，在寻找诸多材料，打算铸造一件兵器，不知道各位可否让我查看一下你们这方世界的库存？若是可以，本地可以用相应的宝物来兑换。”闻言，众多伪神、天至尊相互对视一眼，都是没有任何意见。为首的2位最强者更是微微点头，很快吩咐人将这方超级位面的库存拿了出来。圣品层次的战力对付圣品之下同样是碾压，他们2人便是这方超级位面的绝对领袖，一声令下，整个位面的强者自然是无比的顺从。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得罪萧炎这等可怕的存在，鬼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强行攻破这座超级位面。很快，这座超级位面的顶尖强者们便是将无数岁月积累下来的各种珍奇材料拿了出来，而萧炎的目光也很快落在了其中一块人头大小的白色金属之上，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喜色。
太乙金晶。这太乙金晶也算是宇宙当中都算是极为上乘的一种炼器材料了，通常都是随着大世界的诞生或是创世境以上强者的手段才能诞生出来，数量极为稀有，是极为适合炼制混元神兵的一种宝物。除此之外，还有蓝焰炫晶、青岩神铁等次一等的材料，虽然没有太乙金晶那般珍贵，却也足以用来炼制混元神兵了。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了。萧炎也没有太过客气，手掌一指，便是选定了太乙金晶和其他4种金属。闻言，那2名首领一般的人物也是忍不住苦笑了一声，当场便是将这5种金属都拿了出来，通过位面魔币传送给了萧炎。这些金属的珍贵程度，不用萧炎说，连他们难以破坏的金属，自然是无比珍贵的。只不过一来萧炎对他们有着救命之恩，按理来说都是应该献上一份厚礼来赠予对方；二来便是萧炎的实力实在是令人敬畏，虽说看着像个好人，可谁敢保证若是无法满足对方，对方会不会因此而动手？目睹萧炎一连斩杀5头吞天兽之后，他们对萧炎的实力自然是无比的忌惮，不敢过多的得罪。见到5道金属从位面魔币当中飞出，萧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这5道金属，最小的只有拳头大小，最大的却是有着1人多高。除了太乙金晶之外，其他4种也是可以炼制普通混元神兵，若是炼制圣品绝世圣物，更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成为作为主材料。不过这些材料的数量还是太过稀少，除了那1人多高的蓝焰炫晶之外，其他的加起来都不够炼制一件圣品绝世圣物的，更别说是混元神兵了。对此，萧炎却是丝毫不气馁，此地不过是他所路过的第一个超级位面而已。虽说在星空当中想要遇到一个超级位面并不容易，但宇宙如此庞大，就连大世界都有着数千之多，超级位面自然是更加的数不胜数。反正距离魔帝分身突破至少还有着很长时间，可以让灵力分身好好遨游一番。心中如此想着，萧炎将5道金属收起，而后挥手一弹，2道流光也是朝着那超级位面疾驰而去。这5道金属的价值也不算低，本帝也不白拿你们的，这2样宝物就算是一些补偿吧。他话音落下，也是不管那些强者的眼神如何的错愕，身形再度融入到太炎斩魔剑当中，化作一道金光，朝着远处的星空遁去。此刻，那一座超级位面之上，一群强者都是忍不住面面相觑，似是没有想到这人类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那虚空巨兽的危机已经解除，令这方位面的强者们都微微松了口气，这才有些好奇地看向了那位面魔壁之外漂浮的2道光团。大人，快看看这2道光团当中都是什么吧。一名灵品天至尊层次的强者说道。闻言，那2名圣品层次的伪神也是微微点了点头，手掌一挥，位面魔壁再度裂开一个口子，将那2个漂浮的光团吞吸进来。光团散去，露出其中的2件兵器，一刀一剑都蕴含着不俗的威能。圣器，竟然是圣器！2件兵器出现的那一瞬间，周围其他强者的目光都是瞬间变得灼热了起来。萧炎随手留下的也是2件普通的绝世圣物，虽然是普通，但放在大千世界也是超过100亿至尊灵液的，倒也算是配得上那5块金属的价格了。而且在这种孤立的超级位面当中，其各种炼丹炼器的水平则是更加的落后，往往上百个伪神当中才能诞生出一位炼器大宗师。所以即便是普通的灵品绝世圣物，在这方世界当中也是极为珍贵的圣器，很多堪比仙品天至尊的强者都是未曾拥有。对于这一方超级位面的强者们来说，这2件圣器的价值已经是极为珍贵了，要比那5块珍贵金属更有价值。得到5头吞天兽的尸体，加上5种极为珍贵的金属，萧炎的心情也是颇为的不错，要趁着这段时间再好好搜寻一下，争取在大战之前让斗气大陆进化为最顶尖的超级大陆。他与太炎斩魔剑融合在一起，而后再度化作金色流光，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宇宙星空浩瀚无边，即便是实力达到了神灵层次，也极少有人能够探索整个宇宙的边际。当然，萧炎前世实力达到了和道境层次，自然是清楚这座宇宙真正的广阔。在这浩瀚宇宙当中，3000大世界，1万小世界环绕，每个小世界之间相隔的距离都是极为遥远，唯有达到伪神、天至尊层次，才能在小世界之间穿梭赶路，赶在浩瀚星空当中游荡。而像大世界之间，每个大世界之间的间隔则是无比的遥远，远到很多天至尊耗尽一生都未必能够达到另一座大世界。不过大世界之间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在神灵层次的强者眼中却也不算什么。如大千世界到天元界的距离，当年的天邪神便是用了1000年时间就已经杀了过来。而大世界之间的距离虽然无比遥远，可众多大世界其实也隐隐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星域。在这一方星域当中，便是有着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座大世界旋转环绕，至于小世界的数量则是数以亿计。这般庞大的星域，在这方宇宙当中便是被人称之为界域。只不过
界域的面积实在是太过浩瀚，即便是出生境想要贯穿一座界域，都是需要上万年的时间，世界境同样需要1000年。唯有创世境才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内横穿整个界域，乃至离开界域，跨越无尽的虚无地带，前往另一个界域。故而，在那些连神灵都未曾诞生的势力当中，很多人对于自身所在位面之外的文明几乎是没有任何了解。唯有那些拥有神灵的势力，才能拥有了解一方界域的实力。这些势力当中的伪神、天至尊们，无疑比寻常势力的伪神更加强大和博学。他们借助自家神灵炼制的各种法宝，也有着穿梭各大位面的能力了。当然，伪神当中也会诞生出一些极为强大的存在，就如同当年的焚天大帝，虽然也是伪神，却是距离神灵只差一步。一旦踏出他所在的焚天界，斗气大陆也将化作神灵实力。只不过，焚天界的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的斗气大陆想要振兴，也唯有靠着萧炎了。金色流光在无垠星空当中穿梭，偶尔发现几头天至尊层次的先天魔神，便是会出手斩杀；发现一些稀有的炼器材料，乃至天材地宝，也会悄悄收起。眨眼之间，灵力分身已经离开了大千世界整整1个月的时间。而此刻的大千世界当中，3条长达万丈的战船则是悬浮在天空当中，战船之上有着临阵雕刻，正朝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前进。这几条战船便是大千宫当中最为顶尖的天级战船。这种战舰在大千世界当中也属于最顶尖的群战战船，是各大顶尖势力才能有资格购买配备的。每一艘天级战船都价值10亿至尊灵液，比普通的准绝世圣物还要珍贵，甚至接近最低等的绝世圣物了。而其之所以如此珍贵，便是因为这些战船完全是按照准绝世圣物的材质打造的，其上更是雕刻了各种防御进攻的法阵，无论是坚固程度还是爆发的威能，都足以堪比真正的灵品绝世圣物。之所以不如灵品绝世圣物，一来是材质略差一筹，二来便是这战舰需要大量的人手去操纵。想要将这战船的威能彻底爆发，需要1位100万文战阵师、10位地至尊和1000名至尊共同驾驭。这10位地至尊和至尊的实力越强，那战船爆发的威能自然也就越强。若是由1000名6品以上的至尊驾驭，此战船的威能甚至可以媲美灵品巅峰的天至尊。故而，很多顶尖势力都是喜欢配备几艘这种战船。大千宫作为大千世界第一势力，如此战船更是配备了足足10艘。而实际上，每艘战船上的配置其实都是双倍的战斗编制，也就是2位100万文战阵师、20位地至尊和2000至尊。这等战船，就算是遇到天至尊，都可以周旋很久。若是到了下界，足以横扫任何一个没有天至尊坐镇的位面。当年的远古8族所配备的战船，与大千宫的天级战船相比，简直就是连木船都不如，对方一个波动，便是足以湮灭那些战船。当然，随着斗气大陆的不断壮大，未来也同样可以配备上如此战船，不过却是需要至少100年的时间发展。此刻，那3艘战船之上却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反倒是只有着一个个闲坐的人员。因为这3艘战船并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大千宫调出来专门带着人前往万丹会的。1000年诸魔会，100年万丹会，仅仅凭此一句话，便是可以看出万丹会在这大千世界的名声何其响亮。数万年来，除了那1000年一度的诸魔大会可以调动近乎整个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之外，便是这万丹会在正常情况下影响力最大了。或许偶尔也会有其他超级势力举办一些盛会，如摩诃古族的万古会之类的，但这些盛会终究只是看个热闹，无法对大部分人有利。而万丹会却是整个大千世界的真正交易盛会，每次万丹会的开启都会吸引大千世界近半的天至尊参加，地至尊更是数不胜数，无比的热闹。故而大千宫的很多强者自然也是十分渴望前往万丹会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大千宫的宝物收藏虽然号称大千世界第一，但价格却是太过透明，完全是需要实打实的诸魔点换取，可诸魔点哪有这么容易获得？因此很多强者都是想要试图在万丹会当中捡漏，特别是那些地至尊对此更是无比的向往。毕竟万丹会当中的确是有地至尊乃至至尊淘宝，结果意外得到一件被封印的绝世圣物的传说。当然这种概率实在是小得有些可怜。以往的万丹会当中，大千宫一般都是派遣2艘战船前往，不过这一次却是因为萧炎的缘故多了1艘。在那1艘战船之上，萧炎正站在船头，俯瞰着下方的无垠大地，在他的肩头各自有着2个粉雕玉琢的幼童趴在那里，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下方。此次出行万丹会，斗气大陆一方的所有强者都是几乎集体出动，除了极少数几个刚好突破闭关的之外，其他人在得到萧炎的通知之后都是迅速赶来，显然也是对于那万丹会是无比的好奇。所以如今的这艘战船之上，除了极少数人，斗气大陆飞升到大千世界的强者几乎是尽数聚齐。
当初斗气大陆的丹会都是如此的热闹，那这更加热闹了100倍的万丹会又该是何等的可怕！念及于此，众人心中都是十分的期待。一路之上，众人都是根本没有进入到舱室当中，而是清一色的分成2排，站在战船的2侧，俯瞰着下方的大千世界。下至刚刚成为斗圣完成灵力转换的一品至尊，上到如今仅次于萧炎的萧玄，一路之上都是无比好奇的看着下方那一座座不断路过的大陆和海洋。好在这战船是可以与天至尊一战的宝物，单独一人驾驭，就算是地至尊也会感到吃力。但萧炎只是随意凝聚一道灵力能量体，就足以供应这战船维持正常速度行驶。故而，短短3天的时间，众人便是已经来到了丹神族所在的丹神大陆。而当众人来到丹神大陆的那一刻，大千宫2艘战船当中的大部分强者还算平静，想必各自已经来过几次了。但斗气大陆一方的强者们在这一刻却是纷纷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双目感到震撼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无比可怕的火焰。只见那浩瀚无尽，即便是如今的斗气大陆，也只能勉强相比的丹神大陆之上，一株高达10万丈的参天神树正静静屹立其中。神树摇曳，其上有着一颗颗硕大的蟠桃，释放着迷蒙氤氲的灵光，令人心神都被吸引过去。蟠桃灵树，丹神族的镇族之宝之一，这就是传说中的蟠桃灵树吗？望着那株近乎接近菩提古树的参天神树，斗气大陆的一方强者都是忍不住瞪大了双眼。只见那神树屹立在奔腾的灵力河流附近，汲取着其中浩瀚无垠的灵力，无数灵光化作，隐约将其缠绕，令其身上释放的些许香气都足以令一些境界弱小者心神震颤。萧炎同样望着这蟠桃神树，此树同样是极为罕见的混沌灵根，单单是自身实力便是足以堪比仙品巅峰的天至尊，算是极为珍贵的混沌灵根了。这蟠桃神树浑身是宝，其树叶都可以用作饲养各种神兽神虫，其结出的蟠桃更是堪比神丹。蟠桃千年一劫，服之可以直接令至尊小3难的强者直接突破至尊，价值超过10万至尊灵液。其果核自带天地奥妙，甚至可以炼制成准神器，果仁当中蕴含大量的生命力，是天生的炼丹宝物。仅仅有着这么一株神树，便是令丹神族这无尽岁月来都有着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强者诞生。毕竟这神树每次结果都是足以诞生上千枚蟠桃，可以为丹神族培养大量的强者，也可以带来大量的至尊灵液。除了这蟠桃神树之外，丹神族内部的丹神界当中还有着另一株堪比仙品天至尊的神树，却不是先天的混沌灵根，而是丹神族历代丹药大宗师辛苦培育而成的。此树名为丹神树，价值比起蟠桃神树还要更胜一筹，因为此树会自己炼丹。这丹神树经过历代炼丹大宗师的心血培养，自身便是可以汲取天地灵力和各种药物残渣转化，从而凝练出一种种丹药，无比神奇。当然，此树虽然可以自动凝练丹药，可终究不是人类，与炼丹大宗师自然是无法媲美，可也能够凝练出各种至尊境所常用的丹药，简直宛如上百位至尊境层次的炼丹师同时炼药。故而丹神族那些炼制失败的药渣也从来没有浪费的说法，而是都被完美的利用起来。除了这2棵堪比混沌灵根的顶尖神树之外，整座丹神大陆超过70%的疆域都是无尽的药田，奔腾的灵力河流流过这座大陆的每一处地方，为那无尽的药田提供充沛的灵力。在那无尽的药田当中，时不时有着修行者施展各种术法，为灵药提供灵雨，或是除去各种药虫。下至灵轮境乃至更弱小的凡人，上至至尊乃至地至尊，都精心培育着自己的药田。很多外界难得一见的珍贵灵药，在此地却是十分常见。即便是至尊强者所常用的灵药，在一些肥沃的药田当中也是成片种植。甚至连对于地至尊乃至天至尊都有用的珍贵灵药，都是可以从此地寻到。当然，这种层次的灵药便是很难大量种植了，而是需要超级强者亲自出手，将一小部分天地的环境都给改变，专门栽培这种独特的灵药。不过饶是如此，此地的带给众人的震撼依旧是无比的巨大。我药族将来若是有着这般规模就好了。药丹一双眼睛瞪得溜圆，来自药族、丹塔，甚至只要是个炼药师，此刻都是无比火热的望着下方的无尽药田。要知道，当年药族的斗地空间看似庞大，实际上直径也不过数万里而已，属于是在斗气大陆上开辟出的一方小空间罢了。而丹神大陆却是比当初的斗气大陆面积都大了数十倍不止，即便是斗气大陆经过萧炎的数次扩张，如今也不过刚刚与丹神大陆媲美。所以当年令很多普通强者感到震撼的药族空间乃至那万药山脉，或许只是丹神大陆上某位地至尊麾下的一片药田罢了。而类似的药田在丹神大陆上却是有着成百上千，甚至一些天至尊麾下的药田更是绵延数十万上百万里。哼，诸位不必着急，现在先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便是，
用不了多久，我斗气大陆同样可以有着这般浩瀚的药田。可你们若是实力不够，怕是连一些顶尖的灵药都不是对手。空有药田，你们或许也是无法利用。萧炎微微一笑，却是令很多炼药师骤然惊醒。的确，在斗气大陆之上，很多实力堪比斗圣的植物药材都早已有了智慧，除了移动困难之外，本质上与智慧生命相差也已经不大，最起码都有了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这种层次的生命放在大千世界，却仅仅只是至尊境界而已。将来斗气大陆若是诞生了更加强大的灵药，他们这些人怕是连个药材都抓不住。而且现在的菩提古树比起这蟠桃神树可是更加强大。一旁的萧玄也是笑着开口，菩提神树可是早已成为了堪比圣品天至尊的混沌灵根，实力比起当初强大了100倍1000倍。树荫遮蔽之下，生灵的悟性都能直接翻倍，而且过去需要漫长岁月凝聚的菩提心，如今也是颇为的容易凝聚。菩提心的效果可是比那蟠桃灵树的蟠桃还要略胜一筹。至于菩提子，如今在斗气大陆更是颇为的常见，虽然不至于说是人手一颗，但斗宗斗尊却是大致如此。有着菩提神树的帮助，整个斗气大陆诞生强者的概率比起过去高了数倍不止。真要是比起来，就算是丹神族的2株混沌灵根加起来都远远不如。若是萧炎开口，丹神族即便是倾家荡产，估计都愿意换取这一株菩提神树。闻言，斗气大陆的众人都是笑了起来。显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在菩提神树身上获得过些许的好处，也清楚菩提神树的功效的确更加强大。萧炎没有再多说什么，虽然现在的斗气大陆跟丹神大陆比起来底蕴还是差了很多，但只要他的实力一直增加，斗气大陆的扩张速度自然可以随之增加。等到自己达到世界境，斗气大陆也自然可以演变为一方大世界，到时候附属在斗气大陆周围的那些斗帝空间都可以一起演变，从而进化成小型位面。等到斗气大陆扩展到大千世界这般庞大之后，那药界或许真的会蜕变成丹神大陆这般。除去萧炎心中如此推算，其他强者心中也满是期待与希望。这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来自于斗气大陆正在不停的壮大，源自于他们的首领萧炎。3艘战船穿越无尽的药田和小城，最终抵达了丹神大陆的中央。那是一座巍峨高大、直径超过100万里的巨城，与浮屠古族的浮屠城一般壮阔，周边同样有着奔腾的灵力河流环绕。浓郁的灵力在天地之间环绕，令很多修为低下着吸上一口，都感觉修为在隐隐增长。对于这一幕，众人却是见怪不怪了。用灵力河流环绕，对于大部分超级势力而言，都是极为常见的事情了。毕竟，只要布置几个超级聚灵阵就可以做到。当然，丹神族的灵力河流是比其他超级势力更加庞大而绵长的，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药田需要滋养。不过这一族或许战斗力在顶尖势力当中只能算是一般，但财富却是名列前茅的。整个大千世界，除去大千宫之外，还真没有几个势力敢说在至尊灵液储备上比丹神族更加庞大。炼丹师最是烧钱，却也同样赚钱。3艘战船降临，那丹神城外的2支小队显然是察觉到了这一点。天级战船本就是顶尖超级势力才有实力装配得起的，而这3艘天级战船上面更是有着大千宫的标志，令他们根本不敢轻视。正要上去行礼拜见，便是感受到丹神城当中忽然有着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这一刻，整个丹神城当中足足有着数千道天至尊的气息骤然迸发，其中连圣品都是有着不下10道，令整个丹神城所有强者都是忍不住瞪大了双眼，眼中满是惊恐之色。这些天至尊是怎么了？这些强者当中有很多丹神族的族人，但也有着大量来自其他大陆的强者前来参加丹神会。他们在丹神城待的这段时间当中，其实见到的天至尊强者数量并不在少数。毕竟这丹神城当中此刻可是汇聚了大千世界近半的天至尊。可是这些天至尊过去在降临丹神城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大的动静，通常只是1-2位丹神族的地至尊前来迎接，又或者是某位天至尊的长老亲自迎接，便算是很大的排场了。可是今日不知为何，那数千位天至尊在这一刻竟然同时出现。天空当中不知何时已经有着足足数千道身影灵力，一个个虽然并未可以爆发气息，可那独属于天至尊的浩瀚天威弥散开来，随意一人便是足以令很多人色变。如今密密麻麻的数千位天至尊同时爆发气息，实在是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撼。一些心灵弱小之人此刻甚至已经在那震撼的场面和窒息的威压之下直接晕了过去，其余人则是满脸呆滞地望着那天空之上的数千道人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很快他们便是听到了丹神族族长的恢宏声音：哈哈，萧炎兄弟，青山剑圣，欢迎光临我丹神城，2位大驾光临，当真是令我丹神族蓬荜生辉啊！浩荡的声音响彻天际，
一些圣品天至尊已经开始称兄道弟起来，其余天至尊更是一口一个萧炎大人，一口一个公主，令这些天至尊之下的强者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是萧炎大人来了，是萧炎大人和青山剑圣。原本震惊的众人先是一愣，旋即一个个的脸上都是露出了火热之色。能够来到此地的外族之人，个个都是不凡，最弱的都是达到了至尊境界，否则也没有实力和财力跨越遥远的距离来到丹神族。到了他们这一层次，虽说算不上大千世界的顶尖强者，但也终究是跨入到了强者的行列，对于萧炎的名声自然是有所耳闻。连斩5位天魔帝，击杀魔帝上百，当今大千世界的第一强者，诸魔碑上无可置疑的历代最强诸魔王萧炎。想起那一个个名号，这些强者脸上的火热已然悄悄地转变为了狂热。这是一个传奇，真正活着的传奇，甚至未来可能超越不朽大帝的传奇。一想到这里，他们便是一个个从房屋当中冲出，双眼已经瞪得最大，想要好好看看这位传说中的炎帝萧炎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如果不是因为天上已经被数千位天至尊给占满了，威压实在太过可怕，他们一个个甚至都想不顾丹神城的规矩，飞到天空观望。在众人那期待的目光当中，一名黑衣青年终于是说说笑笑的与一群天至尊拥簇者来到了丹神城的上空。随着黑衣青年的进入，那一名明天至尊也是终于跟着那黑衣青年的脚步，朝着丹神城中央的巨大广场落了下去。哈，萧炎兄弟，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丹神城中央的丹神广场，直径足足有着10万里，平日是供一些丹神族的炼丹大师使用的，偶尔会有炼丹大宗师使用。那等层次的存在，一旦炼制绝世神丹，威能的确是太过恐怖，甚至丹神广场的下方都有着灵阵阻碍，否则这种丹药若是炸炉了，那足以将丹神城都有可能摧毁。故而这广场建造之初便是无比的庞大，如此庞大的广场，加上周围的建筑风格，足以容上一人乃至更多的强者观看。故而丹神族早就给萧炎和大千宫的人准备好了位置。见状，萧炎和青山剑圣也是笑着点头，令众人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望着萧炎身后的上千位强者，许多天至尊都是微微一怔，显然是看出来萧炎几乎是将家乡的所有强者都带过来了。而且当看到萧炎身后那6道绝美的身影之后，就算是那些天至尊的眼中都是闪过了一抹惊艳。不过他们身为天至尊，彼此都是一方超级势力的主人，或是一方位面的位面之主，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见过？虽然有些惊艳，也只是笑着称赞了萧炎艳福不浅，没有任何人敢露出觊觎之意。若是只是为了美色就去不知死活的得罪这位炎帝，那他们也不可能活着走到这一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任何一位天至尊敢得罪萧炎，一路走来都是如沐春风。丹神族更是派遣使者将大量珍贵的灵果灵酒奉上，众人言笑晏晏，场面一片祥和。而这时丹神族族长也是终于笑着开口了：萧炎兄弟，明日便是我万丹会真正开启的时间了。我万丹会除了会出手一些我丹神族炼制的丹药之外，更是会有一位炼丹大宗师亲自下台表演炼药，炼制出一枚绝世神丹来讨个彩头。我听闻你在炼器阵法之上都是有着不俗的造诣，媲美圣品大宗师，不知萧炎兄弟是否有意也尝试一下这炼丹之术？丹神子笑呵呵地看着萧炎，眼中还是带着几分神采的。他乃是大千世界唯二的圣品大宗师，也唯有不远处的万古青草原之主能够与之媲美。此刻也是他展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所谓人脉，是双方都能利用到对方的时候才叫人脉。显然他倒是很想结交萧炎这个人脉，只不过萧炎接下来说的话却是令他和附近的诸多天至尊都陷入到了一片愕然。哼，鄙人不才，炼器和灵阵只是我的兴趣罢了，其实炼丹才是我在下界之时的主业。这话音一落下，在座的众人脸上都是露出了懵逼的神色，片刻之后，一个个的眼中才缓缓露出了一抹震惊。炼丹才是你的主业？这个声音在众人耳中回荡的时候，令他们大脑都是一片空白。要知道，先前萧炎所表现出来的临阵手段，可是已经被大千世界诸多强者亲眼见证。众人心中都是知晓，这是一位可以独自布置出九阳灭魔阵的圣品临阵大宗师。而且根据大千宫圣气山那边传来的消息，他们也知晓萧炎除了是位圣品临阵大宗师之外，还是一位圣品的炼器大宗师。对于这一点，众人心中虽然有些惊讶，但在考虑到萧炎那独步大千的火焰之道和那强横的实力之后，也是可以接受。可是这萧炎竟然说这2样都是他的兴趣，炼丹才是他的主业。兴趣就能干到圣品大宗师？兴趣就能到了这种可怕的程度？这一刻，在场的诸多天至尊都是陷入到了沉默，就连丹神族族长也是同样茫然地看着萧炎。不过他们好歹也是天至尊层次的强者，很快便是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的同时，他们的目光不留痕迹地从萧炎的身后扫过。要知道，在萧炎的身后那些人，虽然实力对于他们而言都很微弱，但却是萧炎在下界时的同乡亲人，他们对于这萧炎应当是最为了解。所以，当看到萧炎说出这番话之后，斗气大陆的众人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讶之后，他们便是明白萧炎说的不是假的了。不过想想也是，这萧炎如今已经是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再混一个圣品炼药大宗师的名头又能如何？对他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之所以感觉不像是真的，还是因为如此众多的头衔都覆盖在一个人的身上，实在是令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没想到萧炎兄弟不但是实力了得，竟然连炼丹之术都是如此逆天。丹神子在从那震撼的情绪当中反应过来之后，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怯场，反倒是双目当中带着几分火热。若是萧炎兄弟此番决定出手，那丹某这次也要一起好好切磋一下。丹神子话音落下，令周围的一些天至尊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丹神族虽然每100年就会举办万丹会，每一次万丹会也会有炼丹大宗师炼制绝世神丹，可他自己却是极少出手。毕竟后者已经是圣品炼丹大宗师，放眼整个大千世界，也唯有他与万古青草原之主能够炼制出圣品绝世神丹。可萧炎的出现，显然是令这位丹神族的族长真正有了兴趣。萧炎兄弟若是出手炼丹的话，那本座也想一同探讨一下这炼丹之术。丹神子话音落下，不远处另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也是忍不住笑着开口了。闻言，众天至尊的表情更是精彩，彼此都是将目光看向了那名老者。这位老者便是如今的万古青草原之主，大千世界的另外一位圣品炼丹大宗师。只不过面对众人的目光，这位万古青草原之主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怪异，只是双目同样颇为火热地盯着萧炎。连兴趣之余的炼气和灵阵都达到了圣品大宗师的层次，那这萧炎的炼丹之术又该是何等的可怕？至少圣品大宗师的层次怕是没得跑了。想到这里，他们望着萧炎都是带着几分战意与兴趣。到了他们这一层次，大千世界能够令他们感到兴趣的炼丹师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少数几个仙品巅峰的炼丹大宗师在偶尔之间能够带给他们些许的灵感，也唯有他们2位圣品在漫长岁月当中偶尔有着交流切磋。毕竟过去的整个大千世界也只有他们2位圣品大宗师，如今突兀的出现一位新的圣品大宗师，而且有可能是造诣极高的那种，自然是令他们感到有些心动。到了他们这一层次，也唯有跟这种存在切磋，才有可能再进一步。望着2人那无比火热期待的目光，萧炎也是没有拒绝的意思，只是微微笑着点了点头。既然2位如此有兴致，那萧某也刚好有些手痒了。萧炎难得的没有谦虚，到了他如今的实力，已经没有任何低调的必要了。而且他也的确是太久没有炼丹，有些手痒。闻言，丹神族族长和万古青草原之主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喜色和跃跃欲试的兴奋。他们也是很想看看这位突然崛起的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在炼丹之术上有何等成就，能否带给他们一些新的感悟。看着这3位准备彼此切磋一番炼丹之道，在场的众人眼神在这一刻却也是渐渐变得火热了起来。3位圣品大宗师切磋，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资格残余进去的，毕竟炼丹一道，一吃天赋，二吃经验。3位圣品大宗师同时切磋，别说是普通天至尊，就算是其他圣品天至尊也只能是门外汉。但是3位圣品炼丹大宗师同时炼丹切磋，这已经是多少年未曾出现过的事情了。这也就是意味着这次的万丹会当中，或许会有着圣品绝世神丹的出世。那可是圣品绝世神丹啊，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有大用的至宝。有些极为特殊的圣品绝世神丹，价值甚至能够与圣品绝世圣物媲美。这种层次的丹药，也唯有丹神族族长和万古青草原之主亮相大千世界的那2次万丹会当中出现过。而这一次，却是有着足足3位圣品大宗师同台竞技，这等隆重的场面，已经是数万年不曾出现了。想到这里，在座的众人没有一人心中不是带着期待的。这次的万丹会，绝对会是数万年来最为精彩的一次。即便是丹神族族长继位的那一次，或许都没有如此精彩。哈哈，看来这次万丹会是来对了。不错，那些没来的老家伙们可实在是太惨了。3位圣品大宗师出手啊，这是何等场面！一些天至尊笑着低语，消息在经过这些天至尊身边的一些亲朋随从传递之后，开始缓缓地朝着整个丹神城传递，瞬间激起千层浪。整个丹神城都沸腾了，尤其是那些至尊乃至地至尊，他们很多人一生都未必能活上万年。本以为来到丹神城只是想见识一下万丹会的繁华，顺便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却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幸见到3位圣品大宗师出手。圣品绝世神丹啊，我大千世界已经近1000年未曾出世了吧？
无数来到丹神城的强者听闻之后，都是一窝蜂的朝着丹神广场的方向赶来，想要观摩一下这万古罕见的盛世。也就是丹神广场修建的足够庞大，哪怕是容纳上亿人都是不觉得拥挤。可即便是如此，这直径10万里的丹神广场，在这一刻甚至都是显得有些拥挤了起来。如此众多的人数围观，萧炎此刻却是没有跟其余众人交谈，反倒是跟一名高大青年有说有笑的。此人正是灵动，只不过比起没有开挂的萧炎，灵动至今修为还是停留在仙品层次。虽然他天赋同样可怕，机缘也不曾少见，可毕竟才来到大千世界不足10年的时间，纵然是天赋逆天，也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踏入到圣品层次。不过两人交谈之间，周围的一群圣品天至尊看向灵动的目光都是没有任何的轻视。显然萧炎能够英雄相惜，其他圣品也都不是凡俗，都是看出了这灵动也是不凡之人，将来有着极大的概率会与他们平起平坐。加上灵动与萧炎的关系极好，众人对于灵动也是自然而然地客气了几分。而在众多圣品的身后，灵动所带着几位家属当中，却也有着一个刚刚会跑的小丫头，依然是窜进了萧炎的几个孩子当中一起玩闹。小丫头与萧凌的年纪相差不大，都不过比膝盖刚刚高了些许，却是与萧炎的几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在其身后，两个同样令天至尊都感到惊艳的美人都是笑着望着这一幕，顺便与萧炎的几个妻子笑着交谈。这两人正是林青竹和殷欢欢。一群孩童围绕着大姐大潇潇嬉笑打闹，身后几个容貌绝美的女人笑着交谈。这一幕出现在万丹会之上，总是看上去那般的突兀，令很多天至尊看着都感到有些恍惚。而到了这时，很多人才从那一个个幼童的身上反应过来，原来这灵动与萧炎的年纪似乎都不是很大。二人刚刚飞升到大千世界的时候，或许也不过是凡人当中的中年年纪都不到，而来到大千世界之后不足10年，两人便是已经迅速的崛起。萧炎的崛起速度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无比的恐怖，可灵动的崛起速度也同样骇人，比起那些顶尖古族的嫡系传人都要快上许多，只是因为萧炎太过恐怖，才掩饰了他的锋芒而已。与之相比，很多天至尊在跨入这一境界的时候，已经是有了数千岁的年纪了，别说是儿女，其子孙后裔或许都已经占据了一方位面近乎1成的人口了。宴席之上，萧炎与一群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强者交谈甚欢，其他天至尊也是3、5成群的彼此闲聊，显得是无比的惬意。一夜的时间，对于这广场上的任何一人而言，都根本不是什么事情。毕竟能够来到此地的，除了几个别人，其他都是至尊，就连那几个嬉闹的孩童都是天生不凡。别说是一夜不休息，就算是1个月不休息，也没有任何问题。待到第2天早上的太阳升起之后，丹神族族长也终于是笑着站起身。只见他身形一动，便是出现在了丹神广场之上。而后，圣品天至尊的威压便是携带着浩荡的声音传到了无数强者的耳畔。诸位，时辰已到，本届的万丹会正式开启。按照惯例，我万丹会的流程向来是分为3步。第一步是来自大千世界各地的炼丹大宗师，炼丹宗师比较炼丹手法，历代万丹会的冠军都将得到我丹神族的一份礼物相赠。第2步便是拍卖诸位炼丹师炼制的丹药，以及来自其他强者手中的一些宝物。第3步则是自由交易。丹神族族长嘴角带着笑容。下面便是第1步，有请各位炼丹师前来丹神广场切磋一下炼丹的技艺。他的话音落下，下方的广场却是一片寂静。以往经常出场的那些炼丹大宗师们，这一次却是都选择了沉默，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那丹神广场最显眼的位置。在那里，众多圣品天至尊坐立，其中的2人则是这次万丹会真正的主角。众所周知，万丹会虽然盛大，但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是丹神族大长老主持，丹神族族长是极少主持的。他既然亲自站出来主持，目的自然是无比的明显。这一刻，即便是那些炼丹大宗师们都是十分有自知之明的，没有掺和，而是同样无比期待的望着那高台之上的2人。炼丹大宗师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圣品大宗师与仙品大宗师虽然看似一线之隔，但无论是修为、神魂还是技艺手法，都完全不是一个层次。此番万丹会在场足有60多位炼丹大宗师到场，占据了大千世界7成的炼丹大宗师，但他们此刻的目光却都是期待地望着那2人。哼，老夫已经数千年未曾与你比拼了，今日倒是个好机会。在无数人的沉默当中，万古青草原之主终于缓缓站起身，令无数人呼吸都是略微急促了些许。而后，他的目光也是扫过了身边的萧炎。炎帝，既然对这万丹会也颇有兴趣，不如与我等一同出手，我等也好彼此切磋一番。万古青草原之主目光灼灼地望着萧炎。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笑，终于是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缓缓站起身。萧某倒也正有此意。话音落下，
整个丹神广场便是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3位圣品大宗师出手，尤其是炎帝萧炎第一次在大千世界众多强者的面前炼丹，实在是令在场的诸多强者都是颇为的兴奋。面对这无数强者灼热的目光，二人的脸色却是未曾有丝毫的改变，显然到了他们这一层次，早已适应了这种场面。只见两人脚步迈出，下一刻便是极为默契地出现在丹神族族长的远处。3人极有默契地站在丹神广场的3处上空，呈三角之势，将这10万里的天地直接分成了3份。而后，在3人默契的目光当中，3道冲天的火焰瞬间令整个丹神广场的温度都达到了一个无比可怕的层次。而后，3尊庞大无比的巨鼎缓缓地浮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3尊大鼎当中，2尊都是金属铸就，一眼看过去便是极为不俗的绝世圣物。丹神族族长手中的药鼎之上弥漫着无尽丹香，其上隐隐有着一位位古老身影炼丹的模样。仅仅只是这些图影，便是令很多观望的炼丹师都感到内心隐隐有所触动，心神都在震颤。这座巍峨万丈的巨鼎才是真正的丹神鼎，是丹神族当中历代先辈耗费心血祭炼的至宝，即便是在圣品绝世圣物当中都是极为不俗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属性偏向炼丹，其威能足以堪比浮屠古族的祖塔。此物才是丹神族的第一至宝，是真正的镇族之宝。与之相比，萧炎手中那尊丹神鼎只不过是某一代丹神族族长的私人之物，属于氏族中常用的宝物。丹神族族长一出手便是这件至宝，足以看得出对方是相当的看得起萧炎，一出手就是拿出来最强大的工具。另一边，万古青草原之主的面前同样有着一尊大鼎，大鼎通体呈现古朴的黄铜之色，身上隐约有着一种奇异的纹路，弥漫着无比沧桑的气息。此鼎名为万古鼎，是比丹神鼎还要可怕的至宝。论其威能，丝毫不输于浮屠古族的祖塔，因为相传此鼎乃是万古不朽身的第一任主人所铸就，甚至万古青草原才是万古不朽身最早的归属之地。只是岁月变迁，在当年的大战当中，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令万古不朽身被不朽大帝得到，并且最终封印在了摩诃古族当中。显然，万古青草原之主也是直接拿出了一件至宝，看得出来他也很重视萧炎。望着这一幕，围观的众人眼光则是更加火热。他们都是清楚，像这2位炼丹大宗师的层次，炼制寻常的绝世神丹都是不需要太强的宝物来辅助，甚至可以如同萧炎一般，直接用火焰凝聚药鼎，能够令他们都拿出最强的药鼎来炼丹。这2位今日怕是都要炼制圣品绝世神丹了。与这2位相比，萧炎所使用的却仅仅只是一道用绚丽火焰凝聚出来的大鼎，看上去则是相对简陋了许多。毕竟圣品绝世圣物本就极为稀罕，每一件都足以成为顶尖势力的镇族之宝，更别说是一鼎类的绝世圣物了。只不过面对萧炎那只是用火焰凝聚而成的大鼎，丹神族族长和万古青草原之主却是没有丝毫的轻视，只是提前询问了一声：“萧炎兄弟，你确定要用这火焰之鼎与我等比试吗？”闻言，萧炎却是微微一笑：“2位不必留手，此鼎对我而言反倒是更加的适合。”听到萧炎的话，2位圣品炼丹大宗师相互对视一眼，却是没有任何的轻视或是被轻视的感觉，只是神色略微凝重的点了点头，旋即眼中的火热却是更加浓郁。到了他们这一层次，早就知道药鼎的帮助虽然很大，可外物终究只是外物，炼丹术才是真正的根本。没有强横的炼丹术，就算是丹鼎再好，也只是徒劳。相反，若是炼丹术足够强大，那就算是没有好的药鼎，也一样可以炼制出品质极佳的丹药。萧炎不用药鼎就敢与他们比拼，说明萧炎的炼丹术是真正的有着信心。毕竟堂堂炎帝也不是傻子，若是在这种场合出丑，那可就是真的糗大了。而萧炎炼丹术越强，他们的内心便是不但没有担忧，反倒是更加兴奋。唯有同层次甚至更强的炼丹师，才能让他们感受到进步的希望。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丹神族族长话音落下，便是率先动手。只见他手掌一招，顷刻间无数形色各异的天才地宝各自释放着奇异的光泽涌现，一瞬间浩浩荡荡的天才地宝在这一刻都是直接凝聚成了一条绵长的河流。丹神火起！丹神族族长低喝一声，顷刻间一道炽热的青色火焰便是从那丹神鼎当中升起，可怕的温度令这方天地都微微变色，若不是有着阵法阻挡，仅仅这火焰的余温便是足以令很多至尊强者色变。除此之外，随着此火的出现，天地之间竟然的能量竟然隐隐有着凝聚要化作一粒粒丹药的迹象。不愧是大千世界排名第4的丹神火，被丹神族酝养无数年，此火的确是无比的神奇。望着这一幕，万古青草原之主都是忍不住一叹，连萧炎的目光都是被那丹神火吸引了片刻。此火乃是被丹神族的历代族长、圣品天至尊们携带培养的神火，除去有着不俗的威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炼制了太多的绝世神丹，火焰当中已经自带几分炼药的灵性。当初萧炎等人在斗气大陆炼制9品丹药才会出现的丹雨，在此火面前却是仅仅一个现身，便是隐隐有着凝聚的迹象。甚至传言，此火当中的火灵已经可以自行炼制绝世神丹之下的大部分丹药，是丹神族的另一至宝，也是他能够排名第4的原因。丹神诀，万神熔火。随着丹神火的出现，丹神族族长再度低喝一声，而后在无数人震撼的目光当中，火炉当中的那团巨大青色火焰骤然炸开，而后化作了无数团细小的火焰。这些火焰轻轻蠕动，顷刻之间竟是化作了无数模糊的人影，密密麻麻，足有上万道之多。而后随着丹神族族长心念一动，天空之上那无数的天材地宝便是犹如下雨一般落入到这上万道火焰身影的面前。嗤嗤，宝物落入，那一道道火焰人影仿佛活过来了一般，竟然一个个抓住面前的各种天材地宝，手中掐印，自行淬炼起面前的宝物。望着这一幕，无数围观的炼丹师们都是神色震撼，脸上的表情无比的精彩。如此手段，绝对是很多炼丹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即便是丹神族的很多强者，都是很久未曾见到丹神族族长出手炼丹了。而望着这一幕，药老等人更是眼睛瞪大，双目当中带着光泽。这万丹会当真是没有白来，如此炼药的手段，简直是超过了他们的想象。随着丹神族族长的出手，万古青草原之主和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只见二人同样手掌一挥，铺天盖地的各种宝物、药材都是化作了一道道流光，涌入到二人面前的大鼎当中。相比起丹神族族长的丹神火之神奇，以及那炼丹手法的神奇，万古青草原之主的炼丹之道似乎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除了火焰威能更加可怕之外，他炼制丹药的方式就与普通炼丹师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那些高阶炼丹师的眼中，这却隐隐有着一种大道至简的古朴韵味。望着这一幕，远处的萧炎也是双眼微微眯起。从这短暂的展现手段上来看，这万古青草原之主与丹神族族长在炼丹水平上的差距应当是并不大，甚至于单纯论对于丹药的理解，万古青草原之主甚至还要略胜一点点。只不过这种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优势，在丹神火面前还是被打败了。毕竟万古青草原虽然也是传承久远的超级势力，但历代首领却并非都是炼丹大宗师。事实上，这一代的万古青草原之主也不过只是万古青草原历史上的第2位圣品炼丹大宗师而已。所以在炼丹的底蕴方面，这万古青草原是比丹神族差上不少的。那丹神火毕竟是被10几代圣品大宗师用心血培养，对于炼丹的辅助效果实在是太强，甚至比萧炎如今的地炎还要更胜一筹。而丹神族的这一代族长也显然从这火焰当中参悟出了更加适合自己的炼丹手法，借助着丹神火，他还是要胜过万古青草原之主一筹的。不过这一切跟萧炎的关系却是不大。或许如今的地炎还没有被萧炎培养成可以自动炼制丹药的神火，可萧炎的炼丹术却是比这丹神族族长要强了太多。随着两人的先后出手，宏大的炼丹场景震撼着场间的众人，而众人的目光也是终于落到了那最后的萧炎身上。与前两者相比，萧炎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名号无疑是更加的响亮。可正是因为如此，众人看向萧炎的目光才是更加的好奇，十分的期待这位炎帝究竟会有着怎样更加神奇的炼丹手法。要知道，他可是连绝世圣物的丹鼎都未曾动用过啊！就在众人那好奇疑惑的眼神当中，萧炎站在混沌熔炉面前，却只是淡淡的负手而立，甚至没有像另外2位圣品大宗师那般凝聚印结，仿佛是在那里发呆一般，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炎帝大人这是在干什么？如此场合，他总不至于弄一些笑话吧？有人忍不住疑惑地望着这一幕。斗气大陆一方，众人却是微微一怔，旋即若有所思。这般沉默与思索的过程的当中，就当众人都有些忍不住的想要吐槽2句之时，一缕绚丽的火光从那绚丽的火焰熔炉当中冒出，而后一个丈许大小的火焰圆球便是缓缓从中生出。这是什么？众人不由得将目光看向那丈许大小的火焰圆球，说是圆球倒也不妥，倒是更加像是个椭圆的形状，若是更准确的形容，倒是如同花苞一般。因为在那圆球的下方，赫然有着一道数尺直径的火焰圆柱支撑，仿佛植物的花茎，似是印证了众人的想法。随着第一道火焰花苞渐渐升起，一个又一个的火焰花苞开始逐渐的从那火焰熔炉当中生出。时间流逝，短短1天的时间过去，那万丈大小的火焰熔炉当中便是已经被大大小小上万个火焰花苞覆盖。1天的时间，对于在座的众多强者而言都根本不算什么，对于可以炼制高级丹药的炼丹师们更只是一个开始。但明眼人已经看出，那万古青草原之主已经按部就班地提炼出了数百种天材地宝的精华。而另一边，丹神族族长熔炉之上的上万道身影当中，
也是有着几道虚影面前正有着一团团纯粹的药物精华凝聚。然而他虽然一心万用，却依旧游刃有余。圣品天至尊的神魂力量究竟是何等的可怕，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只不过当那第一道循环的身影将药物精华完全淬炼出来之后，那无数强者的眼睛却是很快被另一道波动给吸引。因为在那火焰熔炉当中，第一朵花苞终于是缓缓绽放，伴随着一道淡淡的绚丽波动回荡，一朵美轮美奂的绚丽火莲在众人的目光当中缓缓出现。火莲的中央，一道1尺左右的火焰圆球宛如莲子一般微微转动，在那其中赫然是一道被精炼提纯过的药物精华。这是什么炼药方式？炼丹烛竟然还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吗？这火焰熔炉看似熔炉，可其中一朵朵火莲绽放，却是如同一方莲池，美轮美奂，太美了！没想到炎帝炼药竟然如此惊艳，这哪里是炼丹啊，这简直就是艺术啊！一个个炼丹师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就连药老等人都是略带惊讶。他们当年就见到过萧炎用这种火莲手段炼丹，只是随着萧炎的势力不断增强，他可以操纵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那种自然而然的韵味，却是令人陶醉。萧炎大哥竟然还有这种炼丹的手段！青眼镜也是吃惊地望着这一幕。除了那广场之外围观的众人之外，丹神广场当中，另外2位圣品大宗师则是更加震撼地望着这一幕，双目当中都是泛起了一抹狂热之色。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普通炼丹师和其他强者看来，这萧炎的炼丹手法不过只是更加美轮美奂，更加神奇花哨而已。但在他们2位圣品大宗师的眼中，却是隐隐看到了一抹真正的大道韵味。如此自然而然地将无数天材地宝用这样的方式熔炼凝聚，这种随心所欲却又贴合天地的方式，隐隐当中都有着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比起其他人，他们2人才是真正的心生触动。萧炎兄弟的炼丹术果真是了得，竟然能够做到如此地步。2人眼神更加狂热，已经不复方才的平静祥和，而满满都是对于大道的渴望。既然如此，我2人也是不再留手了，大家都拿出真正的本事吧。万古青草原之主沉默开口，而后他圣品大宗师的神魂之力彻底爆发，可怕的威势，即便是隔着丹神广场的阵法，都是令天至尊之下的所有强者心颤。望着这一幕，丹神族大长老的脸色却是微微一变，他目光看向周围的诸多天至尊，最终才不由得叹道：诸位，待会儿怕是需要你们当中的临阵大宗师们出手相助了。令在座的众多临阵大宗师出手帮忙。听到丹神族大长老的话，周围的众人都是略微有些疑惑，唯有那些天至尊强者在看到天空之上的3道巨大丹顶之后若有所思，至于那些圣品，此刻更是眼中有着光芒闪烁，似是想到了什么一般。不错，丹神族大长老微微叹了口气，说道：诸位怕是有所不知，圣品绝世神丹，那可是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有着莫大效果的神奇丹药。通常情况下，炼制一枚圣品绝世神丹，光是材料的成本便是接近数十亿至尊灵液了，其成丹之后所需要吞吸的灵力也同样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闻言，众多强者这才有些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如药老等人眼中更是露出一抹明悟之色。当年的萧玄仅仅炼制一枚9品玄丹，便是几乎要将药界的天地能量吸收干净。如今3位圣品大宗师炼制3枚圣品绝世神丹，一旦丹成，那所需要的能量将会可怕到何等地步？之所以疑惑，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并未真正见到过圣品绝世神丹的出世。毕竟大千世界当中，只有2位圣品大宗师，加上圣品绝世神丹的材料太过珍贵，往往数百年、上千年才会被炼制出一颗。但那些圣品天至尊和那些炼丹大宗师，却是大多都见过这种场面的。当年我族族长曾经炼制过一枚圣品绝世神丹，此丹出世之时，近乎将整个丹神大陆的天地灵力给吞吸了大半，令整个丹神大陆的灵力浓度都下降了一半。即便是有着我族的各种聚灵阵，也依旧用了3年的时间才缓慢恢复过来。丹神族大长老说道：而且当年族长炼制那枚丹药的时候，可并未如此倾尽全力过。这次炼制的丹药质量或许比上次的那枚还要可怕，同样的，其吞吸的灵力将是更加的可怕。若是仅仅族长一人，我丹神族的底蕴倒是也能支撑，可若是再加上另外2位大宗师，那所需要的灵力可实在是太过浩瀚了，恐怕足以伤到我丹神大陆的位面本源了。听到丹神族大长老的解释，众人的心中终于是有了一丝明悟。的确，一枚圣品绝世神丹出世，便是已经快要抽干丹神大陆的所有灵力了。3枚同时出世，怕是连丹神大陆的位面本源都供养不起吧。所以大长老是想让我们布置聚灵阵，帮丹神大陆汇聚更多的灵力。说到这里，终于是有强者忍不住开口问出了最终的问题。闻言，丹神族大长老也只能是无奈地点了点头。不错，若是没有足够的灵力供应，
这3枚圣品绝世神丹，怕是根本无法出世啊！闻言，诸多天至尊都是纷纷点头。既然如此，那我等便是一同出手相助吧。不错，我等汇聚灵力的本事虽然比不上这些临阵大宗师，可能够吸引过来的灵力也不算少数，我等也可以帮上一帮。很多天至尊在得知此事之后都是没有异议，甚至有些主动站出来，愿意帮忙一起凝聚灵力。见到有人愿意主动出来帮忙，丹神族大长老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眼中带着些许的感激之色，冲众人拱了拱手。而此刻，身为大千宫代理公主，目前明面上的大千世界化世人的青山剑圣也是主动站了出来。事不宜迟，愿意出手帮忙的大家就一起行动吧。话音落下，他留下一道灵力化身，身形却是率先冲天起。随着青山剑圣率先出手，其余天至尊们也是有着一部分很快离开。眨眼之间，便是足足数百位天至尊离开，前往这丹神大陆的各个地域。当然，他们虽然本尊离开了此地，却也都留下了一道灵力化身在此。身处同一座超级位面当中，他们的化身与神魂之间的联系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他们对于这场万丹会无比的期待，想要看看最终的结果是如何的精彩。而他们的本尊则是已经很快来到了丹神大陆的边缘，而后一个个迅速出手。只见青山剑圣率先动手，圣品巅峰的修为瞬间引动了方圆千万里的灵力，而后将这些灵力源源不断地朝着丹神大陆的方向引入。除了青山剑圣之外，还有2位圣品天至尊也同样出手，将千万里的浩瀚灵力都直接引入丹神大陆。随着这些灵力被不断的凝聚传送，那方圆千万里的天地都在隐隐化作一片灵力真空，而后又不断的将外界的大量灵力给引入。3位圣品同时出手，无数的灵力疯狂涌入，令整个丹神大陆的灵力浓度都隐隐上升了几分。当然，仅仅他们3人固然强大，可也很难瞬间令一座超级大陆的灵力浓度都发生改变。毕竟，一座超级大陆，即便是对于圣品天至尊而言，也是一片十分广阔的世界了。不过，除了他们3位圣品之外，还有着足足20-30位仙品天至尊，上百位灵品天至尊也同样的出手。他们的动静虽然不如3大圣品那般可怕，可每一个也都能引动数百万里天地的灵力。而且，此番出手来到丹神大陆的临阵大宗师，几乎有着90%都出来了。他们各自都布置下超级聚灵阵，令丹神大陆一瞬间出现了数十座超级聚灵阵。3位圣品加上上百位天至尊的出手，威能和动静何等可怕，甚至隐隐之间改变了整个丹神族疆域当中的灵力波动。那可怕的威能，即便是隔着上亿里，都是能够被人察觉到。而如此巨大的动静，也是终于令那丹神大陆的灵力浓度开始以一个疯狂的速度暴涨起来。足足上百位天至尊共同调动灵力，等于是上百位天至尊共同帮忙凝练至尊灵液了。其中更是有着圣品天至尊和诸多临阵大宗师，那般可怕的灵力汇聚速度，即便是现在的萧炎全力之下都做不到。短短几个时辰的时间里，丹神大陆的众人便是感受到天地灵力都在疯狂增加，甚至天空都开始被淡淡的灵雾给弄得迷蒙了起来。不过，面对这种动静，丹神广场当中的众人虽然略微有些惊异，但目光却是依旧死死地盯着广场中央的3人。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这将是大千世界万年来最为盛大的一次万丹会，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为盛大的一次。这般盛景令他们根本就不敢离开视线，尤其是那些炼丹师，此刻更是一个个眼神狂热地望着这一幕。3位大千世界炼丹一道的巅峰存在出手，只要他们能够从中学到一点皮毛，便是足够他们受益无穷了。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在那3人的药鼎当中，一道道被淬炼完毕的药物精华已经化作了一道道光团凝聚。丹神鼎之上，丹神族族长神色肃穆，双目如炬，低喝一声之后，那上万道火焰虚影开始一个个的溃散，每溃散一道，便是有着一道药物精华飞出。当最后一道虚影溃散之后，无数的药物精华已然汇聚在了一起，而丹神族族长此刻也是神色肃穆，低喝一声之后，一道巍峨的至尊法香缓缓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正是丹神族的丹神法香。只见那硕大法香凝聚之后，手中印结变化，丹神鼎当中的无数药物精华开始凝聚旋转，随之而来的则是天地之间的无穷灵力开始疯狂地朝着那枚直径足足上百丈的丹药雏形涌去。另一边，万古青草原之主也是不再犹豫，一尊同样巍峨带着些许紫金色泽的巍峨法相同样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此法相倒是与那万古不朽身之前的不朽金身颇为相似，但却又有着一些不同之处。但无论如何，这道法相的威能也同样十分可怕。2尊圣品天至尊级别的存在，即便不是极为的擅长战斗，其法相也绝对是足以位列至尊法身榜前25的存在。2位圣品存在亮身法相之后，
无数人的目光却是都极为好奇地看向了萧炎的方向，似是察觉到了众人的目光，又似是觉得到了时候，萧炎也是不再掩饰，手掌朝着前方的万丈药鼎微微一托，不知何时，一尊万丈大小的绚丽火焰手掌也是将混沌熔炉缓缓托起，一尊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萧炎的身后，巍峨身躯之上有着火焰凝聚而成的铠甲，绚丽火焰凝聚而成的身躯与那火莲一般美轮美奂，无数宛如大道化身的神秘符文汇聚，则是令这巍峨法身多了几分神秘与庄严，宛如火焰当中的神灵，正是萧炎的炎神法身。而此刻，炎神法身手中托举着的混沌熔炉当中，那原本寸寸开启的火莲已经不知何时一朵一朵的枯萎，无数的火焰花瓣散落，最后尽数凋零。望着这一幕，围观的众人刚想说些什么，便是看到那火焰熔炉当中再度升起一道通天的枝干，这道枝干的直径都快要堪比之前的所有枝干融合起来，其花苞的大小同样是达到了100丈。而在这花苞成型的那一刻，萧炎的周围浩瀚无边的天地灵力同样开始迅速暴动起来，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整个丹神大陆的灵力都仿佛被一分为3，而后被3位圣品大宗师手中的药鼎疯狂地吞吸起来。一座超级大陆，还是经过丹神族历代经营的超级大陆，其中的灵力是何等的浓郁，就算是有人从中突破圣品，也很难一下子将整座大陆的灵力都给尽数抽干。当然，炼制一枚圣品绝世神丹所需要的灵力，即便是不如突破圣品，也不会相差太多。所以，当3道圣品绝世神丹同时开始缓缓成丹的那一刻，整座丹神大陆的灵力瞬间被3人直接强行炼化，化作一道道奔腾的灵力河流，直接奔着那药鼎当中灌入。很快，整个丹神大陆的灵力都开始疯狂下降了起来。若是任由3人这般抽离，恐怕丹神大陆上的灵力很快就会被抽干，甚至连位面本源都要因此受到伤害。就在这时，青山剑圣的声音却是在围观的天至尊们耳畔响起：“诸位，动手吧，也让他们看看这3日来我等所凝聚的灵力是何等的浩瀚。”他话音落下，其余在外面凝聚灵力的天至尊们脸上也是纷纷露出了笑容。不错，这么多天至尊出手帮忙凝聚灵力，可是除了大千会之外，很久没有见到了。让他们看看，咱们这些灵阵大宗师们也不是吃素的。随着众人纷纷点头，那随着众多天至尊出手，最近几日一直无比暗淡的天空开始变得更加阴沉，隐约间甚至仿佛有着天雷滚滚。而后，一滴滴完全由灵力凝聚而成的雨滴开始纷纷落下，1滴、2滴，先是丝丝雨先划过，而后便是倾盆大雨散落。是的，这是完全由灵力凝聚成的暴雨，是数百位天至尊共同出手的结果。暴雨的范围很轻易的就覆盖了整个丹神城，甚至令整个丹神族大陆都隐隐有些丝丝灵雨散落。大地之上，无数药材宝物得到灵雨的滋润，都开始疯狂的生长了起来。这些灵雨经过这些天至尊的凝聚，虽然因为时间仓促，并未达到至尊灵液的程度，可其灵力浓度依旧是无比的可怕。如此磅礴的灵雨，却是如同不要钱一般的肆意散落在整个丹神城，那般密度，怕是一瞬间便是堪比上百万至尊灵液被挥散了出去。然而，面对这般浩瀚的灵雨，那广场中央的3人却是大笑一声。一瞬间，那磅礴的灵力大雨再度被3人分成了3道磅礴的灵力河流。灵力河流被药鼎吞噬，顷刻间便是被强大的火焰再度精纯，而后被那一枚丹药源源不断地吞噬进去。远远望去，就仿佛3道浩荡的灵力天河正在源源不断地朝着下方的药鼎灌注，场面极为的壮观。而这般漫长的灌注，在众人震撼的目光当中，却是足足持续了7天的时间。7天，这3枚丹药每一颗吞噬的灵力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恐怕就算是寻常天至尊都会被瞬间撑爆。而在7天之后，伴随着2道冲天起的光柱接连升起，万古青草原之主率先收丹，在他之后半个时辰，丹神族族长也是缓缓的收丹。到了这一步，他们的丹药算是初步炼成了，灵力已经饱和，只差用最后的火焰淬炼温养。然而，在2人炼制完毕之后，天空之上属于萧炎的位置，那浩荡的灵力天河却是始终未曾停止奔腾，甚至于在看到2人停止之后，萧炎的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整个丹神城上空的所有灵雨都被他凝聚成一条更加壮阔的灵力河流，开始尽情吞噬。轰隆隆，一瞬间，3道灵力长河凝聚在一起，浩瀚的波动宛如天河倒灌，每一刻都有着近乎无穷无尽的灵力朝着萧炎的火焰熔炉当中涌入。望着这一幕，围观的众人眼皮子都是忍不住跳了一跳，就连另外2位圣品大宗师都是忍不住瞳孔一缩。身为圣品大宗师，他们都是清楚一枚圣品绝世神丹的威力和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是清楚的明白，那萧炎所炼制的丹药
恐怕图谋不小，必然是凌驾于他们二人之上了。对此，二人心中虽然是有些受打击，但很快也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转而将目光更加凝重地望着那正在炼制丹药的萧炎身上。虽然是不如对方，可若是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一定的手法，让自己的炼丹之道再进一步的话，那也是很不错的收获了。能够走到圣品层次的存在，没有一人在心性上是有大瑕疵的。他们都是清楚，与其贬低寻找别人的短处，不如好好找寻一下别人的长处。于是乎，在众人的围观之下，萧炎也是终于露出了些许认真的神色。从这丹药开始炼制到现在，他的表情过去一直都是十分的从容，而到了这一刻，他也终于是难得露出了几分严肃。只见他双手应节变换之间，那位于火焰熔炉中央的巨大丹药也是开始疯狂的旋转，无尽的灵力河流宛如天河一般垂落，却是被地岩瞬间淬炼的无比精纯，而后源源不断的涌入到那枚丈许大小的雏丹当中。如此浩瀚的灵力涌入，足以瞬间将一位普通的天至尊都直接撑爆，但在落入那枚丹药之后，却是并未造成任何的影响。相反，萧炎在将如此浩瀚的灵力灌入其中之后，似是依旧觉得不够，手中应节变化之间，一座巍峨庞大的超级巨灵阵再度出现在天空之上，而后更加疯狂地抽取着丹神大陆的灵力，朝着那丹药当中涌入。望着这一幕，众人都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眼中都是带着惊骇之色。难不成先前那些浩瀚的灵力竟然还是不够吗？如此磅礴的灵力，这萧炎炼制的到底是怎样的丹药？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等人留在此地的灵力化身也是一阵错愕，最后才有些苦笑着摇了摇头。诸位，再加上一把力气吧，看来我们汇聚的那些灵力，这位炎帝还是有些不太满意呢。听到青山剑圣的声音，其他灵力化身留在此地的天至尊们也是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也罢，那就再多抽取一点灵力，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位炎帝所要炼制的究竟是什么神丹。这枚丹药仅仅现在的阶段所吞噬的灵力就已经超过了另外2位所炼制的圣品绝世神丹了，此丹出世或许将是一枚真正的绝世大丹。说到这里，众人的眼中都是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圣品绝世神丹亦有高下之分，只不过因为圣品绝世神丹诞生的实在太少，其诞生的速度几乎跟圣品天至尊诞生的速度相差无几了，故而每次的圣品丹药出世都是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了，极少会有人再去追究这丹药的品质如何。但是这次却是完全不同，因为这一次是3位圣品大宗师同时出手比较，高下之分从前面2位圣品大宗师结丹之后便是可以看得出来了。很显然，这位炎帝萧炎在炼丹之术上是要胜过丹神族族长和万古青草原之主的。大家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这萧炎所炼制出的圣品绝世神丹究竟到了何等的层次。在这种期待当中，丹神大陆之外的那数百位天至尊在这一刻也是真正的催动全部实力，全力牵引着外界的大量灵力涌入到丹神大陆。而后在萧炎的超级巨灵阵牵引之下，这近乎翻倍的浩瀚灵力在纷纷灌入混沌熔炉，经过混沌熔炉淬炼之后再融入到那枚雏丹当中。如此磅礴的灵力足以令很多天至尊都为之变色，然而这般磅礴的灵力却是一直源源不断地灌入到那火焰熔炉当中，如同石沉大海一般。1个时辰，2个时辰，1天，2天，众人脸上的表情从震撼转变为了茫然，最后化作了麻木。此刻就算是那些圣品天至尊们看着那火焰熔炉当中依旧源源不断吞噬着无尽灵力的光团，都是轻轻地咽下了一口唾沫。数百位天至尊汇聚在一起的灵力长河，就算是让他们这些圣品炼化，如此2天的时间积累之下，恐怕都足以令他们也被撑爆了。按照这些超级存在的推算，如此浩瀚的灵力已经不能单纯的用至尊灵液这种东西来计算。2天的时间，算上先前炼化的灵力，萧炎那火焰熔炉当中酝酿的东西所吞噬的灵力，已经可以将一座超级大陆的灵力抽干数次，甚至就算是另外2位圣品大宗师炼制的丹药，加起来都是远远不如。这丹药当中所蕴含的灵力，就算是将一座超级位面的位面本源全部炼化，也不一定能够了吧。真龙帝的化身站在人群当中，一双眼睛带着震撼。他的本尊还要镇守大千世界，但也派遣了一道灵力傀儡前来看热闹。不知道，不过我这种普通的圣品后期已经是不敢尝试服用这枚丹药了。另外一位圣品天至尊说道，此丹当中蕴含的灵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纵观古今，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枚圣品丹药能够吞吸如此数量的灵力。苍老的身影缓缓开口，在场的圣品天至尊当中，除了真龙帝等寥寥几人，其他人的脸上更是震撼，因为说这句话的可是不死之主，这一位可是从远古大战时期就活到现在的超级存在。49000年来，不死之主见识到了多少绝世天骄的诞生，
又见到了多少圣品丹药的出世，可他此刻对于这枚丹药的评价，却是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丹药。从侧面来看，这何尝不是在承认萧炎的炼丹术也同样是亘古未见？最起码在不死之主活着的49000年乃至更加久远的岁月当中，必然是没有比他更加强大的炼丹师了。你们错了！就在众人震撼之际，两道身影却是缓缓地出现在了人群当中，令其他天至尊瞬间将目光看了过去。这两位正是已经炼制完丹药的万古青草原之主和丹神族族长。如今圣品绝世神丹已经被他们收入囊中，也没有继续留在丹神广场的必要了。只不过此刻两人的表情都是无比的精彩，看向萧炎的目光不知何时竟然多了几分狂热。我们错了！众人微微一怔，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两人。这两个老家伙论起战斗力，或许在一群圣品当中只能算是平常，可论起炼丹之术，那却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二人说的话，几乎就可以算是大千世界炼丹一道的真理了。是啊，丹神族族长微微点头，声音当中带着几分唏嘘，随即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近乎崇拜一般的狂热。这枚丹药或许将是大千世界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枚丹药，它的品级或许将要超过圣品绝世神丹的范畴了。而想要炼化这枚丹药，如今的大千世界当中，除了萧炎，或许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因为这丹药已经是不朽大帝、天邪神那种层次的生命才能够使用的了。当丹神族族长这句话落下的那一刻，原本热闹的现场已经是一片鸦雀无声。但凡是听到这句话的人，无论是最近处的圣品天至尊，还是远处的那些普通天至尊，此刻都是已经有些茫然。不过在想到这丹药吞噬的灵力已经足以毁灭一座超级位面之后，他们的眼中又多出了几分释然。只是释然之后，便是被更加狂热的激动所覆盖。超过圣品绝世神丹的丹药，亘古未见，亘古未见啊！不死之主喃喃自语，一双浑浊老眼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却已经是无比的明亮，甚至隐隐有着些许泪花。作为当年跟随不朽大帝征战的老臣子，真正面临过域外邪族最可怕的战斗，乃至直面过天邪神的存在，他太清楚萧炎的出现，还有这枚丹药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这意味着，这位炎帝萧炎将是真正有望击败天邪神的存在。当无数天至尊和普通强者都在为萧炎的表现所震撼之时，后方的一片区域当中，青眼镜的灵力化身此刻也是一脸呆滞地望着这一幕。他的本尊早已飞出丹神大陆去凝练超级聚灵阵，帮助萧炎汇聚灵力，但也留了一尊灵力化身留在原地观看。此刻当听到前方的众多天至尊们低语，他也是震撼得有些麻木。夫君他的炼丹术一直都是这么强的吗？青眼镜呆呆看着萧炎其他的女人，那些天至尊们说的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超越了圣品绝世神丹的范畴，炼化一座超级位面都不够用的灵力，这还是人能够炼制出来的丹药吗？此刻即便是以他这位浮屠圣女的见识，都是感到太过不可思议。虽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要是萧炎哥哥的话，这种事情倒也算是正常。听到这句话之后，最前面的虚儿红唇轻轻抿起一个美丽的弧度。哼，如果是夫君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一旁的彩铃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青眼睛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小医仙、云云和亚飞，发现他们的表情也是一如既往从容。显然对于萧炎创造的奇迹，即便是再如何的惊人，他们都是习以为常了。难怪当初夫君说灵阵和炼器只是他的一些小兴趣，炼丹才是他的主业。望着这一幕，青眼镜内心则是暗暗劝服自己，要让自己尽快的接受并且适应这种萧炎经常创造奇迹的表现。比起众女来说，斗气大陆一行的其他炼丹师，乃至整个丹神广场围观的所有炼丹师，此刻才是真正激动的无以复加。斗气大陆的炼丹师们还好，他们早已习惯了萧炎创造奇迹的过程，虽然如今的场面比起当年萧炎炼制9品金丹还要震撼千倍万倍，但他们毕竟早已麻木并且习惯了这种场合。而大千世界一方，无论是那些普通的至尊境炼丹师，还是更加强大的炼丹宗师、炼丹大宗师，此刻都是呼吸急促，眼神狂热地望着这一幕。萧炎今日之举，所炼制的丹药之强，将打破整个大千世界炼丹界的桎梏，对于所有炼丹师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他们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就宛如看向炼丹术的神灵一般，甚至有着少数炼丹师已经从萧炎的炼丹手法当中有所触动，即将突破瓶颈。对于外界的一切，萧炎此刻也是没有再继续理会，因为到了这一刻，那混沌熔炉当中的丹药之威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即便是他此刻也要集中精神了。此丹早已超越了绝世神丹的层次，吸收了如此浩瀚的灵力，即便是一座超级大陆都无法相比。此丹当中的能量一旦爆发，足以将整个丹神大陆都直接摧毁。这种丹药已经是神灵才能触及的领域，被称作混元神丹。
以萧炎现在圣品后期的修为，也是靠着自身前世那独步寰宇的炼丹术，加上火之大道的辅助，才能炼制到这一步。不过，在外人看来，吸收了如此磅礴凌厉的丹药，应当是绝世无敌的存在了。但只有萧炎才知道，此丹到现在也不过只是一枚雏形罢了。因为萧炎对于此丹的命名叫做圣神丹。何为圣神丹？没有了那最为关键的一道药引，此丹便是不能算是真正的成丹。当然，如今缺少那最为关键的一道材料，萧炎也只能暂时炼制出丹药的雏形。即便是如此，这丹药的雏形也已经超过了大千世界历史上的所有丹药了。时光流逝，当第3天的太阳缓缓落下，夜幕已然降临之时，那吞噬了近乎无边无际灵力的雏丹，终于已经是被萧炎炼制到了拳头大小。当雏丹彻底稳固了其中的能量结构，算是真正成型的那一刻，一道近乎覆盖了整个丹神广场的粗大光柱，终于瞬间爆发，直冲天际。这一刻，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原本漆黑的夜空瞬间变得无比的白亮，似是直视太阳还要耀眼。整个丹神大陆在这一刻都是被照得一片雪亮，令人难以睁开双眼。而后，一道比圣品巅峰还要可怕了数倍的磅礴威压瞬间降临。轰隆！可怕的威压降临，令无数生灵在这一刻都是直接跪伏了下去。即便是强如地至尊乃至天至尊，在这可怕的波动之下，都是神色大变，眼中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如此威压，已然超过了大千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位天至尊。那可怕的气息，令很多圣品都是忍不住面面相觑，脸色微变，因为这等可怕的威压，已经超过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这丹药给我的感觉，已经无限接近于当年的不朽大帝了。不死之主站在人群当中，一双老眼望着那冲天起的庞大光柱，眼中也是忍不住的被震撼所包裹。是啊，这丹药的威压已经初步超过了圣品的层次，虽然比当年的不朽大帝还要略差一丝，可已经压过了寻常圣品太多。另一侧，真龙帝也是忍不住微微点了点头。这丹药的威压，竟然令他这位神兽一族最古老最强大的存在都感到了压力，可想而知，这丹药究竟是何等的可怕。如此庞大的光柱爆发，直接将丹神大陆所在的方圆亿万里天地都给照耀的一片明亮。这般可怕的动静，直接惊动了半个大千世界，就连域外邪族那边都是有所察觉。怎么回事？这神秘光柱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那个萧炎又突破了不成？原始真焰的星空之外，一群天魔帝相互对视，眼中都是带着担忧之色。那可怕的波动虽然相隔了无比遥远的距离，可依旧被他们有所察觉。而这道气息的可怕，实在是令这些天魔帝们都感到了惊惧和焦虑。不是萧炎。圣天魔帝轻轻摇头，但眼中的担忧却是更加的浓郁。新天魔帝所奴役的那些天至尊固然被萧炎消灭了，可域外邪族对大千世界渗透这么久，他手中自然是有着几位天至尊层次的案子的。此刻，这些天至尊的案子当中，便是有人就在万丹会当中，是那萧炎所炼制的一枚丹药。圣天魔帝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当中也是带着一丝不可置信。这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在场的近10位天魔帝直接便是如同炸了锅一般，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一枚丹药，一枚丹药竟然能够拥有这么可怕的波动，这萧炎究竟炼制了一枚什么丹药？如此可怕的丹药，他若是服用了，只怕我族怕是真的要完蛋了。众天魔帝彼此看向圣天魔帝，眼中都是多了一丝疯狂。圣天魔帝，动手吧，掀起最终决战，一定要赶在这萧炎突破之前灭掉他，至少也要阻止他突破。一个个天魔帝都真的有些急了，当初12位天魔帝联手，都只能在这萧炎的手中勉强拖延。若是被这萧炎再度突破，那他们这些天魔帝们在萧炎的手中也是如同蝼蚁了。到时候，域外邪族可就真的完蛋了。这样的想法，不止一位天魔帝的心中升起，他们真的是对萧炎的成长速度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全面进攻，圣天魔帝的内心也是有些犹豫了。一旦全面开战，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况且有着萧炎这个最强战力，他们一方也未必能够胜利。若是失败，那域外邪族的下场也必然是会遭受重创，乃至有着灭亡的危险。可是不动手，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威胁越来越大，直至主动来犯，同样会让域外邪族陷入到绝望当中。只要能够趁此机会重创甚至击杀萧炎，那一切都是值得的。圣天魔帝心中隐隐开始倾向于击杀萧炎为主了。只是就在这时，一道比方才的波动更加浩瀚可怕的气息却是骤然降临，令在场的所有天魔帝都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这是众天魔帝瞪大了眼睛，而后纷纷将目光疯狂地集中到了那原始真焰所在的方向。只见那里原本弥漫整个星空的明黄色火焰，不知何时已经开始在缓缓收缩，而那超越天魔帝层次的波动，赫然便是从那其中传来。
是炼天魔地？难不成这炼天魔地是突破了不成？一群天魔地的呼吸都不知何时急促了起来，能够令他们这些天魔地都感到压力的气息，毫无疑问，那是真正超越了天魔地这一层次，隐约达到圣神那种程度的可怕存在才能释放出来的。炼天魔地，您突破了。到了此刻，已经有一位天魔地小心翼翼地看向那虚空深处的明黄色火焰，就连用词都是谨慎了许多。其余天魔地目光看去，也都隐约多出了一丝敬畏之色。对方一旦突破，即便是不如圣神，那也是绝对凌驾于天魔地之上的境界了。到了那一刻，他们与这炼天魔地的身份地位将会有真正巨大的差距。但他们此刻显然是顾及不到这所谓的差距了，眼中只剩下了狂喜之色。只要炼天魔地突破，他们就可以瞬间杀到大千世界，以碾压的姿态灭掉大千世界，救出圣神，然后真正的占领这座大世界。快了！可怕的威压降临之后，仅仅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沉默半晌之后，他才又追加了一句：不用理会那大千世界的事情，等到本地炼化了原始真焰，那些家伙也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顷刻便可灭杀。说完这句话，那声音便是不再响起，就连那可怕的威压都是随之收敛，仿佛再度陷入到了闭关当中，不再理会外界的事情。然而在场的众多天魔帝们却是陷入到了无比的兴奋当中，那对于进攻大千世界的计划也是瞬间消散。圣天魔帝同样脸上带着笑容，他却是没有发现，在这悄无声息之间，他在众天魔帝当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便是已经被取代。在一位超越了天魔帝战力的存在面前，他数万年的经营都仿佛是一个笑话。大千世界无尽白光笼罩的天地中央，萧炎却是轻轻松了口气。如今在他炼丹的最关键时刻，若是域外邪族真的发疯一般全力袭击，那即便是对他而言都会造成不小的压力。毕竟他是以圣品天至尊的修为去炼制一枚混元神丹，到了这一步本来就颇为的吃力了，若是再分心战斗，即便是以他如今的实力也会有些手忙脚乱。更何况此刻若是全面大战，即便是他放弃炼丹加入战斗，大千世界依旧会有着不少生命因此遭殃。他现在的实力虽然可以碾压天魔帝，可也很难直接灭掉所有域外邪族，终归会有人在战斗当中死去。好在自己还有个魔帝分身在那边，说话也还算管用。想到这里，萧炎微微一笑，手中的印结再度变化，也是将目光看向了那要顶中央拳头大小的光球。此物便是自己炼制的混元神丹的雏形，仅仅只是一枚雏丹，所爆发的威能便是已经真正的超越了圣品。神丹有灵，当年斗气大陆的9品丹药都可以自动化作人形，更别提如今萧炎所炼制出的这枚混元神丹了。倘若不是萧炎，换作寻常圣品强者，怕是根本无法束缚这枚丹药，甚至有可能被这枚丹药反杀。此丹一旦化作人形，那便是相当于一道相对弱小一些的出生境神灵了。虽然是相对弱小，但对于神灵之下依旧是碾压，足以成为大千世界最可怕的战力。不过这终究是萧炎炼制出来的丹药，萧炎又怎么可能没有克制对方的方法？只见他手中印结变化之间，一道道带着大道气息的火焰符文浮现，然后接连不断地朝着那雏丹涌去。每一道符文落下，都是令那雏丹之上的磅礴气息下降了许多，可雏丹也是感受到了自己即将被封印，发出不甘的反抗。只是萧炎的实力本就无比可怕，更是有着克制他的手段，又怎么可能给他反抗的机会？很快，那弥漫天地的刺眼白光终于缓缓地散去，萧炎也是终于将这丹药给彻底的封印了起来。丹神大陆的天空缓缓地恢复了正常，而众人的目光在恢复清明之后，终于都是狂热地看向了那天空当中的黑衣身影。此时此刻，这道身影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神灵一般的存在。收！萧炎手掌一挥，便是将那一枚雏丹收起，而后才笑呵呵地朝着下方走去。只是望着他渐渐下落的身影，所有人的眼中都是充满了敬畏，而那些炼丹师此刻则是充满了狂热。伴随着3位圣品大宗师的炼丹结束，这次大会的头彩算是初步结束了。而后在丹神族族长的主持之下，大会又再度恢复了热闹。除了3位圣品大宗师之外，还有着很多来自其他势力的炼丹大宗师乃至炼丹宗师们切磋技艺。只不过有了萧炎的珠玉在前，剩余强者的切磋实在是令人兴趣缺缺。半个月的时间，丹神广场之上丹火鼎沸，无数神丹出世，却是没有太多的人再去关注，甚至于有些人都直接闭目养神，进入到了修炼的状态。直到半个月之后，这第一步的炼丹环节才算是真的结束。萧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万丹会这一届的冠军，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只是对于这冠军的奖励，丹神族此刻却是有些犯难了。以往的万丹会冠军大多就是几位比较常见的仙品炼丹大宗师，丹神族所给予的奖励一般也就数1到10几亿至尊灵液层次的宝物。
或是一些绝世神丹的主药材，或是一些十分珍贵的材料。但到了萧炎这里，他们实在是不知道给些什么东西了。那些宝物对于普通天至尊而言，或许算是不错的东西了，但对于萧炎而言，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好在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挑剔，反倒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让你的族人来我丹神族修炼一段时间。听到萧炎的提议，丹神族族长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反倒是十分的高兴。萧炎的意思他已经是十分的明白，就是要用丹神族的环境和底蕴来培养一下他下位面飞升上来的那些族人。对于这一点，他倒是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首先，丹神族资源是何等的庞大，各种炼丹法门系统更是无比的完善，就算是天至尊都很难学全，更何况他这些族人当中目前还没有一位炼丹大宗师。其次便是萧炎也说过，不会去涉及到丹神族的核心秘密，若是如此的话，那付出的资源代价实在是太少了，或许连1亿至尊灵液的代价都没有。虽然如此，却是能够教好萧炎，甚至与他那些亲朋建立更好的关系，对于丹神族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因此丹神族族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闻言，萧炎也是微微笑着点了点头。他自己虽然也有着更加完善的炼丹师培养系统，可他现在的时间终究还是有些匆忙，更何况炼丹一道从来都是旁征博引，多见识一下别人的手法无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之后萧炎又将自己手中的那尊丹神鼎也还给了丹神族。当然说是还给对方，倒不如说是卖回给对方，毕竟此鼎也是当年的太眼天尊辛辛苦苦抢来的，哪这么便宜的就送回去。这尊仙品的丹神鼎虽然不如丹神族那件镇族之宝，却也是真正的仙品绝世圣物，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有些不小的帮助，故而其价值也是可以轻松的达到100多亿至尊灵液。不过至尊灵液这种东西对于萧炎他们这一层次的强者而言，已经算不上什么宝贝了。萧炎也是十分干脆，直接用这丹神鼎换取了一些炼器材料，又换取了丹神族的大量药材。这些药材足以令他炼制出许多的绝世神丹，留给斗气大陆众人将来使用。毕竟绝世神丹的价值本就比绝世圣物弱上一些，其原材料则是更加的便宜，只是因为到了这一层次的材料太过珍惜，对于寻常强者而言实在难得。但是对于丹神族而言，一些圣品的绝世神丹材料他们都拿得出，更别提仙品灵品了。双方友好的交换了各自所需之后，万丹会也终于迎来了接下来的另一件盛会，那便是拍卖。丹神族的万丹会第一场的炼丹大赛是最为引人注目，最为富有激情的，但这种东西对于炼丹师之外的强者们而言，也不过只是看个热闹罢了。此番能够见识到萧炎炼丹，他们对于炼丹大赛已经无比的满足，再没有其他的期盼了。而接下来的拍卖会和交易会，那才是真正切合到在场每位强者利益的事情，即使是一些天至尊也是奔着这个目的而来的。毕竟这场拍卖会和交易会，那才是有着真正的宝物呈现。只不过对于这次的宝物，萧炎的内心却是兴致并不算大，到了他这一层次，能够令他动心的宝物实在是太少了一些。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当拍卖会开始的那一刻，他们才是真正的开始亢奋起来。宗师级神丹九灵丹起拍价200万至尊灵液，宗师级神丹玉露清明丹起拍价300万至尊灵液，大宗师级灵品绝世神丹龙虎金身丹，服用之后可以令灵品天至尊的肉身再度强化，堪比灵品天至尊级别的超级神兽，起拍价1亿至尊灵液。丹神族大长老亲自主持拍卖，每一次拍卖的丹药价格都是在1000万至尊灵液以上。到了这一步，在场竞价的已经只剩下了那些地至尊和天至尊。寻常至尊境强者，就算是9品至尊手里能有个几百万至尊灵液，已经算是颇为富裕的了。除非是一些超级大势力的嫡传，或是某位天至尊的子嗣，否则很难参与到这种层次的竞争当中了。没有足够的背景，即便是侥幸得到了某些财富，也不敢在这种场合露富。丹神族的确是维护整个万丹会期间的秩序，禁止任何的厮杀打斗。可将来离开了丹神大陆，那丹神族也就没有义务去管了。没有足够的实力暴露太多的财富，那跟找死也没有什么区别。而到了后期，那一枚枚的绝世神丹已经是只有天至尊们才能进行竞争的了。毕竟一枚绝世神丹的价格，即便是比绝世圣物要低上不少，却也是按数以亿计的至尊灵液来衡量的。最后一枚仙品绝世神丹的价格，甚至已经拍卖到了50亿至尊灵液。放在以往，此次成交的价格已经是万丹会的巅峰了。不过这一次，众人在这最后一枚绝世神丹炼制出来之后，却是并没有急着收场，反倒是一个个无比火热的看着丹神族大长老。因为这次的万丹会可是出现了2枚圣品层次的绝世神丹，以及1枚超越了圣品的终极丹药。对于那枚萧炎所炼制的终极丹药，众人心中虽然都是无比的狂热，却也知晓未必能够得到。
毕竟此丹的价值已经不能用至尊灵液来衡量了。真要论起来，就算是各大顶尖势力的镇族之宝也难以媲美。这是一个圣品天至尊都出不起的价格，更何况这丹药出世之时的威力是那般的可怕，恐怕就算是圣品天至尊也不敢轻易炼化，生怕有着爆体而亡的危险。但是那枚终极丹药虽然无望，可是2枚圣品绝世神丹也是无比的吸引人。毕竟在过去，这种层次的丹药往往数百近千年才会诞生一枚，这种层次的丹药也唯有同为圣品的天至尊们才能买得起。这将是一个无比恐怖的价格，可也令很多人感到心神激动。他们很想知道这2枚绝世神丹的价格到底贵到了怎样的程度。而丹神族大长老也没有让众人失望，他很快便是拿出来一枚闪烁着氤氲光芒的光团，其中隐隐有着撼动天地的威压。呵呵，诸位，丹神族大长老站在广场中央，目光笑眯眯地望着场间的众人。此番借着炎帝的光，我们能够看到3位圣品大宗师出手炼丹的丹道盛宴，也能够有幸看到3枚绝世神丹的一同出世。丹神族大长老不留痕迹地小小拍了萧炎一个马屁，在场的众人心中却是没有任何的鄙夷。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萧炎下一步几乎板上钉钉就是下一个不朽大帝，甚至是超越不朽大帝的存在。拍这种人物的马屁已经算不上什么谄媚奉承了，反倒是十分的识物。炎帝所炼制的丹药威能太过可怕，想必各位也是有心无力。不过我族族长和万古青草原之主商议过后，还是决定将2枚圣品绝世神丹拿出来给大家助兴。所以接下来拍卖的第1枚压箱底的宝物，便是我族族长所炼制的这枚天仙丹。说到这里，丹神族大长老的声音都是不由得高亢了几分，眼中隐隐带着些许的兴奋之色。拍卖圣品丹药，他也是很久没有干过了。圣品绝世神丹天仙丹，服用之后可以令灵品巅峰的天至尊一跃突破仙品，并且其庞大的药力可以支持这位天至尊在仙品境界一路飞跃，修为在100年之内轻松达到仙品巅峰。起拍价80亿至尊灵液，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亿至尊灵液。诸位，请加价吧。丹神族大长老话音落下，场间已经是一片哗然，无数强者都是眼神灼热地望着那枚氤氲的光团。对于他们而言，能够成为天至尊就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了，而从灵品巅峰在10年之内一跃达到仙品巅峰，那更是难以想象。须知萧炎能够在短短岁月达到如今的修为，那是因为他有着前世的宝贵经验和记忆。寻常天至尊一旦迈入这个境界，单从灵品初期修炼到灵品巅峰都是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若是从灵品修炼到仙品，一些天赋差的怕是需要上万年都未必能够突破。这一点单是从域外邪族那玄魔帝和幽魔帝的数量差距便是能够看出。即便是一些天至尊炼化了下位面的位面之胎，借助位面之胎的力量前期修为飞速提升，也依旧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就算是前世的萧炎和灵动，从迈入大千世界到修炼到仙品巅峰，都是耗费了足足10几年。这还是2人来到大千世界之后又各有机遇的原因。故而这枚丹药对于灵品天至尊乃至一些仙品天至尊的诱惑都是不可言喻的。只不过诱惑归诱惑，此丹却是有着一个极为巨大的弊端，那就是此丹对于那些圣品存在们而言几乎是无用之物。那些圣品天至尊们若是得到了这枚丹药，也只能是当做一枚补充灵力的丹药使用，对他们的实力增加却是没有任何作用。这一幕也就导致场间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能够买得起的几乎不需要，需要的几乎都买不起。80亿至尊灵液对于很多灵品天至尊们而言都是根本拿不出来的数字，很多仙品天至尊的毕生积累全部换成至尊灵液，也就是这个数字。这笔钱已经足够买一件普通的仙品绝世圣物了，而这还仅仅只是起拍价格。不过丹神族既然会给此丹定如此的价格，那自然有信心将此丹拍卖出去。果不其然，在沉默片刻之后，一名圣品天至尊便是已经开口了。100亿。开口的这位是荒神族的一位族长。果然如此，见到这位荒神族的族长开口，众人的心中却是没有丝毫的惊诧。这丹药的效果实在是有些尴尬，能够买得起这种丹药的也就是这些拥有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势力了。他们当中或许有人愿意出此价格来培养一位族中极为杰出的后辈，或是功劳比较大的某位老牌天至尊。110亿，120亿。荒神族族长开口之后，另外几家超级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相继开口。不过最终这枚丹药还是毫无悬念地落到了荒神族的手中。荒神族的强者最为擅长肉身之术，对于灵力的修炼却是并不算太过擅长。虽说身为顶尖势力，他们的灵力不擅长只是相对的，但这种快速提升灵力的丹药对于他们而言的效果的确是相当的不错。看台之上，
萧炎已经回归到了众人当中，他倒是看出来萧玄对于这天仙丹也是颇为的渴望。不过120亿至尊灵液的天价还是令他有些望而却步了。这个价格的至尊灵液足以令一些仙品巅峰都倾家荡产，对于灵品天至尊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是出来大千世界不久的萧玄。望着这一幕，萧炎却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对于萧玄的心性，他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知晓后者也仅仅只是异动而已，不会被这所谓的天仙丹所影响。更何况如今他的手中也是已经多出了2幅用来炼制天仙丹的药材。等到此次离开之后，萧炎会尽快提升一番斗气大陆众人的实力，然后闭关冲击半步主宰的境界。心中这般想着，随着天仙丹的拍卖结束，丹神族大长老已经拿出了另外一枚闪烁着氤氲光芒的丹药。接下来的这一枚是万古青草原之主所炼制的万古青草原独有的圣品绝世神丹万古丹。这话音落下，许多天至尊之下的强者们都是神色有些茫然地望着这一幕，似是从未听说过万古丹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在场的众多天至尊乃至那些圣品天至尊们都一个个瞬间眼睛明亮了许多。是万古丹，竟然是万古丹！没想到那万古青草原之主这次竟然炼制了这种丹药。萧炎明显的看到这万古丹出现的那一刻，那些圣品天至尊们都是有些坐不住了。不过这也正常，万古丹的效果对于这些圣品天至尊们吸引力的确是比之前的天仙丹要大了太多了。因为此丹的效果叫做一瞬万古，想要炼制出此丹最为珍贵和核心的材料便是那一缕诞生在万古青草原深处的万古琼浆，相传那是蕴含了部分时间大道玄妙的神奇宝物。这等宝物别说是在大千世界，就算是对于整个宇宙，对于那些神灵境界的强者而言也是十分珍贵的宝物。传闻当年的不朽大帝便是因为多喝了几口万古琼浆，才领悟了一丝时间大道，从而迈入到了半步主宰的境界。此丹最大的效果便是在服用之后，整个身体都进入一个极为迅猛的时间加速当中。外界过去1年，身体内部却是足以过去万年之久。万年的时间，即便是对于圣品天至尊来说，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段了。而如此漫长的时间，也是相当于大大缩小了他们的修炼时间，相当于一瞬间增加万年的修为和感悟。以他们的资质，服用之后或许也有希望触摸到那圣品之上的瓶颈。故而万古丹一出现，在场的圣品天至尊们便是一个个无比激动了起来。虽说炼丹之时那丹神族族长的丹药品质要更胜一筹，但真要论起效果，还是这万古丹的效果要远胜天仙丹。150亿至尊灵液，180亿至尊灵液，200亿。当众多圣品天至尊们纷纷叫价竞争的那一刻，台下的无数观众在这一刻气氛瞬间再度变得火热起来。圣品天至尊竞价，这可是无比难得一见的事情，而且那一个个堪称天文数字的至尊灵液数量，也是同样令他们的心跳都加快了几分。280亿，最终这枚万古丹被以280亿的高价拍卖给了青山剑圣。这一刻，青山剑圣的脸上也是喜悦与悲痛同时呈现，令他看上去心情十分的复杂。这般海量数字的至尊灵液，即便是他这个圣品巅峰一口气拿出，都是无比的心痛。不过他在众多圣品当中，年轻程度仅次于萧炎，天赋算是萧炎之下最好的一人，故而这万古丹对于他的效果怕是更大一些。而这280亿的天价，也将在今后的无数届万丹会之中流传。拍卖会结束之后，萧炎又安排众人前往丹神城当中参加一下交易会，体验了一番淘宝的乐趣，而后才告别了丹神族众人，算是结束了此趟的丹神族之行。之后众人也是乘坐着大千宫的天级战船返回，一路朝着大千宫的方向飞回。丹神族之行结束，萧炎也只剩下了最后2步了。轰隆隆，大千宫的疆域当中，最近总是有着海量的灵力从外界涌来，而后又被某处孤岛之上的万丈火焰熔炉给不断的吞噬。许多大千宫的强者都是目光灼热地望着这一幕，一个个的眼中都是充斥着崇拜之色。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参加过半个月前的万丹会的，对于这火焰熔炉的主人是谁，自然是无比的清楚。至于其他人，虽然是未曾参加过万丹会，可这半个月的时间当中，那熔炉主人的身份也是早已令大千世界再度狠狠地震惊了一次。炎帝萧炎，在创造出击杀了足足6位天魔帝，令圣天魔帝为首的12位天魔帝联手都无可奈何之后，当整个大千世界都认为这是一位战力无双，已经十分接近不朽大帝的存在之时，他却是又在万丹会上创造了一个炼丹之道的神话。大千世界第一炼丹师，而且疑似是大千世界历史上的第一炼丹师。同时，若是严格算起对方的年纪，就会发现他的天赋好像也是大千世界历史第一。而后，这位炎帝的灵阵和炼器方面的造诣虽然没有炼丹术那般恐怖，
但似乎也是在大千世界当中找不出对手来的样子。一个个宛如神话一般的头衔，如今就这般轻易的被他拿下，还是以这种姿态，实在是令人感到无敌。半个月后，萧炎也是终于结束了炼丹。此刻，在他的面前便是悬浮着足足5颗绝世神丹，2枚圣品层次的天仙丹，算是留给萧玄等人暂时使用。按照前世的规律，萧玄突破之后，接下来要突破天至尊的却并非是古元，而是竹坤。不过竹坤那边萧炎另有安排，甚至彩铃、小医仙也同样有着想法，故而萧炎便是将剩下的这枚天仙丹留给了薰儿。因为薰儿在来到大千世界之后，便是没有完全适合他的圣品传承，不过有着萧炎的帮助，他的进步速度也不会慢上太多。除去2枚天仙丹之外，剩余的3枚绝世神丹也都是仙品层次，对于灵品乃至仙品天至尊都是有着不错的帮助。按照萧炎的推算，薰儿之后，古元、药老都会相继突破，斗气大陆很快就会多出来几位新的天至尊，所以这些丹药算是给他们提前预备的了。在将5枚绝世神丹留下之后，萧炎这才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希望等我突破之时，你们也能够突破成为天至尊，乃至成为天至尊当中的强者了吧。离去之前，萧炎留给众人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丹药、至尊灵液，加上诸魔点，他们每人手中的财富都足以媲美寻常的仙品天至尊，在自己成为主宰之前应该都是够用的了。做完这些之后，萧炎又看了一眼青眼镜的肚子，发现对方的小腹终于是有了一些明显的隆起。好好调养身体，希望等我回来之时，咱们的孩子也已经出世了。萧炎轻轻笑着摸了摸青眼镜头，后者也是微微一笑。包括薰儿等人在内，都是清楚萧炎此去并没有任何的危险。相反，此行之后，萧炎将真正的迈过那一瓶颈，成为真正绝对凌驾于圣品之上的强者。同时，大千世界将迎来真正的胜利，将这49000年的阴霾都给洗去。告别众人之后，萧炎这才取出一条从大千宫借来的天级战船，带着身后的一群强者离开。此刻，在这条天级战船之上，萧炎的众多夫人当中，也只剩下了小医仙和彩铃陪伴，当然还有紫妍这个丫头。这丫头在炼化了龙皇本源果之后，那本就无比精纯的太虚古龙血脉再度进化，天赋比起他父亲竹坤都要可怕。只不过因为修炼时间太过短暂，故而在不久前才刚刚成帝。除去这3女之外，萧炎的身后还跟随了许多斗气大陆魔兽一族的强者，这些都是实力达到了斗圣层次的9阶魔兽。太虚古龙一族、天妖皇族、九幽地冥蟒，乃至其他各种魔兽家族，甚至白寒白雪兄妹也跟了过来。总之，只要实力达到斗圣、至尊，萧炎都给他们一个前往神兽一族疆域闯荡的机会。这是他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的面子，连真龙帝都点头答应了下来。那神兽一族的其他强者又怎么可能拒绝？培养一群不过至尊境界的魔兽罢了，又能浪费他们多少资源？可这教好萧炎的机会却是他们极难碰到的。更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斗气大陆之人，也是亲疏有别，萧炎给予了他们这么一个机会，却也只是这么一个机会，究竟能够在神兽一族得到多大的机缘，还要靠他们自己。萧炎虽强，却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帮到底，也唯有对彩铃、紫妍等人才会真正的费尽心思去帮。一行人乘坐天级战船，飞行速度虽然不算飞快，可也在3天之后便是抵达了神兽一族。一进入神兽一族的领地当中，众人便是明显感觉到那种蛮荒苍凉的气息开始缓缓的在天地之间弥漫，那种感觉就仿佛当年的莽荒古域一般，也犹如斗气大陆的兽域，仿佛有着无数古老的巨兽盘踞其中。不过比起大千世界这神兽一族无数大陆组成的庞大神兽疆域，当年的兽域无疑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了一些。在这里随便挑出一座小型大陆，其中的神兽强者数量怕是都能超越当年的兽域。毕竟即便是当初的龙皇竹坤，放在此地也不过是一头9品至尊级别的龙类神兽罢了。当然，如今的竹坤距离天至尊也只差最后一步，在这神兽疆域当中也勉强算得上一声顶尖强者了。不过在神兽一族，也至少要有着一位天至尊层次的超级神兽坐镇，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势力。轰隆隆，当萧炎驾驭着天级战船来到神兽一族当中，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一道道巍峨万丈、10万丈乃至100万丈的巨兽身影，终于是在那一座座大陆当中冲出，浑身恐怖的气息弥漫，而后才化作一道道人形模样，朝着萧炎笑脸相迎。炎帝，你来了！哈哈，炎帝，终于舍得来我神兽一族做客了。炎帝大人，欢迎来到我神兽一族。一位位神兽一族的天至尊们冲出来迎接萧炎，萧炎也只是笑着点头附和。在他们身后，一群斗气大陆的强者却是习以为常。萧炎在大千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他们在万丹会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而这时，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一尊身长100万丈、
浑身散发着氤氲光芒的太古巨龙，终于是从远处的一座超级大陆飞出，而后化作一名龙形虎步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真龙殿，真龙殿。当真龙帝出现之后，在场的众多神兽一族的天至尊在此刻都是露出了恭敬之色，这是对神兽一族最强者的尊敬，即便是其他圣品都要略微低头。哈，萧炎兄弟，你终于来了，走，到我真龙一族去做客。真龙帝还是第一次以本尊的形式出现在萧炎面前，以往都是分身或是灵力化身，毕竟他是神兽一族的最强者，地位在大千世界丝毫不比域外邪族的暗天魔帝要差，需要时刻坐镇神兽一族。萧炎闻言也是没有任何的拒绝，反倒是笑着点头，带着众人参与了神兽一族在真龙大陆准备的盛宴。真龙大陆那是龙族真正的核心，也是神兽一族一直都有的核心，其中有着浓郁的龙气缭绕。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包括斗气大陆一些拥有龙类血脉的强者，来到此地之后都感觉无比的愉悦，甚至身体已经有了隐隐进化的冲动。虽然是一种错觉，可也依旧令人震撼。每一头真龙都是龙类进化的极致，即便是放在浩瀚宇宙当中，真龙也是极为强大的一种血脉，可以堪比先天神魔。龙族强者一旦进化到真龙之境，便是将自身血脉潜力挖掘到了极致，可以轻易达到仙品巅峰，就算是突破圣品也并非难事。龙族当中，如今真正将自身进化为真龙的强者也不过5人，其中3位已经是圣品，剩下的2位也是仙品当中近乎无敌的存在。这就是真龙族的底蕴，也是真龙的强大。不过一旦进化为真龙之后，可以依靠龙族血脉飞速提升实力的优势也将当然无存，因为真正的真龙是要开辟自己的道路，进化为拥有自己道路的神龙，这才是真龙真凤诞生在天地之间真正的意义，也是同为圣品，真龙帝为何要强于其他2位圣品的缘故。除去祖龙这类特殊情况的先天神灵，真龙便是龙类进化的极致了。一场盛大的宴席过后，那些神兽一族的天至尊已经十分默契地将萧炎带来的众多神兽强者带走。玄冥白虎，不错不错，你得到我虎族的培养，或许有机会进化为庚金白虎，那可是超级神兽。现在白虎一族的族长就是一头庚金白虎。六耳魔猿，巧了，我族族长通天大元王可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跟我走吧。天皇一族，虽然血脉比起真皇真凤要差上一些，倒也勉强算是真正的皇族了。看在萧炎大人的份上，你们可以进入一次真皇血池。一位位天至尊笑着开口，令斗气大陆的许多魔兽强者都是受宠若惊。以他们的天赋血脉，在下位面或许个个都是称王称圣的存在，可在这些天至尊面前却是远远不够看的。事实上，这些强者的心中也是清楚，若是没有萧炎的帮助，他们在这些神兽一族的掌权者面前也算不得什么，是看在萧炎的面子上，他们才能得到一些地至尊神兽都得不到的资源。故而他们的内心对于萧炎的感激自然是无形当中再进了一分。对于这些，萧炎的心中倒是满不在意。在众人纷纷离去之前，他的目光却是略作思索地看向了远处的一个角落。在那里，一名中年男子正带着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坐在那里。此人的修为不过灵品初期，在如今圣品都有好些个的宴会当中，实在是有些不起眼。不过萧炎的目光却是在那女孩的身上停留了片刻，最后才笑着走了过去。天皇族长，这个小姑娘难不成是你的女儿不成？萧炎笑盈盈地望着天荒族长，令这位九幽阙一族的族长受宠若惊。而在他身侧，那女孩也同样大眼睛乌黑地望着萧炎，眼中带着些许的畏惧和好奇。她虽然年龄尚且幼小，可终究是神兽血脉，懂事很早。从父亲的只言片语当中，他也知道眼前这个青年的不简单。启禀萧炎大人，正是小女，此女名为九幽。被萧炎如此客气的问话，那天荒族长显然是有些受宠若惊。他虽然是天至尊，九幽阙一族也算是神兽疆域当中一支不弱的族群，但人就怕对比，跟如今在座的众多强者们比起来，无论是他个人的实力，还是九幽阙一族的实力，都是太过的不起眼。而萧炎更是他根本高攀不起的存在。九幽，萧炎望着那不过刚到自己腰间的小女儿，嘴角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名字倒是不错，今后这孩子若是再长大一些，若是他愿意的话，天荒族长可以让他来我这里修行一番。萧炎笑盈盈的话语却是令那天荒族长微微一怔，旋即脸上便是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若是炎帝大人愿意指点小女一番，那真是这孩子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九幽，还不快谢过炎帝。天荒族长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脑袋，而那小九幽也是有些茫然，而后才乖乖地跟萧炎行礼道谢。他虽然已经有些懂事，但终究还是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天荒确实不同，他太清楚能够成为萧炎的弟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虽然萧炎所说的只是指点一番，但仅仅这个因果
便是将其认作了半个弟子。日后若是有人听说这孩子得到过炎帝的一番指点，怕是都要对他礼让3分。更何况能够跟随炎帝修行一段岁月，将来的前途又该是何等的可怕。没看到炎帝身边那些亲近之人在飞升上来之后的几年就已经快要成为天至尊了吗？没看到周围那些神兽一族的天至尊们都是有些羡慕这个孩子了吗？想到这里，天荒的内心就是更加的激动。我九幽雀一族这次怕是要发达了。也不怪天荒如此的激动，毕竟能够抱上炎帝的大腿，不光是对他的孩子九幽一人有着莫大的好处，更是对于整个九幽雀族都有着莫大的好处。从此以后，他们九幽雀族面对那些飞禽类的超级势力再也不用刻意忍让了，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这一点从萧炎说完这句话之后不久，凤王凤尘便是主动过来热情的打招呼，并且声称要让九幽雀一族全力培养九幽，就能看得出来。宴席过后，九幽雀族兴高采烈地回归了自己的大陆，而其他势力也都各自回归，一些神兽势力更是带着斗气大陆的魔兽强者离开。神兽一族当中只剩下了真龙帝和另一名身姿妖娆的美妇人留在了这里。那位美妇人的名字叫做太阴蛇皇，本体是另外一种超级神兽太阴真蛇，也是蛇族当中唯一的一位圣品天至尊。蛇族向来是各方世界位面当中血脉最为混乱复杂的一种生命，不像龙族这般越是进化到终极就越纯粹。蛇族当中每一任的族长乃至圣品天至尊血脉大多都不是一家，这也是为何蛇族在神兽一族当中占据的数量极为庞大，但顶尖强者的数量却要比龙族还要少上些许的原因。当然，如今的萧炎也很需要这位太阴蛇皇的帮助，原因无他，彩铃所需要的九彩妖帝传承就在蛇族最核心的神蛇古墓当中。前世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一传承，萧炎可是费了一番手脚，才让太阴蛇皇臣服，并且付出代价让彩铃得到了九彩妖帝的传承。不过这一世，太阴蛇皇却是主动交好，萧炎自然也不愿与之交恶。不过在前往蛇族之前，萧炎还是要将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们都留在此地，让他们接受真龙一族的造化。太虚古龙一族也算是我龙族当中比较强大的一个分支了。真龙帝望着眼前的一群太虚古龙族人，微微点头，旋即又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你们当中大多血脉都不够精纯，即便是接受了我龙族当中的一些造化，也很难进化为真正的真龙，甚至就连帝至尊也需要你们吃上不少苦头。一旁的萧炎闻言，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太虚古龙一族在大千世界也同样算是不弱的龙族，斗气大陆的那一支也是远古时代某位强者的后裔。而这一族在当代的龙族当中都是有着2位天至尊坐镇，算是颇为强势了。不过无论是在大千世界还是斗气大陆，都是只有太虚古龙的纯血王族才算是真正的顶尖神兽，有着问鼎天至尊的潜力。其他古龙一族的强者若是没有斗气大陆的演变所带来的好处，很多如今怕是还要停留在斗尊巅峰，能够成为至尊斗圣已经算是命好了。因此真龙帝点评完一群古龙族强者之后，那些太虚古龙一族的长老们没有丝毫的不悦，反倒是十分的欣喜。倒是你们2个血脉算是不错，可以进入化龙池洗练一番。真龙帝目光回转，却是落在了竹坤和紫妍的身上。你们2人身上有着最纯正的王族血脉，算是资质十分的不错了。尤其是这小丫头，在下界的时候还得到了龙皇之力的洗练，比起如今那几头最有潜力的小龙也丝毫不差。真龙帝笑眯眯地看着2人，三言两语就看破了竹坤和紫妍的本质。龙皇本源果在下界算是极为稀罕的宝物，但在真龙帝眼中也不过是普通宝物而已。真龙族和凤凰族有着一处宝地是专门培育此物的，当然此物终究是需要血脉比较高端的龙族和凤凰族血脉孕育，对于寻常神兽而言还是十分的珍贵，唯有族中最优秀的天骄才有资格在至尊境界时服用。紫妍能够得到此物，在他看来倒也有着不小的造化。呵呵，这丫头也是运气好。萧炎笑着揉了揉紫妍的脑袋，却被后者轻轻翻了个白眼。我都长大了，不要再这么摸我的脑袋了。紫妍有些不满意地说着，真龙帝却是已经暗自有了结论。对他而言，2个准天至尊并不值得看重，龙族当中的准天至尊数量太多，连天至尊数量都是比5大古族都丝毫不逊色，更别说是2个准天至尊了。但是萧炎的态度却是很重要，看他对待这2人的态度，明显是比其他小杂龙要好上许多。这其中或许有着2人血脉的缘故，但更多的应该是有着一些感情在里面。这样吧，其他人就前往太虚古龙的古龙血池，虚坤大长老会带你们前去。你们2人从今日起就算是本地的记名弟子，等会儿随我一同前往真龙池泡一泡吧。经过真龙池的洗练，你们或许不久之后就能踏入到天至尊了。真龙帝笑呵呵地指了指身后的一名俊秀年轻人，
看不出来，此人就是大千世界太虚古龙的大长老，名为虚坤长老。见到真龙帝吩咐，虚坤长老也是不敢多言，他只是一名灵品巅峰而已，在龙族当中的地位并不高。他冲着太虚古龙一族的一群至尊们笑着点了点头，而后才带着众人离开。等到这位虚坤长老离开之后，紫妍和竹坤也是跟随真龙帝离开了，前往那所谓的真龙池洗炼。真龙池，那是历代真龙陨落之时留下的大量精血所凝聚而成，有着让龙族真正成为真龙的几率。即便是不成，那庞大的真龙精血也会洗炼血脉，并进入其中的强者，无论是血脉还是实力，都更进一步。当然，究竟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机缘，还是看进入其中之人的造化了。但无论如何，当两人从中再度走出之时，想必都将成为堪比天至尊的超级神兽。萧炎看着真龙帝带着两人进入到真龙大陆深处，自然也是将这个人情记在了心中。等到两人离开之后，他的目光才看向了身边的太阴蛇皇身上。蛇皇陛下，接下来就要拜托你了。事成之后，我可以免费出手帮助蛇族炼制一枚圣品丹药，只要是大千世界有的，我都可以帮忙炼制。萧炎笑呵呵地看着太阴蛇皇，太阴蛇皇却是轻笑着摆了摆修长玉手。单论姿色，他其实并不比身边的彩铃逊色，毕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圣品天至尊，血脉和灵力会自动美化他的容貌和肌肤。萧炎兄弟客气了，你是我大千世界战胜域外邪族的关键，或许将来我们整个大千世界都要靠你来更加强盛，这点小忙又算得上什么？更何况九彩吞天蟒已经在大千世界消失了很多年，这次能够得到将它的传承传下去，也是了却了我族的一桩遗憾。她妖娆美艳的容貌，笑意盈盈，寻常人在那美丽的容貌和温和的笑声当中很容易会被魅惑。不过萧炎却是知道，这位可以将混乱的蛇族统一的如此团结的女皇，又怎么可能是个善茬？前世的时候，这娘们可就是让自己付出了一枚圣品绝世神丹的代价，才为彩铃换来了传承。当然，她这般做倒也没什么错，毕竟大家立场不同，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战。至少她答应萧炎之后，对于后续的事情安排的都很妥当。到了此刻，萧炎身边原本跟着的众人已经只剩下了彩铃和小医仙二女，三人便是跟随着太阴蛇皇，很快来到了万蛇大陆。这里是一片真正的属于蛇族的圣地。与之相比，当年九幽地冥蟒一族那看似庞大的地穴，却是如同一个土窝一般。大陆之上，各种驳杂的蛇类神兽气息太过庞大，以至于萧炎都要略微观察才能判断出来。蛇族在顶尖强者当中，只能算是普通顶尖势力的水平，天至尊战力不过30位左右，比起龙族要少上许多。但若是论起地至尊、至尊层次的终端战力数量，却是足以位列整个大千世界前3，神兽族群第一。原因无他，蛇类神兽的种类和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在整个大千世界阵营当中，唯有大千宫当中的地至尊数量能够超过蛇族，即便是在域外邪族，也只有圣魔族的至尊层面的战力可以媲美蛇族。什么九幽地冥蟒、九头天蛇，一种种斗气大陆拥有的没有的蛇类魔兽，在此地几乎遍地都是。如妖冥等几个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早就被大千世界的九幽地冥蟒带了过来。说起来，九幽地冥蟒若是进化到极致，倒是也有着成为太阴真蛇的机会。不过萧炎的注意力显然不在九幽地冥蟒的身上，他很快跟随着太阴蛇皇来到了一处彩光映照的宝地。当来到此地的那一刻，彩铃那原本光洁如玉的皮肤便是已经隐隐红润了起来，显然是其血脉之力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异动。这里就是九彩妖帝留下的传承宝地了。太阴蛇皇轻轻指了指远处，一道巍峨100万丈的巨大九彩雕像已经映入三人的眼帘。九彩妖帝的模样同样是一名模样极为惊艳妖娆的女子，即便是已经陨落了数万年，其传承当中所释放的威压依旧是令人心惊。这位九彩妖帝在远古时期可是我神兽一族最接近真龙帝的顶尖强者之一，有着圣品巅峰的修为，算是我蛇族历史上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了。太阴蛇皇看着这巨大的雕像，却是有些唏嘘地摇了摇头。只可惜当年九彩一族与域外邪族的大战当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导致大千世界当中已经快要没有了九彩一族的族人，倒是没有想到在一些下位面竟然还有返祖的九彩族人。他话音落下，看着彩铃的目光也是带着些许的奇异色彩。七彩吞天蟒只是九彩一族最普通的血脉，九彩吞天蟒才算是真正有资格在众多顶尖神兽当中都算得上不错，但九彩吞天蟒只有更进一步成为传说中的九彩神蛇，才能成为与真龙、不死鸟等超级神兽并列的最高级血脉。只不过当年远古大战当中，九彩一族的强者几乎战死大半，剩下的小部分也是被域外邪族的卧底阴了一把，导致险些灭绝。倒是没想到那些下位面当中竟然有彩铃这号人物，
能够将九彩血脉再度激发出来，而且已经达到了准天至尊的层次。闻言，彩铃也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她只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去吧，以你的天赋和心性，一定可以通过考验，得到九彩妖帝的传承。萧炎轻轻握住妻子的手，而后便是直接带着她来到了九彩妖帝的传承雕像面前。这雕像的传承与当年的古帝传承倒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不过一位圣品巅峰的传承显然是更加的气派和强大。站在雕像的脚下，彩铃体内的吞天蟒血脉已经是十分的沸腾，一张绝美妖娆的脸蛋都是多了一分醉人的红晕。只不过离别之前，她还是美眸回顾，有些依依不舍地看着萧炎。等你出关了，为夫差不多也该突破了。萧炎将她轻轻抱住，后者的眼神此刻也是多了几分坚定。成为萧炎的女人之前，她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弱女子，而是统领蛇人族的女王，是一位真正的强者，修为强大，内心则是更加的强大。她很清楚如今的这道传承是何等的珍贵，如果她的夫君并非是萧炎，那她怕是今生都很难得到这一传承。想到这里，彩铃也是不再犹豫，只见她轻轻踮起脚尖，红润嘴唇在萧炎的脸上轻轻啄了一口，而后一双狭长美眸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几分野性。之后她便是头也不回地朝着那雕像走去，伴随着一道九彩光芒闪烁，她的身影已经是消失在了原地。哼，恭喜炎帝，等到令夫人再度出关，怕是已经仙品巅峰的天至尊强者了。看到彩铃进入传承之后，太阴蛇皇也是微微一笑，朝着萧炎恭贺道：还是要多谢女皇，若是没有女皇的话，我这妻子想要得到这传承，怕是要费不知道多少力气。闻言，萧炎也是再度笑了笑，仙品巅峰便是一切传承的极限了，想要突破圣品，除了灵力的积累之外，自身的心性同样十分的重要。圣品在大千世界这种大世界当中是一个极大的门槛，任凭你如何的精彩艳艳，如何的天资纵横，若是没有一点机缘和心性，那便是不可能跨过去。故而即便那九彩妖帝生前乃是圣品巅峰层次的可怕存在，但其传承也只能让彩铃暂时达到仙品巅峰。不过对此，萧炎已经是十分满意了。圣品之路注定会坎坷太多，虽然他很信任彩铃的心性，但他修行岁月终究是太过短暂，想要达到圣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毕竟，即便是萧炎前世修行到圣品的时候，都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彩铃进入其中之后，萧炎沉吟片刻，还是留下了一具能量化身留在了此地，算是当做一个护法。对此，太阴蛇皇却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反倒是笑着称赞萧炎是个爱老婆的主。之后，萧炎才最后带着小医仙告别了太阴蛇皇，转身朝着神兽一族的疆域之外离开。等到萧炎离去之后，太阴蛇皇脸上的笑容这才缓缓消失，他目光扫过九彩妖帝那巨大的雕像，最后才默不作声的离去。蛇皇，蛇皇！太阴蛇皇一回到自己的行宫，蛇族的一位位天志已经再次等候多时。女皇，咱们就这么将这九彩妖帝的传承给了那女人？女皇，我等为蛇人族立下如此功劳，您却始终不肯给我等尝试九彩妖帝传承的机会。就算她是炎帝萧炎的女人，也不能这么正大光明的夺走如此重要的传承吧？几名蛇族的天至尊开口，眼中都是带着不甘。九彩妖帝的传承可不仅仅只是面对九彩一族的，虽然理论上讲唯有九彩一族才能得到完整的传承，可九彩妖帝身为那个时代的蛇族第一强者，其传承当中也是有着许多适合其他蛇族的顶尖神通。那些神通对于这些天至尊们而言都是颇有吸引力。住口！听到众人的议论纷纷，太阴蛇皇那妖艳的脸庞却是瞬间沉了下来。你们几个若是不服，现在我一人给你们20亿至尊灵液，然后带着各自的族人滚出我蛇族。太阴蛇皇一开口，那几名天至尊便是顿时不敢说话了。太狠了，一开口便是直接驱逐出蛇族，这是铁了心要将这件事办了，不容置疑的那种。这表明了太阴蛇皇最为坚决的态度，不服可以滚，这件事没有商量。这一下，他们瞬间便是老实了下来。九彩妖帝的传承虽然珍贵，可他们又得不到什么核心传承，若是因此就离开了蛇族，那才叫亏大了。一群愚蠢的东西，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修炼到天至尊的。太阴蛇皇有些失望地看着下方的几名蛇族天至尊，到了这种时候，竟然还在为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要知道，这可是蛇族多少年难得一遇的机会，那可是炎帝萧炎，不是普通的圣品天至尊可以媲美的。太阴蛇皇内心默默吐槽，如果萧炎只是一名普通圣品天至尊，那即便是这彩铃极为的适合九彩妖帝的传承，他为了蛇族和自身也要好好敲诈一笔，好歹也得弄上一枚圣品绝世神丹或是仙品绝世圣物。可是那萧炎是普通的圣品天至尊吗？他已经是大千世界第一强者，
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不朽大帝那般的存在，甚至与域外邪族的最终胜负都要看他。一旦萧炎赢了，域外邪族就只剩下覆灭一途，而域外邪族灭了，大千世界重新回归统一之后，那萧炎将来也绝对会成为大千世界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将会超越历代的圣品，甚至有可能超越不朽大帝。这样一条大腿，若是不趁着现在抱上，将来可就再也抱不上了。而下面的几个蠢货，竟然还在为了一些连绝世神通都不是的东西哄抢。想到这里，太阴蛇皇就越发的感到无奈。蛇族有着神兽一族当中最为博杂繁盛的血脉体系，超级神兽的血脉种类也是最多的。可也正是因此，才导致蛇族内部往往管理混乱，派系复杂。以往的年代里，一旦失去圣品天至尊坐镇，蛇族内部必然会爆发内乱，这是历代蛇族圣品天至尊都有些头疼的问题。不过，无论多么复杂，这炎帝的女人必须要好生对待。太阴蛇皇想到这里，终于是再度开口看向众人：九彩妖帝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我族所有强者都不得靠近九彩妖帝雕像万里范围之内。说到这里，他的双眸已经爆发出可怕的冷意。若是你们心中敢对那炎帝的妻子不怀好意，别说炎帝尚且留了一道化身在此地，本皇会主动清理门户。自今日起，靠近九彩妖帝雕像万里之内者，斩！天至尊也不例外。话音落下，众多天至尊终于是忍不住脸色再度一变。然而，他们却是没人敢再说一句话。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蛇皇的态度，能够将混乱的蛇族统一。蛇族这历代的蛇皇，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当代这位太阴蛇皇，可是突破圣品第一天就宰了一位仙品天至尊立威，那一幕至今还在众多蛇族的脑海当中回荡。另外，等到这彩铃出关之后，我会邀请他成为我蛇人族的客卿长老，希望你们到时候开眼一点，不要干出一些愚蠢的事情。太阴蛇皇声音依旧冷冽，不然那些愚蠢的家伙怕是要成为炎帝那炼丹炉当中的一位主要了。话音落下，一群天至尊们就更加噤若寒蝉了。一个外来的女人轻松得到了九彩妖帝的传承不说，出关之后还要他们笑脸相迎，这种事情想想就憋屈。不过谁让对方的男人是那位炎帝萧炎呢？这是一个他们根本不敢得罪的存在，就算是太阴蛇皇陛下对他都是那般的讨好。一些蛇族天至尊内心憋屈，另一部分却是早已转变了思路。那可是炎帝萧炎的女人，若是能够得到他的一些好感，或许今后便是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可一定要好好巴结。对于蛇族当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即便是萧炎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在不刻意的情况下全部知晓。他此刻已经是带着小医仙离开了神兽一族的疆域，仅仅两人，萧炎已经收起了那艘天级战船。两人一路前行，短短半个时辰，便是已经到达了一处目的地。这里大概方位是位于泰林古族后方不远处，离神兽一族则是远了许多的地方。当然，萧炎心中的不远，其实已经是有着数亿里的距离了。在这里是一片无比荒凉苍茫的大陆，这片大陆在大千世界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可怕名字——天毒禁地。天毒禁地是大千世界当中最为可怕的险地之一。在这座大陆之上，终日弥漫着无比可怕的毒气，仅仅只是吸上一口，便是足以令通天境之下9成9以上的生灵直接陨落。如此可怕的毒气，按理说是难以孕育出任何的生命。可所谓物极必反，在这天毒禁地当中，却也偏偏有着大量的毒草、毒虫乃至毒兽汇聚。能够在这般恶劣的环境当中诞生的毒草，足以想象其毒性之可怕。但同样的，这样的毒草药用价值也是很高，若是拿到外界，怕是能够卖出颇为不菲的价格。然而，敢来到此地采摘毒草的强者却是几乎没有，因为此地的毒虫、毒兽更加的可怕，一旦被这些毒虫、毒兽咬上一口，就算是至尊都有着陨落的危险。而这还仅仅只是天毒禁地最外围的一片区域，在其内部则是有着更多的、更加可怕的危险在其深处。传闻在那天毒禁地的最深处，甚至连天至尊都有着陨落的危险，故而天毒禁地也被列为了大千世界最为危险的禁地之一。只不过在那无尽漫长的岁月之前，谁能记得在这天毒大陆当中曾经陨落过一位比洛神还要强大的女子？天毒大陆的危险令那位最早的恶难毒体主人的名字早已淹没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事到如今，也只有寥寥几个远古大战当中存活下来的顶尖强者还记得曾经有着这么一个人。这里便是难毒体所在的地方吗？天空之上，小医仙素手轻轻握紧了萧炎的手掌，内心自然是有些不平静的。难毒体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天赋，令他的修炼速度甚至不弱于薰儿、彩铃这些顶尖天赋血脉。可同样的，也令他的身份总是显得有些特殊。小医仙难以想象，
倘若自己这辈子没有遇到萧炎的话，那自己的人生会是何等凄惨的下场。而带给自己如此特殊命运的恶难毒体，竟然曾经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10大原始法身之一，命运似乎总是这般的离奇。不错，你若是成功炼化了恶难毒体，哪怕是要比其他人都要更快一步，成为我斗气大陆的第2位圣品天至尊了。萧炎微微一笑，轻轻拍着他的玉手，暗示他不必紧张。两人很快一路前行，径直冲入到了令其他强者无比惊惧的天毒禁区当中。四周绵延无尽的毒气笼罩，但却是被一层淡淡的火焰光照给阻挡。而后，周围有着毒虫毒兽想要冲击过来，却是在碰到这火焰光照的一瞬间，便是已经化作了飞灰。一路前行，任由周围的毒气已经到了一个至尊吸一口都要陨落的程度，任由周围的那些毒虫已经可以威胁到地至尊，但只要碰到萧炎的光照，都会直接化作飞灰。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就算是那位恶难毒体的主人复生，也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是恶难毒体陨落之后产生的一些毒气。而且随着两人的深入，那周围的毒兽毒虫反倒是如同有了灵智一般，竟然一个个的开始主动倒退，似是在畏惧萧炎一般。这些毒虫毒兽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灵智也是在渐渐增强，算是真正的拥有了部分灵智，知道趋利避害了。很快，萧炎便是带着小医仙来到了这天毒禁地的最深处。而当两人到了此地的那一瞬间，5道十分恐怖的气息在这一刻瞬间笼罩了整片天地，令整个天毒大陆都微微震颤。亿万毒虫毒兽在这可怕的气息之下，都是浑身颤抖了起来。感受着这可怕的气息，小医仙也同样有些紧张了起来。他如今的修为虽然已经堪比准天至尊，但他也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5道气息的主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天至尊强者。不知何时，5头身躯巍峨，大者足有数十万丈，小者也达到万丈高度的恐怖巨兽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这5头巨兽竟是分别对应5毒的蛇、蟹、蜈蚣、蜘蛛、蟾蜍，4头堪比灵品天至尊的毒兽，还有最中央那单单一根蝎尾就长达10万丈的巨大斑斓毒蝎。这头毒蝎的气息竟然已经堪比仙品巅峰，即便放眼整个大千世界，都算是圣品之下最强横的一批存在了。人类，你竟敢进入主人留下的禁地，找死！毒蝎显然是5毒之首，他的声音显然是更类似于女子，只是其中的冰冷意味太过浓厚。他的话音落下，便是已经没有丝毫留手，巨大的蝎尾直接撕裂天地，带着恐怖的气息朝着萧炎的方向刺了过去。望着这一幕，萧炎也只能是微微的叹了口气。拜托，都不问一问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就直接动手了吗？萧炎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下一刻，一道巨大的火焰手掌从天而降，令那5头天至尊级别的巨兽一个个神色大变。圣品？不，它比寻常圣品还要强大。5头巨兽一个个惊慌失措，然后便是被那巨大的火焰手掌直接拍进了大地当中。在那浩瀚伟力之下，他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一个个脸都被萧炎按在了土里，任由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都动弹不得。这一刻，那毒蝎终于察觉到，面前这位强者的实力似乎丝毫不比当年的主人要差，甚至还要强大。想到这里，他的内心才更加的不可思议。要知道，他的主人可是当初的10大原始法身主人之一，借助原始法身的力量，要比寻常圣品巅峰的天至尊还要强大不少。可是面前的这位强者给他的感觉竟然比他的主人当年还要可怕，这实在是令他感到有些匪夷所思。现在可以听我好好说话了吗？萧炎的声音带着几分淡漠，却是令这5头凶兽更加信服这是一个超级强者。他们隐藏在这天毒禁区当中已经有了数万年的时间，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根本不知晓，也就根本不知道大千世界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萧炎这种等级的强者。但如今萧炎所展现的实力，无疑是需要令他们乖乖听话，否则不但自己的小命难保，就算是主人的传承都要遭到破坏。这种层次的强者是真的有实力摧毁无主之物的恶难毒体的。想到这里，那为首的毒蝎终于是发出了求饶的声音：前辈，是我等冒犯了前辈，我等愿意好好聆听前辈教诲，还请前辈不要破坏了我主人留下的传承。5大毒兽虽然莽撞，但对于那位前任恶难毒体的主人却是无比的忠诚，哪怕是死都不愿意破坏了主人留下的传承。闻言，萧炎这才点了点头，手掌一挥，那可怕的火焰手掌才缓缓消散。而5大凶兽在被解除镇压之后，这才一个个惊恐地抬起头，目光看向萧炎的不再如此的凶煞，而是变得敬畏了起来。不知前辈来此想要干些什么？为首的毒蝎轻声开口，声音当中已经带着几分恭敬。萧炎的实力让他不得不发自内心的尊敬。干些什么？萧炎这时终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几个粗鄙的毒兽问都不问就直接开打，这哪怕是遇到能够传承恶难毒体之人，也是要被直接击杀了吧？
心中如此想着，他也是终于将身边的小医仙拉了过来。这是我的妻子。萧炎朝着五头毒兽做了个简单的介绍，不等五头毒兽反应过来，他便是继续说道：他是恶难毒体的传人，身上有着最纯正的恶难毒体血脉。当萧炎这句话说完的时候，五头毒兽先是微微一怔，旋即目光落在小医仙身上的那一刻，都是变得无比的火热。是恶难毒体，是真正的恶难毒体。五头毒兽目光死死地盯着小医仙，那为首的毒蝎更是直接化作了一道妖艳女子，身上覆盖着碧绿色的甲胄，背后有着一长长的蝎尾。只见他脚步一踏，便是来到了两人面前。此刻他甚至顾不得在萧炎面前要低调一些，而是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小医仙，直到确定对方真的是恶难毒体之后，他的眼睛才略带湿润的点了点头。不错，是真正的恶难毒体，而且血脉十分的纯正，可以接受主人的传承。毒蝎说到这里，身体都激动得有些颤抖。多少年了，自从上一任恶难毒体的主人陨落之后，他们便是始终留在此地守护传承。数万年的孤寂生活令他们的内心都是有些枯寂，可比起这些，他们更想看到恶难毒体何时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的传承者。这大千世界何时才能再度有着恶难毒体的威名传播？本以为此生或许都是没有机会了，可没想到这么一道恶难毒体就这般神奇突兀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要知道，当年的天毒女帝虽然是将最后的心头血洒落到了9个下位面之上，可从下位面修炼上来本就是无比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是恶难毒体这种诡异的体质。这种体质若是没有配合的功法或是其他手段，是注定不可能成长到巅峰的，而且一旦陷入疯癫，对于周围的生灵产生的危害实在是太大。历代恶难毒体都是容易被人围攻的，故而数万年来大千世界愣是没有一尊真正成长起来的恶难毒体出现。直到这一刻，那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神秘强大男子带着一个成长起来的恶难毒体出现了。而且面前这位恶难毒体一出现，便是准天至尊的实力，虽然在5大毒兽面前显得还是有些弱小，可已经是数万年来唯一一位走到此地的恶难毒梯了。小主来到天毒禁区之后，可曾感受到那种神奇的召唤感？毒蝎一双眼睛依旧激动地盯着小医仙。闻言，小医仙却是缓缓扭过头看向了身边的萧炎，在得到后者微笑着的回应之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当二人来到这天毒禁区之后，小医仙便是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召唤感，而当两人达到这天毒禁区的深处之后，那种召唤感已经是无比的清晰，甚至已经令他产生了丝丝的冲动。对此，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惊异。随着恶难毒体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那种召唤感自然而然会更加的清晰。前世的时候，自己跟小医仙之所以能够发现这恶难毒体的传承，还是因为小医仙自行修炼到天至尊之后，便是直接可以在大千世界的任意一处都感受到那种召唤感。当然，这种召唤感自然是越近越加的清晰。而这一世，小医仙来到此地也不过只是一名准天至尊，对于恶难毒体的召唤感自然没有那般的清晰，只有在来到天毒禁区附近之后，才开始有那种若有若无的召唤感。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为首的毒蝎此刻已经是满脸的笑容。小主，既然小主已经提前发现了恶难毒体的所在，那就请跟我来吧。当确定小医仙是恶难毒体，且修为已经达到准天至尊的时候，那毒蝎便是已经不再犹豫，很快便是直接将小医仙认作了自己下一任的主人。5大毒兽都是上一任恶难毒体的主人天毒女帝从胚胎就开始培养，甚至就连神魂都早就被她改造，故而这5大毒兽都是对天毒女帝忠心耿耿，没有任何反抗的念头。别说是数万年时间，就算是再过上数万年，直到他们老死，他们也不会背叛天毒女帝半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忠心已经接近傀儡。对此，萧炎倒也不奇怪，一位圣品巅峰的存在，能够有这般手臂，倒也不算奇怪。他轻轻握着小医仙的手，毒蝎女子在前面带路，身边则是有着4头天至尊级别的毒兽开道。穿过宛如雾海一般的云雾，众人很快便是来到了这天毒禁地真正的核心。而当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之时，即便是小医仙的心性已经是十分的强大，也依旧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而萧炎虽然前世已经见过一次，也是依旧忍不住有些唏嘘，因为在那里，一尊高达100万丈的破败石像就这般静静地盘坐在了那里。不同于九彩妖帝那9彩环绕、高大威严的石像模样，面前的这座石像就这般静静地盘坐在那里，身上那苍凉破败的感觉却是那般的震撼人心。他的身躯之上有着一道道密密麻麻的伤痕，有些已经是深入骨架，看上去便是遍体鳞伤，就连那张美丽的脸庞之上都是带着一处处深深的伤痕。难以想象，这尊石像曾经经历过一场何等惨烈的大战。这就是天毒女帝的模样吗？
小医仙望着那残破高大的石像，一瞬间，同属于恶难毒体的悲凉已经在他内心弥漫。不错，毒仙女的脸上也是带着一抹哀伤之意。当年主人以一人之力独占3大顶尖天魔地，甚至还斩杀了其中1位，却也因此身受重伤，最后拖着残破的恶难毒体回到了这天毒大陆。之后，主人深知命不久矣，于是便是将传承留在了此地，然后将9滴心头血洒向了9座下位面，等待下一位传承者的到来。说到这里，就算是萧炎的心中都是不由得升起了一抹敬意。天毒女帝在过去的大千世界当中名声并不是很好，恶难毒体一脉天生便是属于令人敬畏的一种体质，而天毒女帝也是曾经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只是当域外邪族攻杀之时，这位曾经名声并不好的天毒女帝却是同样挺身而出，不顾生死的杀了过去，甚至到了最后连自己的原始法身都已经打得破败。从这石像的残破惨烈程度，加上那衰败的气息，不难看出恶难毒体这道原始法身威能已经远远的不如从前。当然，既然天毒女帝留下了传承，就说明这道原始法身并没有真正的毁灭。按照萧炎的所知，虽然当年的10大原始法身明面上说是毁灭了5座，但事实上这5座原始法身当中只有2座是真正毁灭了，因为那2位原始法身的主人是直面天邪神战斗的，在这般可怕的差距面前，的确是连原始法身没有多少的抵抗之力。而包括恶难毒体在内的其余3座原始法身，只是因为战斗过程当中遭受了太多的创伤，乃至令本源都受损严重，故而被隐匿起来，缓缓修复罢了。而在这3座原始法身当中，恶难毒体所遭受的创伤其实还是最轻的一个了。几人说话之间，那破败的石像在这一刻却是微微颤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丝白色的光芒在那石像当中凝聚，最后在虚空当中化作一道模样极为美丽的女子。女子的容貌虽然与小医仙截然不同，但却都是一样穿着素白的衣裙，当然后者脸上那宛如冰霜一般的威严气质，却是与小医仙脸上的温婉完全不同。她在出现之后，目光便是直直地落在了小医仙的身上。当看到小医仙的那一刻，即便是她那威严冰冷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而后她的目光才看向了一旁的萧炎。当感受到萧炎身上的气息之后，她那原本平静的面容终于多出了一丝动容。我大千世界竟然再度诞生了这样的一尊强者。天毒女帝目光看着萧炎，她如今虽然只剩下了最后一道记忆投影，但终究曾经是一位圣品巅峰，自然是能够察觉到一丝萧炎身上的危险气息。呵呵，前辈过奖了。萧炎只是微微一笑，而后与天毒女帝笑谈了几句之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小医仙身上。不知道我这妻子能否得到女帝前辈的传承呢？萧炎的话音问出，天毒女帝的回答也是没有丝毫的问题。虽然修为还低了一些，不过有着本地培养，10年之内可达圣品。天毒女帝对于小医仙还是颇为满意的，能够从下位面修炼上来，本就是天赋心性的一种证明。跟我来吧。虽然恶难毒体在当年的大战当中损伤到了本源，不过如今数万年过去，也是已经恢复了大半。虽然如今不如那些完整的原始法身那般强大，可一旦掌握，也足以令你在圣品当中都有着不俗的实力。天毒女帝微微一笑，很快你就会成为恶难毒体的第4任主人。第4任，小医仙微微一怔，而后才有些不舍地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炎。去吧，女帝前辈是不会害你的，这里的闭关环境也很安全，等你出关之时，为父会来接你的。萧炎宠溺地揉了揉小医仙的脑袋。闻言，小医仙这才甜甜一笑，如同当初的彩铃一般，踮起脚尖在萧炎脸上轻轻亲了一口之后，这才乖巧地来到天毒女帝的面前。没想到你这一代的恶难毒体竟然还能收获这等感情。望着这一幕，天毒女帝这位曾经名震大千世界的女子脸上竟然是难得的露出了一抹羡慕之色。难毒体一脉天生就是毒药这一领域的王者，每一个都是用毒方面的高手，很容易就成为一方强者。然而正是那鬼神莫测的用毒手段，却是令他们在寻找伴侣上总是容易处处碰壁。历代的恶难毒体当中，修炼成强者并不是难事，可得到一份彼此信任的爱情却是难了千倍万倍。故而当看到2人的关系如此的亲密之时，哪怕是天毒女帝眼中都是带着一丝羡慕，能遇到他的确是很幸运。闻言，小医仙柔美脸庞上也是露出一抹幸福的笑意，而后才有些疑惑地看向了天毒女帝。前辈，难道在您之前恶难毒体还有过其他的主人吗？听到小医仙的疑惑，天毒女帝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容，笑着点了点头道，这是自然，我大千世界诞生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所产生的历史自然也不可能仅仅只有这么短短数万年的时间。你随我接受传承之后的时间里，我自然会一一告诉你。话音落下，
两人已经缓缓地融入到了那石像当中。随着那天毒女帝的记忆残影和小医仙的融入，那已经破败了无数年的石像开始隐隐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光泽。虽然依旧是那般的暗淡破败，但明显仿佛多出了一道新的生机一般。望着两人渐渐的消失，萧炎也是终于微微松了一口气。大千世界诞生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所记载的历史自然远远不止49000年。只不过当年天邪神率领域外邪族入侵，也的确算得上是大千世界漫长岁月当中都是几乎最为可怕的大劫。在那一场大劫之下，有着太多强者陨落，太多的顶尖势力覆灭。也就是从那时起，大千世界的历史出现了一个轻微的断层，虽然不至于说是彻底断绝，却也丢失了很多的重要信息。而且域外邪族的威胁就在眼前，故而最近的49000年来，大千世界所记录的历史几乎是属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早在天邪神之前，大千世界便是早就诞生过主宰境界的强者。这位强者名为大千主宰，他才是大千世界诞生之后的第一位主宰境强者。主宰这个世界境的称呼，也是因他而被这片大世界的规则都隐隐认可。大千主宰不但是大千世界的第一位主宰境，也是整个灵力修炼体系的整合者。在他之前，这方大世界万族灵力，无数从下位面飞升上来的位面之主征战不止，各种修炼体系层出不穷，整个大千世界都是十分的混乱。后来是大千主宰统一了整个大千世界，确定并且完善了灵力修炼体系，让灵力修炼体系成为了大千世界的主流。在当时，他的麾下有着10位半步主宰境界的超级强者，这10位超级强者便是10大原始法身的创造者，甚至理论上说，10大原始法身便是他们作化之前毕生修为与天地规则融合之后的一退，这便是10大原始法身的真正来历。只不过大千主宰在修炼到主宰境之后不到万年，便是自身也达到了世界境，从此真正超脱大千世界的力量，甚至到后面已经成为了创世境，然后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大千世界。而当初追随他的10大超级强者，却是有着大半直接原地作化在了大千世界，剩下的仅仅只有2位同样达到了神灵境界，追随大千主宰离去。那个时代是大千世界最为辉煌的时代，强者层出不穷，就算是很多大世界都远远不是大千世界的对手。不过大千主宰的离去也有着他自己的计划，甚至于如今域外邪族的入侵都跟他冥冥之中有着各种关系。而随着他的离去，大千世界也不复当年的辉煌，虽然依旧有着大世界的繁荣，可与当年却是远远无法相比。由于时间太过漫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就连那些顶尖古族都有兴兴和覆灭，故而大千主宰的故事也被渐渐遗忘，成为了传说。只有在很多古老势力、远古洞府的只言片语当中，有着一些零散的记载，可却也没有太过明显的证明。毕竟这位绝世强者在离开之前并没有在大千世界留下太多的痕迹，而且随着后来域外邪族的入侵，这些历史更是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如今的大千世界也唯有不死之主真龙帝等人或许知晓一丝蛛丝马迹。这些事情别人不知道，萧炎却是知晓的十分的清楚，因为他前世在离开大千世界闯荡这片浩瀚的界域之后，便是见到了大千主宰。这位远古时代诞生的神灵，早已成为了这片宇宙最为巅峰的17位和道境强者之一，也成为了这片那界域的真正主宰。至于他为何一直旁观自己的家乡，却是有着一些其他的原因。萧炎对于这位前辈的理念并不赞同，却也无法说对方是错的。因为神灵虽然强大，和道境更是已经站到了这片宇宙的巅峰，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敌人。心中将这段往事回忆了一遍之后，萧炎也是不再过多停留。随着小医仙进入闭关，他所安排的所有事情也算是终于告一段落。斗气大陆本身便是相当于他的部分分身，他的意志可以轻松监管整个斗气大陆，更何况斗气大陆之上也有少数斗圣留守，不会发生什么乱子。而那些飞升到大千世界的强者们，都已经按照萧炎提供的一些资源开始提升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家人妻子如今也已经得到了各自最适合的机缘，他已经没有了任何需要准备的事情。接下来便是前往火灵族炼化了那万圣神火，而后发动最后的战争，在域外邪族的毁灭当中晋升成神，跨入世界境。五位，此地的护法之事便是交给你们了，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捏碎这枚玉符，我自然会降下一道意念帮忙。萧炎笑着看了一眼毒仙女，后者则是连忙恭敬的接过。他倒是不担心这5头毒兽会有异心，天毒女帝在当年也是出来名的心狠手辣。这5头毒兽能够成为天至尊，除了自身天赋异禀之外，更是被天毒女帝用大量资源培养。可这般的代价便是，天毒女帝早已控制了他们的神魂。虽然表面上看着5头毒兽甚至与人类无异，可实际上他们已经相当于活着的傀儡，对于主人绝对的忠诚。当然，当小医仙从掌控了恶难毒体出来之后，
他们也将成为小医仙麾下最忠诚的毒手。萧炎真正担心的还是自己闭关的这段时间会有哪个圣品天至尊误打误撞闯进来。虽然这种概率不足1/1，但一旦发生，那对于小医仙而言便是万劫不复的事情。而自己若是留下一道神念，大千世界当中是不会有哪一位圣品不给面子的。五头凶兽闻言都是连忙点头，不敢有丝毫的拒绝。而后萧炎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原地。天毒禁区如此危险，就连寻常天至尊深入都有着陨落之危，故而这数万年来，除了1、2位圣品因为好奇深入过此地，其余人几乎从来没有深入过。少数几位深入此地的强者都已经陨落了，故而这天毒禁区当中是有着不少宝物的。虽是毒草，可若是运用的合适，那便是上好的药材。这些药物对于萧炎已经没用了，可对于斗气大陆的众人却依旧有着大用，很多都可以作为绝世神丹的材料。将这些材料采集完毕之后，萧炎也是终于不再停留，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仅仅半个时辰之后，便是跨越上千座大陆，来到了一片被火焰包围的超级大陆之上。这里便是火灵族的老巢火灵大陆。火灵族作为同样传承极为古老的超级势力，在远古时期也是诞生过不止一位圣品天至尊的，只不过远古大战之后，火灵族、冰灵族等势力的圣品都陨落在了那场战役当中，故而这些年来这几个大族已经是越发的衰败，到了如今，每一族当中甚至只剩下了2、3位天至尊。不过因为其祖上立下过如此功勋，加上族中终究还是有着几位天至尊坐镇，也就导致这些族群虽然占据着一处超级大陆，但也并没有外人敢冒犯。毕竟有着超级大陆的底蕴在，圣品之下的天至尊很难对他们造成威胁，而达到圣品的天至尊则是不会为了一些小事而出手。火灵族的疆域虽然不及5大古族，却也十分的不小，境内的一处处岛屿、一处处大陆之上都是有着火焰升腾，看得出来此地火焰资源怕是极为的丰富。这一点倒是与炎魔族过去的疆域颇为的相似。而当萧炎降临此地的那一刻，他仅仅只是释放了一丝气息，便是已经令火灵大陆之上有着3道磅礴气息冲天起。很快，火灵族的当代族长赤火老祖便是带着2位长老前来迎接萧炎。赤火老祖是火灵族唯一的一位仙品天至尊，另外2位则是火灵族仅有的2位灵品天至尊。哼，炎帝大人，你终于来到我火灵族了。自从上次的万丹会之后，老夫可是一直在此地等候啊。赤火老祖见到萧炎之后，脸上便是有着无比的热情流露。萧炎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如今的大千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可以成为甚至超越下一位不小大帝，而且单单是他当下的实力都是可以轻松击败乃至击杀其他圣品天至尊的。故而虽然大家从来没有明说，可天至尊的层面里已经默认了一个关系，那就是圣品天至尊之下的强者见到萧炎都要称呼一声大人了，也唯有圣品天至尊才有资格与萧炎这等人物以兄弟相称。圣品之下，若是与萧炎不是在微末之时就有了良好的关系，胆敢称呼萧炎一声兄弟，那就是在打各位圣品天至尊的脸。故而就算是赤火老祖见到萧炎也要高呼一声大人。至于其身后2位灵品天至尊，在看到萧炎之后便是更加的恭敬，眼神当中甚至带着一丝崇拜。哼，赤火老祖不必客气，此番要取走万圣神火，倒是我有些冒昧了。萧炎微微一笑，万圣神火是火灵族曾经一位圣品巅峰存在汇聚许多天至尊的本命灵火融合而成，而后又有着火灵族历代天至尊采集各种顶级火焰培育，如今已经可以威胁到圣品天至尊，位列万火榜第3，算是大千世界当中最强的人造火了。哼，这万圣神火留在我族用处也并不算大，我族已经数万年没有人能够炼化驾驭这火焰了，如今成就了炎帝，也不枉这大千世界最强人造火的名声。闻言，赤火老祖却是无奈一笑，言语当中也是带着几分唏嘘。将来炎帝若是能够击败域外邪族，还大千世界一个太平盛世，也算是我火灵族贡献了一份力量吧。赤火老祖说的大义凛然，仿佛火灵族一瞬间成了大千世界最忠诚的卫士，为驱赶域外邪族的战争做出了何等伟岸的贡献。对此，萧炎也只能是笑着点了点头。前世的时候，这老家伙可不是这么说的。为了得到这万圣神火，萧炎可是费尽心思，才最终得到了万圣神火的承认。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的萧炎不过是个仙品巅峰，在大千世界不过是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新星罢了。对于火灵族的价值自然也是不一样，立场不同，人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前世他只是个仙品巅峰，即便是有望圣品，对于火灵族而言又哪能与万圣神火这等镇族之宝相比。而这一世，萧炎却是有希望成为整个大千世界的主宰者，火灵族自然要巴结结交。萧炎如今便是一根行走的大腿，放眼整个大千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愿意主动得罪他，相反，大家都是想尽办法去结交他。如今的火灵族同样是如此，与其守着一个没人能够炼化的万圣神火发呆，不如拿来结交这位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等到将来萧炎若是真的击败了域外邪族，那他自然也会成为大千世界真正的主宰。到了那时，火灵族倒是可以因为今天有希望混一个从龙之功。反之，万圣神火是萧炎当下对抗域外邪族最重要的资源，他火灵族若是不拿出来，不但会饿了萧炎，更会让大千世界其他强者都对火灵族感到不满。两者相较之下，火灵族几乎不用脑子思考都知道该怎么做。呵呵，炎帝大人，随我来吧。赤火老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萧炎也没有客气。今日得了万圣神火，他自然也会记得火灵族这个情分。四人很快一路前行，途中一些火灵族的强者都是时不时的露头张望，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满是崇拜和狂热。萧炎的名声早已是令整个大千世界所有强者都要仰望的了。四位天至尊速度都是很快，仅仅一炷香的时间，便是已经达到了火灵大陆的最深处。到了此地，四周的火属性能量已经是无比的浓郁，而在其中央，则是有着一道无比庞大的岩浆海洋，直径足有100万里之广阔。在那岩浆海洋的中央，一朵美轮美奂的绚丽火焰正在释放着令天至尊都感到心悸的可怕高温。万圣神火！望着那朵绚丽无比的美丽火焰，赤火老祖和另外2位灵品天至尊都是神色无比的复杂。这火焰乃是他们火灵族的祖先所创造出来，后来经过火灵族的一代代天至尊强化，才有了至今的强悍。按理说，这种火焰就该是如同丹神族的丹神火一般，对于火灵族的强者往往更加温和，令火灵族的强者炼化起来更加的容易。事实上，火灵族的强者想要炼化这万圣神火，的确是比其他强者更加容易。只可惜，一代代天至尊培养之下，这万圣神火的威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即便是与其极为默契贴合的火灵族人，在达到圣品之前，都是没有丝毫炼化的可能。这种层次的火焰，虽然比混沌真焰威能要弱了些许，可也同样是无人操纵便是能够伤害到圣品天至尊的可怕火焰。如此威能的火焰，还要将其融入体内炼化，恐怕仅仅只是一丝余威，便是足以直接将一位仙品天至尊烧成飞灰。故而，这些火灵族的天至尊们根本就不敢炼化这万圣神火。至于火灵族之外的其他圣品天至尊，他们没有火灵族那种代代历练培养的效果，想要炼化这火焰，要危险了不知道多少。就算是丹神族族长这种擅长火焰之道的顶尖强者都不敢炼化。故而，这万圣神火已经数万年来不曾被人炼化，而如今他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下一任主人了。念及此处，三人都是有些羡慕地看向了萧炎的方向。当年的那位火灵族先祖，可是借助着火焰的威能，成为了不朽大地之下最强的一批大千世界强者，就连几位原始法身的主人都只能与之齐平。虽说萧炎如今的本身实力便是比拥有原始法身的圣品天至尊还要强大，但得到这万圣神火之后，他的实力必然还能有些增加。萧炎站在虚空之上，神色也是颇为复杂的望着这万圣神火。前世的时候，炼化这火焰可谓是他成为主宰之前遇到的最为凶险的一步了。毕竟那时的他也仅仅只是一个仙品巅峰，炼化这万圣神火几乎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不过那一次对他而言收获也是巨大的，正是因为这般可怕的凶险伴身，他才最终领悟了火焰大道，并且创造出了混沌熔炉的雏形，修为也直接一跃达到了圣品中期。如今回过头来一看，曾经令他九死一生的可怕火焰已经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了。三位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萧某接下来可就要开始炼化这万圣神火了。萧炎目光扫过三人，令三人都是忍不住略微有些错愕。虽然早已知晓炎帝的实力十分的可怕，可是炼化这种层次的火焰，难道就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吗？炎帝若是没有问题，我等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赤火老祖沉默片刻之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闻言，萧炎只是微微一笑，当即便是不再犹豫，朝着那朵绚丽的火焰径直飞了过去。一进入岩浆海洋，四面八方的温度便是已经骤然升高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就算天至尊在其中都是不敢久待。显然，在这片岩浆海洋的外围，火灵族也是费尽心思布置下了阵法，否则以万圣神火的威能，怕是足以令小半个火灵大陆直接化作焦土。不过，这些火焰在萧炎的面前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地岩如今同样成长得极为可怕，比起万圣神火差不了多少。故而，过去令两位灵品天至尊都感到心悸的高温，萧炎连眼皮子都没眨，就来到了那绚丽火焰的面前。吃吃，随着萧炎的距离越来越近，那万圣神火也终于是感到了一丝丝的威胁。伴随着这火焰的轻轻一震，
足以令圣品天至尊都色变的绚丽火焰，便是化作一道火海直接喷出。望着这一幕，赤火老祖都是忍不住眼角微微一跳。如此可怕的火焰，若是被他沾上了，怕是已经顷刻重伤了。然而那火焰在落到萧炎的身上之后，却是未曾泛起半点波澜，反而是直接消失，仿佛被萧炎吞噬了一般。望着这一幕，火灵族的3位天至尊纷纷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带着一抹苦笑。足以令赤火老祖顷刻重伤的一道火焰，在这萧炎的面前却是如此轻松的便是被吞噬。这一刻，他们总算是对于这位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实力有了些许的认知。毕竟萧炎当初的大战他们从未见过，只是那接连斩杀众多天魔帝的名声实在是令人震撼。直到今天看到萧炎如此轻松地吞噬了一小部分万圣神火，他们才模糊地知晓萧炎究竟是何等的可怕。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伴随着自己发出的第一道火焰被如此轻松地吞噬化解，那万圣神火的本源此刻也是微微一怔。到了他这种程度的火焰，自然是有着充足的灵性的，这一点即便是被火灵族驯化了无数年，其中依旧有着独有的灵性。在自己的第一波反抗无效之后，万圣神火很快便是有了一种危机感。只见它绚丽的火焰本源微微震动，一道道更加强横的火焰便是从其中迸发而出。这些火焰集中在一起，就算是圣品天至尊挨上了，怕是都不好受。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依旧神色从容，只是淡淡的伸出了那修长白皙的手掌。不要反抗了，跟随我，不会埋没了你的威名。话音落下，无数同样绚丽但本质又有着些许不同的火焰便是已经从他的指尖弹射而出。帝炎在虚空当中化作一条条火龙，龙口一张，便是将那万圣神火反抗的火焰给吞噬掉。论起威能，两种火焰的威能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那万圣神火在底蕴上终究是要更胜一筹。但是萧炎的帝炎却是有着他自身的火焰大道加持，有着萧炎的无数手段帮助。在这些手段面前，身为无主之物的万圣神火自然是被绝对的压制。他虽然灵性充沛，但终究是被抹去了主体意识，只能做出本能的反抗。在萧炎的面前，他似乎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感。那竭力反抗的余波令周围的岩浆海域都在蒸发，可怕的波动冲击着火灵族布置下的大阵，令外面的3位天至尊看得心惊胆战。好在这大阵也是火灵族的先祖耗费巨大代价布置下的，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般脆弱。而这种反抗在萧炎的面前却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乖乖成为我的一部分吧，这本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萧炎微微一笑，帝炎化作的无数火龙开始缓缓旋转。很快，火龙旋转之间，一尊巍峨古朴的火焰熔炉再度出现在了天地之间。是那火焰熔炉。望着这一幕，赤火老祖忍不住瞳孔都是微微一缩。他显然是认出了这火焰熔炉就是当初萧炎在万丹会上炼丹所用的那火焰熔炉。本以为这道火焰熔炉仅仅只是当初萧炎为了炼丹所凝聚的一道模型，没想到的是，当萧炎再度施展出这火焰熔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火焰熔炉当中竟然暗含有如此的玄妙。只见那火焰熔炉旋转之间，那令圣品天至尊都束手无策的万圣神火在这一刻竟然开始被缓缓的镇压。在那火焰熔炉的面前，任由这万圣神火如何的挣扎，那喷发而出的大量火焰都是被轻易的吞噬。直到那火焰熔炉将万圣神火彻底的吞入其中，赤火老祖都是没有看到万圣神火有着丝毫的反抗之力。这也太可怕了。望着这一幕，赤火老祖和身后的2位天至尊都是忍不住微微咽了一口唾沫。这火焰熔炉原来也是那炎帝的一道神通，看其玄妙程度，绝对是不会弱于大千世界的任何一道绝世神通的。这炎帝不愧是可以轻易击杀顶尖天魔帝的恐怖存在，原来在这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创造出了一道绝世神通，而大千世界的众多强者却是至今都以为这是一道普通的神通。在3人惊骇的目光当中，萧炎在将万圣神火彻底的融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之后，他的本尊也是没有再犹豫，而是一步迈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混沌熔炉的内部，万圣神火依旧在拼命的反抗，可是他过去所无往不利的火焰在落在这混沌熔炉之上后却是没有了任何的效果。相反，伴随着他的反抗，萧炎的气息却是开始出现了缓慢的增长。不要再反抗了，这些不过是徒劳罢了。萧炎也浑身覆盖着一层浅浅的绚丽火焰，修长手掌探出，便是直接抓住了万圣神火的本源。本抓住万圣神火更加疯狂的挣扎，可最后在萧炎的面前却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被萧炎最后一口吞入到了腹中。而后惊天动地的气息从萧炎的体内迸发，冲击着混沌熔炉的炉壁，最后化作冲天气息在火灵族肆虐。那可怕的气息令火灵大陆的无数强者都为之战栗。而在混沌熔炉的内部，萧炎除了身上偶尔出现些许的裂痕之外，便是没有了任何的变化。
混沌熔炉缓缓旋转，一种来自大道、来自混沌的力量加持在萧炎的身上，任由这万圣神火如何的挣扎，都是无济于事。他的火焰之灵每时每刻都在被萧炎的意志入侵，本源之力正在被源源不断的汲取吞噬。而萧炎的脸色始终都是如此的平静。前世的时候，他为了炼化这万圣神火，可谓是九死一生。开始不久之后，肉身便是被完全的焚毁，最后是灵魂直接化作火灵，与这万圣神火进行了近乎夺舍一般的拉锯战。最后，萧炎赢了，并且成功晋级成为了圣品，更是领悟了火之大道，开创了混沌熔炉。而这一世，他在遇到这万圣神火，却是可以轻易镇压，任由对方如何的反抗，在他的面前都是无济于事。感受着体内时不时传来的些许剧痛，萧炎神色始终平静，而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开始全心全意地炼化起这万圣神火来。伴随着萧炎的双眼闭上，整片火灵大陆都是重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只有那火灵大陆中央的岩浆海域中央，有着一尊巍峨的火焰熔炉缓缓地旋转，而大千世界似乎在这一刻都是缓缓地再度陷入了沉寂。整个大千世界，无论是大千阵营的众生，还是域外邪族当中，都是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当中。双方再也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这3年的时间当中，就连那些拥有天至尊、魔帝的势力都几乎没有任何的动静，双方都陷入到了一种诡异的沉默。只是在这沉默之下，却有着最终的决战，似是等着随时的爆发。双方都是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变化，而当这变化出现的那一刻，或许便是胜负生死决出的时刻。在这般诡异的沉默当中，时间一晃而逝，眨眼便是2年的时间过去。而在2年之后的大千宫当中，此刻某处行宫却是忽然变得无比的热闹了起来。因为就在3日之前，炎帝的第6个妻子浮屠古族的圣女仙品临阵大宗师青眼镜终于是诞下了一名子嗣。这个消息并没有传得太过遥远，甚至连大千宫当中都是没有太多人知晓，仅仅只是几位与萧炎关系较好的天至尊知晓，其中也自然是包含着青山剑圣。但对于萧炎的家人们而言，此刻却是已经沸沸扬扬了起来。这2年的时间当中，众人都是知晓萧炎已经进入到了闭关的状态，但这个孩子却是众人已经期待许久。故而在青眼镜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已经踏入到天至尊的薛儿便是亲自前来照顾。天至尊恢复很快，诞下孩子3天的时间当中，青眼镜便是已经恢复到了巅峰。而此刻，萧炎的众多家人也是终于来到了青眼镜的行宫，一群人挤挤嚷嚷，但都是将目光投向了那被萧炎抱在怀中的婴儿身上。是个男孩，是个带把的。弟弟，弟弟，叫姐姐。众人围着那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嘻嘻笑笑，惹得婴儿不由得大哭了起来。然而这处行宫的氛围却是始终热闹。对了，妍儿闭关之前可是给这孩子取好名字了。肖战一张脸庞此刻笑得无比的灿烂，一旁从丹神族赶回来的药老也是笑得如同一朵菊花。闻言，青眼镜也是轻轻点了点头。萧炎大哥很早就给这孩子想好名字了，这个孩子就叫萧晨吧。萧晨倒是个不错的名字。众人闻言都是忍不住轻轻点了点头，对于这个名字显然是十分的满意。而后仔细逗弄了那个小家伙一番之后，一个个都是拿出了一样样礼物，而后才纷纷离场。等到众人离场之后，青眼镜这才轻轻抱着怀中的婴儿散步在行宫当中。呜，小家伙含糊不清地张着嘴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青眼镜瞪得溜圆，没有丝毫的困意。虽然还仅仅只是一个婴儿，但毕竟是2位天至尊的子嗣，其血脉天赋要比起当年的萧凌都要强了不知道多少。故而这孩子看似柔弱，但是体内却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要知道，当初的萧可是3个月就学会说话，半年就学会跑了。如今这个小家伙，天赋无疑是更加的可怕。晨儿，青眼镜轻轻逗弄着怀里的小家伙，眼中的慈爱几乎快要溢了出来。而那小家伙也是开心的咧着个嘴，不知道在笑些什么。就在这时，一个乖巧灵秀的小脑袋却是从远处的一道石柱后面探了出来，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正眼巴巴地看着青眼镜。作为仙品天至尊，青眼镜自然是随时察觉到这行宫当中的任何一处变化。他的目光落在那女孩身上，脸上同样带着一抹笑容。小灵犀，快过来看看你弟弟。青眼镜望着女孩，笑容依旧温柔。这女孩是他去年外出游历之时意外在一处大陆之上捡到的，或许是个孤儿，又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原因，总之小小的年纪便已经是孤身一人。当时女孩刚遇到青眼镜的时候，正浑身都是泥巴，瘦骨嶙峋的样子，仿佛一只快要饿死的小猴子一般。青眼镜最初只是比较怜惜，善心之下本是想要给女孩一些吃的，让她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但是仔细观察之下，他便是发现女孩那脏兮兮的脸蛋却是十分的可爱。而在他检查了对方的根骨之后，更是发现对方的资质十分的不错。
虽然还比不上那些顶尖势力的嫡传，可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怕是都有希望成为帝至尊。念及于此，青眼镜心头生出怜惜之意，便是将女孩带回了大千宫，并且赐名为灵犀。1年的时间过去，经过青眼镜不少宝物的培养，原本脏兮兮的小泥猴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粉雕玉琢、十分漂亮的小女孩。虽然不过5、6岁的样子，可依然能够看出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当然，真正令青眼镜更加满意的，还是女孩那聪明懂事又不失灵性的性格。或许是年幼时就吃了不少苦头的缘故，女孩对于每一个机会都是十分的珍惜。来到大千宫这等繁华之地后，没有丝毫的骄纵，反倒是无比的珍惜每一份机缘。静怡，小灵犀听到呼唤，很快便是一路小跑的来到了青眼镜身边，温顺的将小脑袋靠在青眼镜大腿上，同时他一双眸子还好奇的盯着灵犀怀中的婴儿。可爱吗？给你抱抱。青眼镜温柔笑道。小灵犀摇了摇头，不用怕摔了他，有静怡在，不会出事的。青眼镜怜惜地揉了揉他的脑袋。贫苦环境出来的孩子总是这般的谨慎小心，因为他们很小就知道没有人会托底自己的错误。但这也是他越来越欣赏灵犀的原因，因为如此巨大的环境改变，也依旧没有泯灭他内心的细致。听到青眼镜的话，灵犀终于是大胆起来，伸出小手轻轻抱住那个比自己还小了许多的小家伙。被那双小手一拖，小家伙先是眉头微微皱起，嘴巴一歪，似是想要哭出声来，让灵犀瞬间紧张了起来。而后那双乌黑大眼睛看向灵犀之后，小家伙的嘴巴缓缓恢复，瞬间又开心的手舞足蹈。嘿嘿，好可爱。见到小家伙朝着自己龇牙咧嘴的笑，灵犀眼中的紧张终于消失，开始逗弄起小家伙来。望着这一幕，青眼镜却是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小家伙好像是个天生的小色狼啊，这才出生3天就已经开始看脸了。要知道，方才那些斗气大陆的人来抱他的时候，这小东西被男人抱的时候都是拉着个脸，甚至会当场哭出来，可是被女人抱的时候却是龇牙咧嘴，笑得十分的开心。你这孩子可别光继承了你爹好色的特点啊，你可得多继承一些优点啊。青眼镜无奈地挠了挠小家伙的脑袋，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而后他目光看向那抱着小家伙满脸笑容的灵犀，望着女孩眼中对婴儿的喜爱，眼中的柔和之意则是再度多了几分。灵犀啊，从明天开始，静怡教你修炼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呵呵，静怡要传授给你的可是一门了不得的功法。轰隆，虚空当中一道金色剑芒撕裂宇宙，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大千世界所在的疆域。这金色剑芒正是太炎斩魔剑被催发到极致化作的剑芒，而在那金色剑芒的内部，自然是萧炎的灵力分身。2年的时间，在这宇宙星空的收获，果然是比单纯的在大千世界所得到的要多上不少。萧炎的灵力分身隐藏在太炎斩魔剑当中，在进入大千世界界域当中之后，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太炎斩魔剑便是已经回归到了斗气大陆当中。伴随着一阵金光消散，灵力分身缓缓从太炎斩魔剑当中走出，望着脚下不断扩张，已经不属于大千世界任何一座超级大陆的大千世界，萧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有着自己的意志加持，加上菩提古树的扎根，的确是令斗气大陆的进化速度极快。算算时间，自己达到圣品天至尊的日子也不到5年而已。而这段时间里，斗气大陆已经进化的极为的浩瀚，生灵繁衍的速度甚至都赶不上斗气大陆的扩张速度。在萧炎的示意之下，斗气大陆正不断有人从人口繁密的疆域来到那些新诞生的地方繁衍生息。然而即便是如此，人口的迁移和繁衍依旧是根本上扩张的速度。这些年的时间里，斗气大陆倒是再度诞生了不少的斗圣啊。萧炎望着菩提古树之下一群盘坐的强者，嘴角露出笑容。随着能量的越发浓郁，斗气大陆诞生强者也是变得越发的容易。在如今的时代，但凡是有些天赋，再加上有着名师指导，成为斗尊都没有多大的难度了。即便是成为斗圣，只要心性足够坚韧，也比过去要简单了不少。现在的斗气大陆，即便是不算上萧炎，也是不输于大千世界任何一个没有圣品天至尊坐镇的超级势力了。不过这还不够，远远不够。萧炎轻轻摇头，只见他手掌一挥，足足30多头巨大的尸体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斗气大陆的上空。这些尸体小的也有10万丈，大的更是有着100万丈甚至更大的体积。一瞬间，整个斗气大陆的天空都是暗淡了许多，无数生灵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天空当中漂浮着的一道道巨大尸体，眼中都是露出了惊骇和恐惧。这是什么？好可怕的气息！难不成是域外邪族又来入侵了不成？很多强者脸色微微发白，眼中带着惊恐。当初域外邪族的2大天魔帝入侵，他们是亲眼见证过那可怕的气息的，知晓体型气息能够到了这种程度，一定是无比恐怖的强者。而如今
这种层次的强者竟然一下子出现了30多道，就算是炎帝回来，能够抵抗得住这么多巨兽的袭击吗？这一刻，斗气大陆留守的几名斗圣立刻找到各自的传讯法宝，似是想要告知斗气大陆的一批顶尖强者，不必担心，这些都是我击杀的。就在这些强者准备发出预警的那一刻，一道淡淡的声音终于是在众人的耳边响起。而当听到这道声音的那一刻，斗气大陆的强者们都是微微一怔，旋即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了狂热之色。是炎帝，是炎帝大人的声音，这些巨兽都是炎帝大人击杀的，怪不得虽然气息可怕，却没有刻意释放威压。一瞬间，原本紧张的一群斗圣们都是微微松了一口气。稍后我会再强化一次斗气大陆。萧炎微微点头，也是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一趟外出游猎，他的确是收获不菲，足足击杀了30多头媲美圣品天至尊的先天神魔，有些是天生就十分邪异，如吞天兽这般喜好吞噬一个个位面，或是天生喜欢杀戮虐待弱小的神灵。总而言之，都是与天邪神、域外邪族性质相差不大的生命。还有少数几个是因为不长眼，主动过来招惹萧炎。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1对1的条件下，遇到萧炎的下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死。2年多的遨游，萧炎经过了近100座飘荡在星空当中的超级位面，在这其中，倒也并非是没有遇到过危险。当初他抵达一处顶尖超级位面之时，那超级位面当中竟然已经诞生出了真正的神灵。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出生境，却是仅仅一招就重创灵力分身，甚至险些将太炎斩魔剑打成2半。也多亏了萧炎手段众多，逃跑够快，否则灵力分身被灭还能修炼回来，这2年积累的宝物可就要全部丢失了。遨游星空2年的时间，萧炎击杀了这30多头圣品天至尊层次的先天魔神，还仅仅只是顺手之事。最重要的还是凑够了炼制混元神兵的材料。当然，这30多头先天魔神虽然只是顺手所杀，却也是斗气大陆进化的重要资粮。除此之外，萧炎的手掌一翻，4枚闪烁着氤氲光芒，或是如同种子，或是如同树苗一般的东西，也是缓缓出现在了手中。与丹神族一模一样的蟠桃灵树，还有火精灵藻、太古神茶树，以及一株品级堪比菩提古树的神话树，足足4株品质极高的混沌灵根，被萧炎手掌一挥，分别落在了斗气大陆远处的4个方位。而后，在萧炎的灵力催发之下，这4株混沌灵根开始生根发芽，缓缓扎根，深入到斗气大陆当中。将4株混沌灵根种植下去之后，萧炎手中太炎斩魔剑挥出，瞬间将那30多头先天神魔的头颅斩下。一瞬间，海量的鲜血宛如瀑布一般从斗气大陆的各个方位落下，令整个斗气大陆在一瞬间都是弥漫着血腥气息。只不过，斗气大陆的很多弱小生灵都是发现，仅仅只是呼吸几口血腥气味，他们的肉身竟然都开始出现了缓缓的强化。不过，萧炎却是没有让他们直接接触这些血液，而是将他们纷纷挪移走了。30多头先天神魔，实力最弱的都是堪比圣品初期的天至尊，实力最强的甚至已经足以媲美真龙帝。他们的血液当中所蕴含的力量是何等的可怕，或许对于萧炎而言没有任何效果，可对于斗气大陆这些弱小生灵而言，哪怕是一滴血都足以将他们撑爆。就算是斗圣强者，也不敢直接沐浴这血液，这还只是最普通的血液，若是经过提纯淬炼出来的血液，那便是对灵品仙品的天至尊都有着些许的帮助。随便一滴普通血液，对于至尊都算是宝物了。而此刻，那海量的血液却是落在了斗气大陆的一处处角落。血液深入大地，被大陆本源贪婪的吞噬，斗气大陆的本源开始再度迅速的壮大起来。当初萧炎仅仅只是炼化了2位天魔帝，便是令斗气大陆直接晋升为了超级大陆。虽说是之前便是有着不少底蕴的缘故，可也看得出一位圣品天魔帝层次的强者体内蕴含的能量是何等的庞大。而如今，萧炎却是足足带来了30多头圣品层次的尸体，而且还是清一色的先天神魔。论起血脉品级，他们个个都堪比域外邪族当中的圣魔族血脉，甚至更加高贵。这种生命的尸体，对于任何一个位面而言都是大补之物，甚至可以让整个位面的生灵都受益无穷。一经落，万物生。一尊强大生灵的尸体，便是无数弱小生灵的福音。他们的血液、皮毛、鳞甲、骨骼，对于弱小的生命们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他们体内庞大的生命本源，是令位面进化的最好补剂。想到这里，萧炎信念再度一动，太炎斩魔剑化作流光再度飞出，将那一头头先天神魔直接肢解。除去一小部分适合炼丹炼器的材料之外，剩余的部分都是被他直接丢进到了混沌熔炉当中。在混沌熔炉的分解之下，那30多头先天魔神的尸体开始被分解成海量的高级能量，然后迅速被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所吞噬。这一刻，
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开始再度以一个可怕的速度膨胀起来。在将那大量的先天神魔尸体炼化的同时，萧炎也将其中的诸多材料配合血液炼制成一种特殊的材料。其中最为庞大的一种便是4大混沌灵根的肥料，还有一些则是可以给斗气大陆的一些普通强者提升实力的材料。至于菩提古树，则是因为早早的与位面本源融合在一起，无需任何肥料，只要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一直扩张，那菩提古树的实力便是会一直强大。另一边，大千世界的许多斗圣都是接到了一个消息，随我返回斗气大陆，斗气大陆又有了新的机缘降临了。说话的人正是萧玄，2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达到了灵品巅峰，正准备等萧炎突破就开始服用天仙丹。毕竟过去2年萧炎不在，其余斗帝都是进入到了闭关状态，斗气大陆自然需要一个临时的化石人。家乡又有新的机缘了，又发生了什么？一群在大千世界闯荡的斗圣、至尊们都是微微一怔。不过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们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很快朝着大千宫的方向赶回。虽然感到有些诧异，但对于斗气大陆经常发生的奇迹，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因为斗气大陆有着一个始终都在创造着奇迹人，那就是眼底萧炎。很快，斗气大陆在大千世界8成的强者，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返回了大千宫。他们毕竟仅仅只是至尊强者，大千宫管理的疆域便是已经足够大部分人闯荡历练了。至于离开了大千宫范围，不能及时赶回的少部分人，也只能是怪他们运气不好了。在确定大千宫范围内的强者都来到之后，萧玄也是不再犹豫，带着一群人直接进入空间通道，很快返回了斗气大陆。这其中也包括刚刚突破天至尊不久的轩儿。只不过一群人刚刚回到斗气大陆，便是被那无比可怕的能量波动给吓了一跳。只见斗气大陆当中，一尊通天灌地的巨大火焰熔炉已经再度燃烧起来，在那其中正有着源源不断的磅礴能量灌注到斗气大陆当中。整个斗气大陆很多的地方都被鲜血染得赤红，但却没有任何的杀戮气息，唯有这些被鲜血浇灌之后的土壤山石变得无比的丰沃。天至尊的血液，而且是圣品天至尊层次的强者。望着那大陆之上的诸多血液，萧玄眼角都是剧烈跳动了几下。如此众多的血液，就算把神兽一族的众多圣品的血放干了也不够吧？萧炎这小子又干了些什么？萧玄忍不住看了一眼坐在混沌熔炉一旁的萧炎，不知道萧炎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可怕存在的尸体和血液。至于萧炎有一道分身的事情，他倒是略有一些了解。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莫大的机缘，需要好好把握。你们可以赶紧寻找一些地方进行修炼了，机不可失。在这机缘当中，你们或许都有望修为大进。萧玄目光扫过身后的众多强者，这些强者与萧炎的关系并不算亲密，可终究是斗气大陆如今的中坚力量。萧炎虽然不可能像亲人一般提供海量的资源，可他们在飞升到大千世界之后，也是都得到了一些相应的修炼法门，甚至是兵器宝物。如今能够在下位面都修炼到斗圣境界，在得到好好培养之后，成为地至尊，希望还是很大的。闻言，众多强者都是微微点头，眼神都是无比的火热。他们好歹都是达到了至尊境界，在大千世界也不算是弱者了。斗气大陆如此可怕的变动，他们很明显的察觉到了，这是一场属于他们的机缘。于是一位位至尊都是纷纷离去，各自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始缓缓吸收起那溢散在天地之间的磅礴能量。特别是当初就在5星斗圣以上的那些强者，如远古8族的族长，这些年都纷纷成了斗帝，连古族3仙当中都已经有人成帝。他们对于天地元气的感知更加的清晰。萧炎所斩杀的30多头先天神魔当中，一个个体内的本源之力都是无比的强大，甚至有很多如同吞天兽这般依靠吞噬位面本源来提升实力的先天魔神。混沌熔炉炼化之间，虽然大部分的位面本源都被斗气大陆的本源所吞噬，可也有少量的本源之力溢散了出来。这些本源之力看似很少，却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座高等位面的本源之力。要知道，当初的斗气大陆位面本源都已经被打散，依旧可以诞生出多位斗帝，一道完整的高等位面本源更是可以培养出一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而每一头吞天兽体内的位面本源之力都是要超过一座高等位面的，此次或许便是他们晋升天至尊的契机。一时间，所有强者都是纷纷进入到了闭关当中，努力汲取着那一丝丝从混沌熔炉当中溢散出来的可怕力量。而斗气大陆在得到那海量的位面本源之力供应之后，其本源也是飞速膨胀，伴随着的便是整个斗气大陆的面积都开始再度飞快扩张。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斗气大陆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过去的2倍不止，而且没有丝毫停滞的现象。不但如此，此地的能量浓郁程度也开始再度增加，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都开始堪比当初的远古8族核心空间。它的面积已经超越了大千世界的任何一座超级大陆。到了后期，
甚至已经隐隐成为环绕大千世界周围最为庞大的一处下位面。在这般飞速的变化当中，斗气大陆当中的生灵们却是顾不得太多，一个个都是贪婪地吸收着这可怕的机缘。萧炎的灵力分身，修为也在随着斗气大陆的增长而迅速增加。虽然本尊才是斗气大陆真正绝对的主人，但灵魂共通之下，分身同样可以汲取那可怕的本源之力，只是效率要比本尊弱上一些。但即便是如此，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当中，萧炎的灵力分身便是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圣品后期的层次。而斗气大陆如今的动静，却是在大千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那是什么？是一处下位面？一个下位面体积怎么可能会如此巨大？已经超越了大千世界的任何一座超级大陆，而且它的体积还在飞速的扩张。大千世界当中，一位位圣品天至尊都直接飞到了位面魔壁之上，有些震撼地望着那遥远处正在飞速扩张的巨大位面。灵品仙品的天至尊想要观察这一幕，或许还需要离开大千世界更加靠近才能看得清楚。可圣品天至尊们显然是能够相隔无尽遥远的距离依旧看清的，正是因为看清了，才为之感到震撼。如此可怕的下位面，恐怕已经可以在其中直接孕育出堪比圣品的存在了吧。他的位面本源之雄浑，一旦有圣品天至尊坐镇，就算是10位天魔帝围攻也撼动不了分毫。这些圣品天至尊面面相觑，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问道：这究竟是哪一处下位面？过去为何从未听说过？远处那道下位面的体积之庞大，令许多普通的下位面乃至高等下位面在其面前都开始变得如同萤火一般渺小了。是萧炎麾下的斗气大陆。一道声音从众人当中响起，正是青山剑圣的声音。2年的时间当中，青山剑圣服用了万古丹之后，实力显然是更加精进，周身甚至开始隐隐有着剑道轰鸣的声音，令其他圣品都感到敬畏。可是他此刻看向斗气大陆的眼神，依旧是带着几分的复杂。2个半月前，斗气大陆的一行人突然集体离开大千宫，回归斗气大陆的事情，他这位代理公主自然是知晓的。可正是因此，他才更加的确定这个下位面就是斗气大陆。只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圣品天至尊，都是想不出究竟如何才能让一个普通的下位面扩张到如此程度，甚至到了这等规模之后依旧在飞速扩张。斗气大陆的体积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大。如果按照他们认知当中用大量位面本源之力酝养可以使超级大陆都更加强大的手段的话，那此刻的斗气大陆该吞噬了多少的位面本源啊！萧炎不是在闭关吗？不过如果是萧炎出手的话，那倒也可以理解，难不成他突破了不成？一位位圣品天至尊面面相觑，议论纷纷。唯一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这奇迹如果是萧炎创造出来的，那的确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年，随着萧炎的一步步惊人之举，就连大千世界的这些天至尊们都已经习惯了。什么？那是萧炎的斗气大陆？比起大千世界阵营的唏嘘，域外邪族当中的众多天魔帝此刻已经在跳脚。斗气大陆扩张到如今的面积，即便是他们隔得更加遥远，也是能够观察到了。正是因此，他们才忍不住感到有些心惊胆战。如此庞大的超级位面，就算是圣神复苏，想要毁灭都要费上些力气了吧？众多天魔帝内心1万个槽点，49000年都马上就要过去了，大千世界怎么就突然跳出来一个如此可怕的萧炎呢？这若是放在过去，他们域外邪族这次怕是输定了。算了，不必管他。虽然萧炎的实力无比在提升，但是炼天魔帝的实力同样在飞速的提升。我现在已经隐隐感觉到，他一旦苏醒，怕是一巴掌就能拍死我。圣天魔帝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事已至此，我族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以那萧炎如今的实力，怕是我族所有天魔帝一起上也奈何不了他了。如今也只能期待炼天魔帝更早一步突破了。说到这里，圣天魔帝看向那斗气大陆的眼神也是多了几分贪婪。若是炼天魔帝赢了，这处堪称浩瀚的下位面，将来会成为我族的一块宝地了。闻言，诸多天魔帝微微一怔，旋即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兴奋之色。想到这里，他们的目光都是忍不住看向了远处的那道巍峨漆黑的身影之上。2年的时间，那处虚空当中的黄色火焰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那一尊巍峨身影盘坐，其身上偶尔散发的气息，便是已经开始令这些天魔帝们都感到心颤。此战，我族必胜！对，我族必胜！大千世界当中，双方阵营的最高层都在为了斗气大陆的扩张而议论纷纷。可在斗气大陆的内部却是一片宁静，唯有一道道时不时冲天起的光柱表明，每天都在有着强者在不断的突破。混沌熔炉一旁，萧炎目光静静地望着下方的大地，在这般海量能量乃至元气的供应之下，3个月当中，昔日他成帝之前修为就在5星斗圣以上的那群强者，如今已经尽数跨入到斗帝境界。不过
他们距离天至尊依旧有些距离。而昔日那些斗圣，如今修为最低的都达到了7品至尊，有很多都是直接达到了9品至尊，即便是放在大千世界，也算得上真正的高手了。不过，这些人终究积累不够，想要在短时间之内直接迈入地至尊成帝的还是少数。不算彩铃、竹坤、紫妍、小医仙4人的话，古元在轩儿成为天至尊之后，也是顺利达到了天至尊境界。而后，药老以一个不声不响的姿态顺利突破，成为又一位天至尊。他的突破令很多老牌强者乃至昔日8族的族长都有着瞠目结舌，内心五味杂陈。萧炎的内心却是十分的高兴，除了因为与老师感情极深之外，也是高兴斗气大陆终于多出了第2位炼丹大宗师。这些都是顶尖强者的数量，而斗气大陆的斗圣则是在这3个月当中再度蹦出了足足上百位。到了这一步，斗气大陆先前的积累已经是彻底的耗尽，心性上有望达到斗圣的一批人该达到的都已经达到了，剩下的强者即便是有着充沛的能量供应，却也一个个卡在了斗尊巅峰，除非有着更大的机缘，否则100年之内他们都是难以再度突破了。不过斗气大陆如今的斗尊巅峰却是已经达到了足足过万之数，堪称是一片欣欣向荣。而在这般欣欣向荣的景象当中，那一直位于斗气大陆中央的菩提神树忽然爆发出了极为璀璨的光华。轰隆隆，碧绿的光华照耀了整个斗气大陆，令整个斗气大陆都被照耀成了一片碧绿。那可怕的动静令整个斗气大陆的天地都开始隐隐变化，也令那一个个紧闭着双目的强者们都惊骇地睁开眼睛。而后他们的身体被那璀璨的碧绿光华照耀，一个个意识便是瞬间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灵状态。这些强者在这种状态之下，一个个都是微微一怔，旋即眼中都是露出一抹狂喜之色。这种感觉他们都是没有丝毫的陌生。当年菩提古树第一次进化成为斗气大陆的位面之灵之时，那璀璨的碧绿光芒便是令所有斗气大陆的生灵都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在那可怕的光芒之下，他们的灵魂都仿佛得到了洗涤，变得更加聪慧，悟性都有所增加。而这一次，那碧绿光芒的效果显然是要比上一次更加强大了许多，以至于被这光芒照耀的第一瞬间，那些生灵一个个都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无所不知的智者。虽然这是因为灵魂瞬间空明所导致的一种错觉，但也令他们无比的兴奋，纷纷抓住这宝贵的机会，趁着这段时间争取令自己的实力再度突破。萧炎站在半空中，望着那通体碧绿如同翡翠一般的菩提古树，此刻的脸上也是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连续吞噬了30多头圣品层次的先天魔神，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已经雄浑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而作为斗气大陆的位面之灵，菩提古树与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相互融合之下，只要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越来越强大，菩提古树自然也会越来越强大。而如今随着位面本源的越发雄浑，量变引起质变，菩提古树终于是突破了圣品层次的桎梏，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这个层次便是神灵的层次。这一刻，菩提古树已经超脱了菩提神树的生命本质，随着斗气大陆的跃迁，成为了最为顶尖的混沌灵根菩提祖树。放眼整个浩瀚宇宙，当代的菩提祖树也不过寥寥几株，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那菩提界当中。而如今斗气大陆的这株菩提古树也终于进化为了菩提祖树。一旦进化为菩提祖树，便是可以自动孕育出新的菩提古树树苗，凝聚菩提心更是轻松无比，甚至连轮回本源都可以大量的诞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菩提祖树的实力是堪比真正的神灵的。虽然如今的菩提祖树只是最为弱小的一株，实力只能堪比最弱小的出生境神灵，比起天邪神这种出生境巅峰的可怕存在要差了太远，可终究是完成了生命的跃迁，达到了另一个层次。而这种蜕变不但令菩提古树的实力瞬间增强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更是会给斗气大陆所有生灵带来前所未有的好处。混沌灵根真正的强大之处，往往都是可以帮助一个族群都变得更加的繁荣。就如同此刻的菩提祖树，伴随着生命本质的蜕变，其高度已经一跃达到100万丈之高，高大的树冠几乎遮蔽了原本的莽荒古域所在的疆域，比一座帝国还要庞大。它的身躯更加的晶莹剔透，一枚枚菩提子仿佛不要钱一般的在树枝之上汇聚，而后枯萎凝聚。数百枚菩提子枯萎之后，一颗仿佛翡翠一般的心脏便是已经在树冠凝聚，正是菩提心。作为比菩提古树强大了足足2个层次的可怕生命，曾经令整个斗气大陆都当作至宝的菩提心，对于如今的菩提古树而言，凝聚出来实在是太过容易。仅仅这么一眨眼的瞬间，那高大树冠已经是凝聚出了足足上百颗菩提心。萧炎望着这一幕，眼中倒是习以为常，连丹神族那株蟠桃灵树都可以凝聚出助人成为至尊的蟠桃灵果，
菩提古树如今要比那株蟠桃灵树强大了10倍100倍，凝聚菩提心又算得上什么？只不过，虽然如今的菩提古树可以凝聚出大量的菩提心，他却不想让斗气大陆的强者们太过轻松地得到。倒不是萧炎有些舍不得，而是力量提升得太快，对于那些斗气大陆的普通生灵而言，并非是什么好事。你自己设置一些考验，若是心性意志都能够通过考验，再赐予一颗菩提心不迟。萧炎微笑着给菩提古树传音，后者也是微微摇晃了一下高大的树冠，表示明白萧炎的意思。伴随着菩提古树的突破，斗气大陆的位面本源开始变得更加的牢靠，面积依旧源源不断的持续扩张。有着菩提古树那可怕的力量加持，丝毫不用担心本源之力会过于庞大而导致大陆溃散的情况出现。斗气大陆就这样一路扩张，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再度翻了足足数倍，彻底的超越了大千世界所有的超级大陆。而菩提古树的碧绿光华照耀之下，那一尊尊斗气大陆强者则是贪婪地吸收着天地之间游离的能量。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有人接连突破了2个小境界。药老之后不久，炎族族长炎镜顺利突破到了天至尊。在菩提古树和那海量位面本源的帮助之下，昔日那些5星斗圣以上的强者，如今已经尽数跨入到了斗帝层次。一时间，斗气大陆已经有了数十位斗帝强者。若是算上在大千世界闭关的几人，天至尊的数量都开始超过10个了。到了这一刻，斗气大陆也终于有了一种超级势力的底蕴。这也太庞大了吧！大千世界的位面魔壁之上，无论是大千世界的众多天至尊，还是域外邪族的诸多魔帝，当他们目光扫过那远处的位面之时，到了这一刻也是忍不住纷纷咽了一口唾沫。如今的斗气大陆面积已经足以媲美寻常超级大陆的10倍左右了。要知道，寻常的超级大陆直径大多都能达到1里乃至数亿里，通常情况下是以2亿里到3亿里最为正常，少数的超级大陆直径能够超越3亿里，甚至逼近5亿里。这些大陆便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超级大陆，如神兽一族的山海大陆、真龙大陆，又如同域外邪族的圣魔大陆，那都是直径接近5亿里，无比庞大的存在，比起寻常超级大陆还要大了数倍。这种层次的超级大陆是可以轻松孕育出圣品天至尊的。而如今斗气大陆的面积却是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超级大陆，一直扩张到了足足8亿里左右的直径，斗气大陆才缓缓停止了扩张。到了这一刻，它的直径或许不足那些大陆的2倍，可是其面积却是要超过数倍不止，比起普通的超级大陆的确是超过了10倍。如此庞大的大陆还能够被称之为下位面吗？望着这一幕，许多强者都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这种级别的下位面，怕是能够孕育出多位圣品天至尊乃至更强层次的生灵了吧？那萧炎不是在闭关吗？他到底在干什么？在无数外人的疑惑当中，萧炎却是盘坐在斗气大陆当中，一双眼睛望着脚下终于停止扩张的斗气大陆，却是略微有些惋惜之色。才到了8亿里的直径，就已经停止扩张了吗？看来30多头圣品先天神魔的本源之力还是远远不够啊。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一处下位面的极限是9亿9千万里的直径，一旦达到这一界限，下位面便是不会再因为位面本源的力量而继续扩张，而是会受到宇宙规则的压制，令其面积停留在这一层次。想要突破这一限制，则是需要10倍不止的位面本源之力，让这处下位面真正的进化，跨越下位面的桎梏。而一旦跨越了这个可怕的桎梏，那这处下位面今后便是不能被称为下位面、小世界了，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大世界。是的，突破这层桎梏之后，斗气大陆就会成为与大千世界性质一样的大世界。虽然诞生的时候面积会相对小上许多，但无论是位面本源的雄浑，还是天地能量的转变，都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不过萧炎如今却是连斗气大陆的极限都未达到，距离大世界还是差了太多遥远的距离。如今的斗气大陆之所以能够令菩提古树成为神灵出生境的存在，是因为这菩提古树早已成为了斗气大陆的位面之灵。若是单纯的孕育人类、魔兽等有智慧的个体，那还是难以孕育出真正的神灵。不过我做了这么久的准备，又怎么可能会在这里止步？萧炎望着下方的斗气大陆，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如今万事俱备，域外邪族已经真正的失去利用价值了。既然如此，就让域外邪族成为我斗气大陆进化为大世界的养料吧。说到这里，萧炎也是不再犹豫，魔帝分身突破。话音落下，距离斗气大陆无比遥远的域外邪族深处，那已经沉寂了接近3年的魔帝分身在这一刻骤然睁开了双眼。轰隆！这一刻，无穷无尽的黑色火焰从他巍峨高大的魔躯当中释放，直接令方圆上亿里的虚空都直接焚灭。可怕的气息冲天起，令原本关注着斗气大陆的所有天魔帝都是骤然回头，一个个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是炼天魔帝，炼天魔帝突破了！域外邪族的强者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喜色，那可怕的气息冲天起，令他们都感到心颤。虽然如今的炼天魔帝带给他们的威压尚未有当年的圣神那般可怕，可也同样到了一个令他们敬畏的程度。那威压所过之处，近乎覆盖了小半个域外邪族的疆域。在那可怕的威压之下，所有魔帝之下的强者都是直接双膝跪地，脸色狂热而敬畏地看着那威压传来的方向。而那些魔帝虽然能够在这威压之下坚持住，可也有些直接激动的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伟大的炼天魔帝，圣神之后，圣族最为强大的勇士，我族的希望！无数域外邪族低声吟唱，眼神当中满是狂热。而这一刻，那无数黑色火焰弥漫的虚空当中，巍峨的身影也是终于缓缓站起了身，伴随着无尽火焰缓缓没入他的身体，他这才缓缓走出。炼天魔帝，炼天魔帝！当魔帝分身走出的那一瞬间，一道道天魔帝的身影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炼天魔帝，你如今的实力如何了？众多天魔帝现身之后，圣天魔帝率先开口，一双眼睛看向萧炎魔帝，分身满是期待。他们都是明白，如今的炼天魔帝肯定是更加的强大，实力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寻常天魔帝在他的手中怕是一招都撑不过。至于到底有多强，即便是圣天魔帝都已经看不透了。多强？炼天魔帝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一炷香之内，我可以将在座的各位都干掉。若是那萧炎再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同样可以在一炷香的时间当中将之击杀。淡淡的话音在众人的耳畔回荡，却是令众多天魔帝眼神一亮。好，好啊，如此实力足以灭杀他们大千世界所有的高层了。哈哈，有你在，就算大千世界的那些家伙拼掉所有性命，都不可能拦得住我们救出圣神。圣天魔帝哈哈大笑，眼中已经升起了可怕的战意和杀意。作为圣神最忠诚的仆人，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不知道多久。如今伴随着这炼天魔帝的突破，大千世界还有谁能够拦住他们？炼天魔帝救出圣神，攻下大千世界就在眼前，我们该何时动手？圣天魔帝眼神期盼地看着炼天魔帝，虽然拯救圣神的心情十分的迫切，可如今的炼天魔帝非比寻常，就算是他也要根据对方的意思来。不过炼天魔帝却是微微一笑，嘴角勾起一个霸道而狂傲的弧度。现在就可以，圣天魔帝，调动我族全部的大军吧，本帝将带领你们彻底的攻下大千世界。萧炎的声音在虚空当中回荡，令在座的所有天魔帝都是一个个热血沸腾了起来。集结大军，攻下大千世界，救出天邪神，这是何等振奋魔心的一句话！为了这一天，他们可是等待了太久太久了。49000年的压抑，49000年的野心和欲望，都将在这一刻彻底的释放。杀进大千世界，将他们尽数奴役，令他们成为我族的奴隶。很快，我族就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园，圣神大人也将依靠大千世界的位面本源实力更进一步。无数天魔帝兴奋，圣天魔帝同样双目带着可怕的光芒。去吧，返回你们各自的族群，集结大军，3日之内，我族所有魔将以上的强者要尽数在北荒之丘聚集。得到炼天魔帝的支持，圣天魔帝同样是信心大增。只要炼天魔帝的出手，此战他们几乎是有着必胜的把握。他很快遣散了所有的天魔帝，自己则是直接返回圣魔族，调动圣魔族的精锐大军。除此之外，他更是通过万魔殿对域外邪族所有魔帝以上的强者发出消息：炼天魔帝已经突破，我族所有魔帝立刻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前往北荒之丘外的天魔大陆集合。记住，将你们麾下所有魔将以上的强者尽数汇聚，此战将是我族剿灭大千世界的最终决战。若是有人未曾参战，一律视为叛族。圣天魔帝通过万魔殿很快传送到了所有魔帝的手中，一时之间，整个域外邪族都是沸腾了起来。任何一位魔帝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内心都是无比的激动。要知道，一旦此战胜利，不但是圣神会被释放出来，而且他们这些参战的魔帝将来都是有机会抢占一处下位面的或是普通的大陆的，这对他们而言可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而对于那些魔将魔王而言，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们同样十分的激动。这种大战当中，他们同样有着得到巨大利益的机会。更何况圣天魔帝命令之下，自然也是没有任何人敢抗拒。这可是叛族的罪名，域外邪族对于叛族强者的罪名，可是比大千世界那边要残忍得多。至于魔将、地至尊之下的强者，却是并未被召集多少。这种最为关键的大战当中，还是魔帝级数的强者最为关键。那些魔将魔王也不过只是负责清理战场的时候会用到罢了。所谓兵贵神速，一群实力连地至尊都不到的强者，
就算是有这魔帝带着速度，也会慢上很多，反倒是有可能延误战机。可即便是如此，当整个域外邪族的所有力量都被调动起来的那一刻，即便是萧炎早有预料，也是依旧忍不住对域外邪族的强大而感到唏嘘。原本的43位天魔帝，在被萧炎连续斩去6位之后，依旧有着足足37位天魔帝尚在。而在这37位天魔帝的身后，却是有着足足500位玄魔帝。至于幽魔帝的数量，则是足足有着数千位之多。万魔殿当中，虽然不至于有着整整上万位魔帝，可数量却是真的不少，足足7129位魔帝，数量倒是与大千世界的天至尊相差的确不多。萧炎站在最前方，目光扫过那浩浩荡荡的域外邪族大军。这一次，域外邪族是真正的全族出动了，不但有着足足7000多位魔帝出场，身后堪比地至尊的魔将魔王数量更是达到了足足30万。这些是域外邪族无数年来积累的底蕴，是一个令人心颤的庞大数字。无数的魔帝魔王魔将站立在虚空当中，可怕的魔云几乎足以瞬间将一座超级大陆给污染。如此可怕的数量，就算是斗气大陆如今有着菩提祖树坐镇，若是被这域外邪族给围攻了，恐怕依旧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吧。萧炎望着这一幕，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惊惧，反倒是十分的欣喜。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斗气大陆进化的上等肥料，是一笔庞大而宝贵的资源。即便是放眼整个浩瀚宇宙，想要一下子拿下这么多的魔帝强者，怕是也只有进攻那些大世界才有机会。而此刻，这些家伙就在自己的面前，还对自己唯命是从。炼天魔帝，我们出发吧。圣天魔帝站在一旁，面对萧炎的姿态却是放得很低。虽然大家名义上身份还是一样的，但他心中却是清楚，这炼天魔帝已经成了域外邪族真正的2号人物了。这一点就是圣神脱困而出，也是无可改变的事实。甚至将来，他或许会成为域外邪族的第2位神。故而，圣天魔帝倒是十分的识趣，已经主动将大权交了出来。对于这一点，他身后的众多域外邪族强者同样没有异议。域外邪族从来就是一个强者为尊的种族。过去的圣天魔帝之所以能够领导域外邪族，除了因为他是圣神最信任的仆人之外，还因为他的实力同样强大。而如今炼天魔帝的实力要远超圣天魔帝，他们自然是以炼天魔帝为尊。汇聚完毕了，萧炎闻言也是终于微微点了点头。此刻，整个域外邪族魔将以上的强者尽数汇聚在天魔大陆，也就是暗魔族的老巢。此地距离封印天邪神的北荒之丘也仅仅只隔了不足1里。那里被实力不弱于暗魔族的守墓人一族所坐镇，在过去是大千世界最为紧张的2处战场。而此刻，他的目光相隔着上1里，却是可以轻松地看到那北荒之丘的上空同样有着浩荡的凌云笼罩。显然，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大千世界一方也已经接到了消息，知晓炼天魔帝已经突破，域外邪族即将进攻。出发！萧炎没有多说，只是淡淡的吐出了这么2个字。而在这一刻，他身后的无数域外邪族强者却是一个个魔气冲天，一瞬间，可怕的魔云笼罩了亿万里的虚空，朝着北荒之丘的方向浩浩荡荡地杀了过去。另一边，北荒之丘的上空，无数大千世界的强者望着远处那滚滚而来的魔云，一个个的脸色在这一刻都是凝重到了极致。这一天终究是来临了。不死之主手持一根拐杖，苍老身躯站在天空之上，双目望着那一望无际，几乎将大千世界的天空都浸染得漆黑的魔云带着凝重之色。在他身边不远处，真龙帝、青山剑圣等强者同样神色无比的凝重。自从远古大战之后，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这些年来虽然也偶尔爆发大战，但也不过是一些局部战争罢了。出动强者最多的一次，也不过是有着10位左右圣品天魔帝层次的强者交手。而这一次，域外邪族显然是真正的倾巢而出了。这一战还不知道要死多少强者，而且最压在他们心头的，还是那域外邪族当中的第1强者，曾经与萧炎打得不相上下的炼天魔帝也突破了。要知道，此魔早在突破之前，便是足以一打3儿，没有丝毫的压力，甚至差点将摩诃古族的2位老祖和凤王凤尘击杀。如今他的实力再度突破，对于大千世界一方众多强者的压力的确是非同凡响。萧炎呢？萧炎还没有突破吗？真龙帝目光看向远处的一名老者，此人正是火灵族的赤火老祖。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突破。赤火老祖也是苦笑一声，显然萧炎尚未出关，令他们有了很大的压力。倘若是在过去，即便是域外邪族举族来犯，大千世界阵营也不会惧怕太多，毕竟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多，大不了拼死一战，会陨落很多强者罢了。可如今多出来一个炼天魔帝，看得出来的确是给众多强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只是如今萧炎尚未突破，他们也不敢贸然催促，若是萧炎因此突破失败了，那才是真的完了。只是
没有了萧炎的帮助，这场最终之战对于众人的压力终究是太大了一些。准备结阵吧，这里终究是我大千世界的地盘，我们在此战斗，还是占据一定的地形优势的。青山剑圣站在最前方，周身隐约有着剑光闪动，仿佛剑之大道环绕。望着这一幕，不死之主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也是不再犹豫。诸位，结阵吧！不死之主和青山剑圣同时下令，其余强者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犹豫，一位位圣品天至尊立刻化作阵眼，一个个的身后都是有着一位位仙品灵品天至尊帮忙，甚至有着更多的地至尊融入其中。顷刻间，一座座可怕的大阵已经在天地之间凝聚。在大千世界的地盘当中，域外邪族终究会受到一些压制，总体来说，大千世界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当然，这个优势的前提是排除那炼天魔地的情况下。而此刻，那无边无际的浩荡魔云已经化作一道一望无际的绵长战线，越过了那最后上亿里的距离，来到了所有人的面前。魔云浩荡，似是可以浸染整片天地，却又被那无边灵光所阻挡。双方虽然尚未开战，可气息已经无形中将天地一分为二，泾渭分明。然而，这般泾渭分明的气息碰撞，却是在一道可怕的黑色火焰出现的那一刻，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只见天地之间，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火焰。黑色火焰燃烧之间，那无数天至尊凝聚大阵所化作的浩荡灵光，竟然被轻易灼烧，似是完全无法与这黑色火焰对抗。在那无尽的黑色火焰当中，一尊巍峨高大的黑色鳞甲身影终于缓缓地走出，霸道的气息自然而然地在天地之间弥漫。仅仅一人，竟然仿佛令整个大千世界一方都隐隐被压制，这般可怕的气势，实在是令人惊骇。炼天魔殿，这一刻，大千世界的所有天至尊都将目光看向了那尊高大身影之上。仅仅一人，却是给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强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因为他们都是知道，此人才是此战最为关键的敌人。炼天魔帝，就让我想先试试你的实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青山剑圣站在最前方，手中龙吟剑骤然拔出，浩瀚的剑光撕裂天地，宛如星河倒挂，可怕的威能令圣天魔帝都脸色微变。作为大千世界当中天赋仅次于萧炎、灵动等人的天才，青山剑圣在得到万古丹之后，对于剑道的参悟显然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如今他的实力同样到了一个隐约触摸到那层若有若无的瓶颈，冥冥之中，青山剑圣甚至已经感受到了那层无形的规则。不错，不错。萧炎的魔帝分身站在最前方，一双血红的眼睛望着那令众多天魔帝们都十分紧张的剑光，满意的点了点头。前世的时候，青山剑圣可是并没有服用过万古丹，而在萧炎他们成为主宰1000年之后，青山剑圣突破瓶颈，达到了半步主宰，之后万年跨入主宰。虽然天赋比起萧炎灵动要差上一些，可也的确是了不得的天才。而这一世，因为服用了万古丹之后，青山剑圣也是提前触摸到了那一道瓶颈。不过他对于剑之大道的参悟终究只不过是刚刚入门，而萧炎对于火之大道的参悟则是达到了圆满的层次。想到这里，萧炎也没有多言，只是手掌缓缓伸出，下一刻，无穷无尽的黑色火焰便是已经在虚空当中汇聚成了一只滔天巨手。这是一只真正的巨手，比起其他顶尖天魔帝的力量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似是可以直接将一座位面给遮蔽。巨手看似缓慢，实则迅速的伸出，而后对着那宛如星河一般的剑光轻轻一捏，咔嚓，漫天的星河剑光在这一刻瞬间化作了零散的剑气，再也不复方才的可怕威能。望着这一幕，域外邪族的一群魔帝眼睛睁大，旋即一个个便是发出了兴奋的高呼。而这一刻，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们在这一刻却是脸色微微变得惨白起来。他怎么可能这么强？大千世界的一方强者们内心都在震荡，方才青山剑圣那一剑的威能是何等的可怕，已经足以令他们这些圣品天至尊都感到心惊。那一剑已经隐隐超越了圣品层次的极限，达到了另一个境界。可是那炼天魔帝却是更加的强大，如此可怕的一剑，在他的面前却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被那火焰手掌给轻易的捏碎。面对那宛如一座位面一般浩瀚的火焰巨手，很多天至尊的内心都在发颤，即便是那些圣品强者，在这巨手面前都感觉自己会被轻易的灭杀。他的实力已经堪比当年的不朽大帝了。不死之主站在虚空当中，声音当中带着几分疲惫，说出的一番话却是令大千世界的强者们心头更是被泼了一层冷水。堪比当年的不朽大帝，这等实力对于双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可怕了。结！在大千世界一方阵营无比绝望的同时，圣天魔帝却是率先发出了肆意猖狂的笑声。大千世界家伙们，有了炼天魔帝的存在，这次你们输定了。等到圣神脱困，
那便是你们的死期。圣天魔帝发出得意的笑声，看上去显得有些失态，但他此刻都是已经顾及不上这些了。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49000年，就连他身后一群相对比较古老的魔帝们，在这一刻都是同样发出了肆意的笑声。念及此处，圣天魔帝已经将目光看向了脚下北荒之丘那一座巨大的阵法面前。此阵便是当年的不朽大帝燃烧生命为代价所布置下的大千化魔阵。如今万事俱备，只要破除掉这大千化魔阵，圣神大人就会脱困而出，从而一举灭掉这大千世界的所有强者。诸位，动手吧！圣天魔帝开口，正欲引领着身后的域外邪族大军直接轰碎那大千化魔阵，便是脸色微微一变，因为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大千世界远处那属于火灵族的火灵大陆中央位置，一道直径过万里的绚丽火焰光柱忽然冲天起，紧随而来的便是一道无比可怕的气息，隐约弥漫在整个大千世界当中。望着这一幕，圣天魔帝脸色大变，他身后的一群天魔帝似是想到了什么一般，同样脸色大变。不好，那萧炎也突破了，抓紧时间毁掉那大千化魔阵。一群天魔帝的神色在这一刻紧张到了极点，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像是早有默契一般，发挥出各自毕生的最强招式，甚至不惜燃烧魔帝本源，以求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方才那可怕的动静实在是令他们太过熟悉和警觉了，那气息显然就是那萧炎的气息，一旦让这萧炎也成功突破，那大千世界一方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与炼天魔帝抗衡的强者，到时候双方也只能是再度陷入那近乎绵延无期的拉锯战当中。必须得趁着这萧炎尚未稳定境界，赶紧将大千化魔阵破坏掉。只要圣神能够从这封印当中逃脱出来，那就算是萧炎突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就算对方达到了当初不朽大帝的层次又能如何？自己一方可是还会多出一位比不朽大帝更加可怕的圣神。只要圣神能够脱困而出，他们依旧能够轻松取得最后的胜利。萧炎的魔帝分身站在其中，虽然没有像其他天魔帝那般疯狂，却也同样伸出手掌，那近乎覆盖了一个位面的可怕巨手直接朝着大千化魔阵的方向轰击了过去。拦住他们！萧炎已经突破了，希望就在眼前，一定要拦住他们。青山剑圣、不死之主感受到那强大气息之后，都是脸上露出狂喜之色，旋即便是一个个催动各自的手段，试图拦截下域外邪族的攻击。一时间，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两大阵营，成千上万的魔帝天至尊各自施展出最为可怕的手段，甚至不惜燃烧生命精血，都开始疯狂地对轰起来。域外邪族一方拼尽全力，只求能够轰碎大千化魔阵，而大千世界一方同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求的就是能够护住大千化魔阵不被对方所轰开。他们明显地感觉到，随着那强大气息的出现，萧炎正在朝着他们的方向急速赶来。一旦那萧炎到了此地，那炼天魔帝的危机自然而然便是会被解除。想到这里，大千世界一方的强者们在此刻则是更加的拼命，任由那无数魔帝天魔帝的攻击落下，也是被他们同样拦截了下来。即便是有着少许的攻击落在了大千化魔阵之上，但只要不是圣品层次的攻击，也仅仅只是令这绝世大阵泛起了丝丝的涟漪罢了。要知道，这毕竟是不朽大帝燃烧生命留下的阵法，圣品之下的攻击若是数量不够，根本不可能撼动。然而在这近乎无穷无尽的魔帝层次攻击当中，一只火焰大手却是并不在所有人的阻拦范围之内。只见那火焰大手所过之处，无论是灵品还是仙品天至尊的攻击，都是根本阻拦不住那大手分毫。就算是圣品层次的攻击，也仅仅只是令那火焰大手微微停顿了不到片刻，而后便是继续带着滔天的威能落下。不，拦住他，千万不要被他破坏了大千化魔阵。望着那脱颖而出的火焰巨手，无数天至尊眼睛通红，似是想要施展所有手段拦住这火焰巨手。然而当他们全力攻击的时候，域外邪族的强者们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圣天魔帝的指挥之下，那无数的魔帝开始调转了攻击方向，将这些天至尊的攻击尽数拦截。咚！在所有天至尊绝望的眼神当中，那只火焰巨手终于是重重地落在了大千化魔阵之上。一瞬间，仿佛是山崩地裂，又仿佛是两座超级位面碰撞在了一起。可怕的波动令北荒之丘附近的海域掀起100万丈的浪涛，一道道无比巨大的裂缝在这座超级大陆四处蔓延，同时也令那大千化魔阵的上方隐隐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伴随着那一道道裂缝的出现，漆黑如墨的可怕魔气开始缓缓地从那一道道裂缝当中渗出，哪怕仅仅只是一丝一缕，都能生出令天至尊们都感到忌惮无比的邪异气息。丝丝缕缕魔气缓缓溃散，而后那出现裂缝的大千化魔阵便是已经出现了一道道更大的裂缝。很快，大量的魔气在虚空当中迅速凝聚，最后化作了一道万丈之高的巨大魔影。
魔影虽然不过万丈之高，气息更是不足巅峰时期的1/10，可是其身上所散发的生命气息却是远远的超越了天至尊这一层次，令所有人都忍不住感到有些窒息。天邪神望着那缓缓凝聚在虚空当中，气息还在不停的攀升的滔天魔影，大千世界众多强者的脸色越发的惨白起来。倘若之前的炼天魔帝带给他们的仅仅只是巨大的压力的话，那如今这脱困而出的天邪神所带给他们的却是近乎绝望。一旦此魔脱困，那大千世界将迎来彻底的灭绝，就算是萧炎突破成为不朽大帝这种层次的强者，也依旧是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天邪神是比不朽大帝还要可怕的存在。圣神，相比起大千世界强者们心中的巨网，域外邪族的强者们在这一刻却是无比的狂热，内心更是无比的激动。他们都是知晓，伴随着天邪神的慢慢脱困，域外邪族一方将成为这漫长岁月争斗的真正赢家。一想到即将彻底的占领大千世界，他们的内心自然是十分的兴奋。不朽大帝，49000年的争斗，最终还是我赢了。巨大魔影站在大千化魔阵的上方，声音在天地之间隆隆作响。在这期间，更多的裂缝开始从大千化魔阵之上出现，令他脱困的速度更加快了几分。圣天魔帝，你做得很不错。天邪神终于将目光扫过了域外邪族。我本以为你们想要将我捞出来需要耗费最惨烈的代价，却是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能够提前数十年，在大千化魔阵陷入最虚弱之前就能将大千化魔阵攻破。黑色魔影伴随着力量不停地从大千化魔阵当中脱离封印，眼神看向圣天魔帝等一群人也是颇为的满意。圣神大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圣天魔帝缓缓低下头，向天邪神表示出最为虔诚的敬意，而后他的目光才缓缓地扫过了身边的炼天魔帝那高大的身影。圣神大人有所不知，在您沉睡的这段岁月当中，我族可是诞生了一位极为了不起的存在，他就是炼天魔帝。炼天魔帝是炎魔族当中领悟了火之大道的超级存在，如今的实力就算是比起当年的不朽大帝也是丝毫不弱。如果不是有着炼天魔帝的帮忙，我族想要将您救出，不知道要花费何等的代价。若是圣神大人能够好好栽培，他一定会成为我族的第2位神灵。圣天魔帝脸上满是虔诚，甚至主动推崇炼天魔帝。在他看来，如果炼天魔帝受到了圣神的赏识，那域外邪族的确是会诞生出第2位真正的神灵，从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而且炼天魔帝在此战当中的确是居功甚伟。只不过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他却是敏锐地发现，那原本魔威滔天、心情似乎十分不错的天邪神，在这一刻却是气息骤然大变。你说什么？他领悟了火之大道？天邪神的声音当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旋即便是滔天的杀意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惊惧从他的声音当中传来。无穷魔气凝聚之间，那漆黑魔影的脸庞在这一刻也是终于越发的清晰，正是天邪神真正的面容。伴随着大千化魔阵的渐渐松动，他的真身已经开始逐渐的凝聚，他的力量也令大千化魔阵崩溃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幕令大千世界的强者们更加的紧张，他们竭尽全力想要用尽各种手段去抵挡，可却被域外邪族的强者们也纷纷破解。而此刻天邪神却是已经无暇再顾及这些，他的脸庞凝聚之后，一枚巨大的树眼便是已经在他的额头位置瞬间睁开。下一刻，一道紫黑色的幽光便是直视那炼天魔帝的身影，那幽光直接洞穿了时空，似是一切强者都根本无法阻拦。可是当落到那炼天魔帝的身上之时，却是被一层黑色的火焰给轻易的阻挡。你果然不是我的族人。天邪神的身影越发的真实，此刻脸上的表情却是充满了寒意，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位于域外邪族最前方的炼天魔帝。什么？他不是我们的族人？这一刻，圣天魔帝和其他天魔帝都有些懵了。这炼天魔帝自从归来之后，这些年来在域外邪族搅动了多少风雨，闹出了多大的动静，可到最后也的确是他率领着域外邪族大军成功打过来了大千世界，并且顺利释放出了圣神大人。可是如今圣神脱困之后，却是说这炼天魔帝不是自己的族人。你们这帮蠢物，我创造的生命是不可能成为神灵的，也不可能领悟大道。望着那一群神色茫然的天魔帝们，天邪神眼神更加的冰冷，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炼天魔帝，最后双目一眯，一道庞大的魔气光柱便是撕裂虚空，直接朝着那炼天魔帝的方向轰击而来。这一招是天邪神手中都算不错的攻击手段，即便是他如今十分的虚弱，一旦施展出来，依旧是可以威胁到不朽大帝这等层次的战力。作为域外邪族的创造者，天邪神最是清楚，宇宙的规则永远是公平的，域外邪族所有的族群都是他用自身血脉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他们虽然看似生来强大，可冥冥之中的规则就已经注定，他
他们是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创造者的，甚至于，因为天邪神自身也不过是出生境巅峰，他们甚至永远不可能成为神灵，故而这炼天魔帝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族人。浩荡的魔气光柱带着可怕的威能，直接轰击在了炼天魔帝的身上，可怕的波动瞬间令周围一些弱小的魔帝都直接炸裂。然而魔气散去，天邪神的瞳孔却是微微一缩，因为在那炼天魔帝的身上并没有多少的伤痕出现，一层火焰蠕动之间已经将那可怕的力量给抵消吞噬。而这一刻，那一只未曾说话的炼天魔帝终于是开口了：哼，终于还是被你们发现了，不过很遗憾，已经晚了。明明是一个声音，却是突兀的在两个方向传来。浩荡的声音从两个方向传来，令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旋即大千世界的强者们脸上便是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对于这道声音，他们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声音正是那炎帝萧炎的声音。果然，随着众人的目光回过头去，便是一眼看到了那迈步而来的黑衣人影。除了萧炎，还能有谁？当萧炎出现的那一刻，即便是明知道天邪神无比的可怕，大千世界的众多强者们心中却依旧多出了几分信心，因为这个家伙可是总是创造奇迹的人啊。不过在内心庆幸的同时，很多反应灵敏的人却是想到了什么一般，表情瞬间变换，目光落在萧炎身上片刻之后，又径直投向了那站在域外邪族阵营当中的炼天魔帝身上。怎么回事？那炼天魔帝为何会发出跟萧炎一样的声音？在场的所有强者都不是傻子，一部分反应过来之后，其他人也是很快反应了过来。而当他们反应过来之后，一个荒谬却令人兴奋的想法却是缓缓地从他们的内心传来。难道说……想到这里，许多强者呼吸都是急促了几分，目光死死地盯着远方被天邪神和众多天魔帝包围的炼天魔帝。你是？相比起大千世界阵营所有强者的振奋，炼天魔帝身边的众多天魔帝在他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便是纷纷后退了一些距离，而后便是满脸杀意的化作一个包围圈，与天邪神一同将这个该死的家伙给包围起来。你根本就不是我族的族人，你从斗气大陆回来的那一刻就是假的。圣天魔帝站在众多天魔帝的最前方，此刻看着那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身影，眼中露出无比愤怒的杀意与痛苦。你他妈是萧炎！想到这里，圣天魔帝终于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一张慈悲与邪意交织的脸庞之上已经尽是狰狞。虽然在萧炎出现的那一刻，他的内心当中便是早已有了答案，可他的内心却是难以接受，自己耗费了域外邪族的资源，倾力帮助这个家伙成为天魔帝，然后更是将族中最珍贵的火焰混沌真焰拱手相让，到头来竟然是在一直资助域外邪族最大的敌人，这个曾经被整个域外邪族视为最大希望的炼天魔帝，竟然从一开始就是那炎帝萧炎的另一张面孔。难怪圣天魔帝身体都在颤抖，一瞬间炼天魔帝回到族中所做的所有事情在他脑海当中电光火石的划过，一切疑惑都彻底解惑。为什么这炼天魔帝回归族中之后就性情大变？为什么他会如此残忍地屠戮炎魔族本族的大量魔帝？为什么他会主动灭掉异魔族，对待同族的魔帝手段也同样如此的霸道凶残？为什么他回到族中之后，域外邪族在接连不断的有着魔帝莫名其妙的因为一些原因陨落，以至于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域外邪族就没了1/10的顶尖战力？为什么他去攻打摩诃古族，不但没有击杀一位圣品天至尊，却让雷天魔帝和大量魔帝都死在了那里？原来这一切本就是他计划之中的事情。望着圣天魔帝那悲愤异常，恨不得生撕了自己的表情，炼天魔帝那张冷漠霸道的脸上，此刻却是露出了一抹从未见过的阳光笑容。哼，若是没有圣天魔帝你的帮忙，我的这道魔帝分身想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倒是真的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呢。多亏了圣天魔帝你，让我少走了3-5年的弯路啊！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饶是以圣天魔帝的修为核心境，此刻都感到体内的魔气如同翻江倒海一般，气得险些吐血。混蛋，我杀了你！圣天魔帝面目狰狞，圣魔权杖出现在他的手中，顿时光芒大作，一道可怕的足以令圣品天至尊瞬间重创的光柱被他激发出来，朝着萧炎的方向狠狠爆射而去。作为回报，今天我就给你一个痛快吧。面对这可怕的攻击，萧炎却是眼皮子都懒得眨一下，连天邪神都无法威胁到他的魔帝分身，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圣天魔帝。只见他手掌一挥，无尽的黑色火焰再度凝聚成一只大手，瞬间朝着圣天魔帝的身上拍了过去。望着这一幕，那些原本围观的天魔帝一个个脸色大变，圣天魔帝同样感觉到巨大的生死危机从体内升起。这一掌若是落到他的身上，他怕是必死无疑。这萧炎的实力已经彻底的超越了圣品天魔帝的层次，击杀他们如同杀鸡一般简单。
混蛋，你怕是忘了本神的存在！千钧一发之际，滔天魔气在圣天魔帝的面前汇聚，瞬间凝聚成了一尊无比庞大的魔气盾牌。大手与盾牌撞击在一起，可怕的冲击令方圆亿万里的空间直接崩碎，众多天魔帝都是脸色巨变的再度倒退。幸亏此战双方出战的强者最弱的都是地至尊层次的战力，若是一些实力更加弱小的强者到此，仅仅这一个波动便是足以令他们被波及陨落许多。魔气盾牌硬抗住那大手之后微微一颤，却是大手和魔气盾牌便是已经彻底的消散。漆黑如墨的魔气本源凝聚之间，一名身穿白袍看似儒雅俊美的男子出现在了圣天魔帝的面前。当他站在圣天魔帝面前的那一刻，圣天魔帝已经是激动狂热的老泪纵横。圣神大人，对不起，是我不对，我看错了人啊！圣天魔帝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无妨，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说这些已经晚了。天邪神轻轻摇头，最起码因为这个所谓的萧炎，本神倒是提前一步破开了这该死的封印。念及于此，天邪神嘴角也是缓缓泛起一抹笑容。只见他手掌伸出，对着那下方的大千化魔阵遥遥一指。下一刻，那沉浸在此地49000年之久的大千化魔阵，在这一刻便是直接崩裂，一道道阵眼都是瞬间崩碎，大量魔气再度汇聚，疯狂涌入天邪神的体内。这一刻，天邪神终于将自己的魔气尽数收回，实力勉强恢复了些许。萧炎，天邪神目光盯着这高大的魔躯和远处的黑衣青年身影，眼底却是有着一丝隐隐的忌惮。你的实力已经堪比当年的不朽大帝，本神也是未曾想到，这大千世界无数年后竟然能够诞生你这种的绝世天才。不过倒是要感谢你提前破开了这大千化魔阵，否则本神要脱困而出还要费上不少力气。今日还算不上你我之间的大战，等到本神恢复到巅峰状态，再让你知晓本神真正的实力。他话音落下，身后无尽魔气升腾，似是要将整个域外邪族的大军笼罩带走。毕竟此刻正是他最为虚弱的状态，而这萧炎的一道分身都是能够堪比当年的不朽大帝，更何况是2道。故而天邪神的第一打算并非是迎战，而是要撤退休整。只是这样的想法却也同样在萧炎的心中有着。想到这里，他的魔帝分身纵然站在域外邪族的大军当中，也是怡然不惧，反倒是一脸玩味地望着那准备撤退的天邪神。你猜我为什么要将你放出来？这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意，仿佛是在询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一般。可当这声音落到天邪神和众多天魔帝的耳畔之时，却是令他们的内心都隐隐泛起一抹冷意。难道这也是这萧炎计划的一环不成？若是如此，那岂不是说他有着吃定天邪神的把握？想到这里，就算是天邪神的内心都隐隐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雕虫小技罢了，当年不朽大帝燃烧生命，都是在本神故意诱导才能将本神封印。你就算堪比当年的不朽大帝，甚至比他更强又如何？天邪神冷笑一声，身影却是不再犹豫，立刻带着域外邪族大军准备撤退。虽然他根本无惧所谓的半步主宰，可却也生怕这萧炎有什么可怕的阴谋。毕竟现在的萧炎的确是能够威胁到他的存在了。呵呵，将你放出来，自然是有要用得到你的地方。这一刻，萧炎的魔帝分身却是诡异的一笑。下一刻，他远在大千世界阵营的本尊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动了。只见他的本尊直接走出，下一刻滔天的气息爆发，轰隆隆！在这可怕的气息之下，萧炎身边的所有天至尊都是忍不住脸色一变，在那可怕的气息之下，都有种想要朝着萧炎跪伏的冲动。好在这仅仅只是冲动，还不足以令他们直接跪下去，否则今日的他们怕是要丢脸丢大了。一种与天至尊乃至所有生灵都完全不同的气息，就连萧炎身上的力量都在无声无息的转变。虽然这变化的波动并没有那般的惊世骇俗，却是令人心颤。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伟力，一丝一毫都足以令天至尊都感到可怕的压力。是神力，你踏入神灵境界了。天邪神脸色微变，神力那是属于神灵独有的力量，一般来说，只有真正踏入到出生境的神灵才能拥有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每一个踏入神灵境界的生命所独有的力量，与自身的生命彻底融合，是无尽能量的凝聚，一丝一毫都能爆发出极为可怕的威能。如天邪神，他的神力便是独属于自己的一种邪神之力。而当年的不朽大帝虽然已经达到了半步主宰之境，但本质上却依旧是使用的灵力这种能量。他虽然能够发挥出堪比出生境初期甚至中期的力量，但实际上是有着大千世界的世界意志加持才能做到如此。其本身的实力其实不过是刚刚触摸到出生境的门槛而已。而想要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名字，便是需要自身力量真正的迈入到神灵出生境。
唯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在苍穹榜上留下自己的完整名字。而若是在苍穹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在完整世界意志的加持之下，强者便是能够在大千世界当中发挥出世界境的实力。而这萧炎在未曾借用苍穹榜的世界意志之下，便是直接踏入到了神灵境界，这简直是相当的不可思议。可是，在不可思议之后，天邪神内心便是无比的恐惧。他明白，一旦那萧炎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名字，就算是自己的全盛时期都不是此人的对手，就更不要说自己现在的状态了。撤退！天邪神怒吼一声，无尽魔力迅速包裹住所有魔帝强者，化作一道黑色流光，朝着远处疾驰而去。至于那些魔将魔王，在被他的黑色魔光笼罩之后，却是一个个瞪大了双眼，瞬间炸裂成一道道魔气，被天邪神吞噬。圣神大人！天邪神的魔光当中，一名名魔帝望着这一幕，都是脸色微变。这数十万魔王魔将、帝至尊，可都是各族无尽岁月积累的强者，如今这么一个瞬间的时间里，竟然就被天邪神尽数吞噬了。这样的一幕，实在是令他们胆寒。他们是为族群战死，这是他们的荣光。天邪神的声音带着无尽凌冽的寒意。域外邪族的这些族群，本就是他创造出来的麾下，力量与他同出一源，自然可以被他轻易吞噬。只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是不想直接吞噬这么多手下，毕竟这些家伙都是有用的。可是萧炎带给他的危险感实在是太过可怕，令他不得想尽办法尽快恢复实力，否则他今日真的会有着陨落之危。吃吃！当数十万的帝至尊大军被天邪神尽数吞噬之后，他体表那原本暗淡许多的魔光，在这一刻已经浓郁到了极致，一双眼睛在这一刻也是冷冷地盯着萧炎的身影。实力恢复了80%，虽然在这大千世界当中依旧难以击杀你，但你想要留下本神，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天邪神冷笑一声，身形夹带着数千位魔帝迅速逃逸。萧炎，此事没这么容易结束，本神早晚有一天会杀回来的。天邪神内心嘶吼，眼中却是带着不甘。同为神灵，他实在是太清楚，当大千世界诞生出一位真正的主宰之后，他是根本拿这里没有办法的。49000年的努力，如今已经尽数化作尘烟了。除非他也能侥幸突破到世界境，否则这大千世界他是永远不可能占领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邪神心中正想着，却是忽然脸色一变，因为不知何时，他的面前已经有了滔天的绚丽火焰环绕，将他死死地拦住。就凭这！天邪神冷哼一声，手掌直接化作掌刀劈出，一道可怕的黑色光芒瞬间撕裂天地，可怕的力量足以轻易将一位圣品巅峰撕裂成2半。吞噬了数十万魔王魔将之后，他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80%之多，要比很多出生境后期还要略强一些。他不信萧炎这点手段就能将他拦下。可怕的黑色光芒划过，令周围的大量绚丽火焰都受到冲击。即便是萧炎的帝炎如今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层次，可想要拦住天邪神依旧是没有这么容易。不过虽然绚丽火焰在被不停的湮灭，可是那黑色光芒却也同样被阻拦了许多。当天邪神好不容易快要将绚丽火焰撕裂出一条通道的那一刻，一尊巍峨高大的黑色身影却是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炼天魔殿，天邪神身后的众多魔帝们一个个咬牙切齿，看向那巍峨身影的目光恨不得将之生吞活剥。这个该死的东西竟然将整个域外邪族都蒙骗了过去。他们这些天魔帝忙碌了半天，却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强者竟然是敌人的一具分身。抱歉，你今天怕是走不了了。萧炎魔帝分身平静地站在天邪神的面前，平淡的语气却是带着隐藏的杀机。同一时刻，他的本尊已经来到了天邪神的身后，本尊和魔帝分身一前一后，刚好将天邪神彻底的包围起来。就凭你！被萧炎的2道分身给包围，天邪神那张俊美的人类脸庞之上狰狞之色愈发的严重。他终于不再掩饰，滔天魔气在这一刻瞬间爆发，顷刻间，一尊巍峨亿万丈、高度近乎达到大千世界天穹的巨大魔像瞬间出现，可怕的气息扩散，令远处大千世界的无数生灵都感到惊恐。这一刻，他是真正的暴露出了自己的魔神之身，巍峨亿万丈的魔躯遮天蔽日，9颗巨大的血眼分布在躯体的9处，每一颗眼睛都仿佛可以轻松毁灭一道超级位面。圣神，杀了他！伟大的神，斩杀这个家伙，让他知道得罪我族的下场。当着魔像出现的那一刻，域外邪族的无数魔帝都是眼神狂热，欢呼着，似乎天邪神下一刻就能将萧炎斩杀。而大千世界一方的强者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即便是心中对于萧炎有着些许的信心，却也同样感到不安。当年的不朽大帝与天邪神的战斗，虽然看上去仅仅只是后者略占上风，可当年的天邪神显然是放水了不少，是故意要被不朽大帝封印的。
而如今他与萧炎的战斗却是真的爆发了近乎全部的实力。这样的手段，就算是不死之主这位不朽大帝的老臣子当年也是未曾见到过。你们都往后退！面对如此可怕的威势，萧炎淡淡的声音却是在众人的耳畔响起。他与天邪神接下来的战斗的确会是十分的凶险，不是对于萧炎自己，而是对于这些大千世界的强者们而言。毕竟到了他们这一层次，每一招攻击都足以直接轰碎普通的超级大陆，击杀寻常的圣品天至尊，即便是一些战斗产生的余波，都足以轻易灭杀圣品之下的所有存在。闻言，那大千世界一方的众多强者们也是纷纷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乖巧的疯狂后退，直到退出足足数亿里的范围才缓缓停止。他们都是明白，以他们的实力已经无法插手这种层次的战斗，傻乎乎的上去不但不能帮忙，反而是添乱。如今这大千世界的命运已经完全在那天邪神和萧炎的手中掌握，胜的那一方将带领着他的族群彻底的翻盘。感受着身后众人在不停的后退，萧炎本尊嘴角也是缓缓的露出一抹笑容。天邪神，在你破风出世之前，本帝曾经炼制出了一枚混元神丹的雏形，只不过这绝世神丹虽然强大，却也少了一副最为关键的要义。萧炎目光扫过天邪神，嘴角的笑容却是令天邪神都感到一丝寒意。这混蛋的意思他似乎已经隐隐明白，只不过他怎么能够炼制出混元神丹这种东西？那时的他显然还没有达到神灵啊，而且他竟敢拿自己，他怎么敢？找死！或许是因为萧炎的冒犯，又或者是感到了一丝恐惧，天邪神不再犹豫，手中的滔天魔气瞬间凝聚成了一杆长达上亿丈的巨大魔枪。魔枪所过之处，大千世界的空间就如同纸糊的一般轻易碎裂，那可怕的光芒似乎可以刺穿天穹，可以将大千世界的位面魔壁都轻易捅出一个窟窿。既然你不识相，那本神今日就斩了你，也将你大千世界真正占领。天邪神不再多言，长枪瞬间划过，可怕的魔光似是可以将整片天地都给污染一般，瞬间令周遭的空间都变得漆黑一片。他已经不想废话，萧炎不同于不朽大帝，他是真正靠着自身力量跨入神灵的，没有借助世界意志就有着这般可怕的力量。若是借助了世界意志的帮助，他今日怕是真的危险了。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尽快诛杀萧炎本尊，这样或许还有着翻盘的机会。哈哈，来得好！面对那可怕的魔气长枪，萧炎却是哈哈一笑，手中无尽绚丽火焰翻腾，瞬间化作一尊巨大的火焰熔炉，将长枪格挡。咚！火焰熔炉与魔气长枪碰撞在了一起，瞬间产生的可怕威能，直接令方圆亿万里的空间直接湮灭。那足以令超级位面都直接消失的可怕动静，令远处观战的一群天至尊们都感到心颤。同时，早就被天邪神收入体内的那些魔帝也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这才是真正属于神灵层次的交手。与之相比，圣品天至尊之间的战斗当真是如同小孩过家家一般。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那火焰熔炉却是被轰然轰碎，令大千世界一方的强者们都是忍不住脸色一白。那天邪神对付萧炎，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吗？众人心中不敢相信，若是如此，此战岂不是又要输了不成？长枪扫过那黑衣青年的身影，将之轻易刮成了烟粉。天邪神却是忍不住脸色微变。同为神灵，他最为清楚神灵与神灵之间的差距。到了他们这种级别，浑身力量都已经蜕变为了神力，与灵魂几乎融为一体。若是没有外物的攻击，那生命真的可以说是不死不灭。即便是遭到攻击，可那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也足以做到滴血重生。同一境界的神灵，压制对方容易，击杀对方却是很难。即便是出生境巅峰的力量是出生境初期的数倍甚至近10倍，可也很难快速击杀对方。想要快速击杀对方，除非实力比对方高出一整个境界才有可能。所以这萧炎根本不可能被自己如此轻易的击杀。念及此处，天邪神的巍峨魔躯以一个极为可怕的速度迅速调转，长枪之上带着可以瞬间湮灭一座超级大陆的威能，朝着一个方向的空间刺去。嗡！两道无形的波动被这长枪刺中，却是萧炎的本尊和魔帝分身。只见两道身躯之上，黑色火焰与绚丽火焰交织，形成一个诡异的太极图案，而后便是轻易地拦下了这毁天灭地的一枪。可怕的冲击直接被这火焰太极图给拦下，萧炎的本尊和分身轻飘飘地倒退了一段距离，身上却是没有丝毫的伤势。望着这一幕，天邪神那巍峨魔像之上的表情越发的阴沉凝重，而这时萧炎的嘴角却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只见两道萧炎的身后，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一尊白袍萧炎，正是萧炎的灵力分身。三道萧炎同时出现的那一刻，天邪神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远处观战的大千世界强者们同样面露震撼之色。
一气化三清，这是天地的一气化三清，难怪这萧炎竟然能够有分身。大千世界的强者们虽然震撼萧炎是何时学会的这一气化三清，可此刻内心却是更加的激动，因为当萧炎的灵力分身出现之后，魔帝分身和灵力分身便是已经自动燃烧了起来。是的，到了萧炎如今的层次，一气化三清对他的帮助已经不大了。这毕竟只是诞生于大千世界内部的绝世神通，固然手段足以令神灵惊叹，可也无法突破到世界境的门槛。到了神灵境界，想要分出新的足以与本尊媲美的分身，便是需要创造新的神灵秘术。萧炎能够让2道分身都达到出生境层次，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吃，伴随着2道分身燃烧，融入到本尊当中之后，萧炎的本尊气息开始再度暴涨了起来。他的魔帝分身吞噬了域外邪族的无数火焰，更是吞噬了原始真焰这一超级火焰。论其火焰的力量和肉身战力，甚至要比本尊更胜一筹。而灵力分身虽然连神灵门槛都未曾踏入，却是在斗气大陆的蜕变当中积累极深，也要比寻常的圣品天至尊巅峰还要可怕许多，至少也是青山剑圣这一级数的力量。2道分身燃烧的力量迅速融入本尊，令萧炎的气息瞬间暴涨，很快就达到了出生境中期的层次。当所有力量尽数归于一身之后，萧炎也是终于笑眯眯地看着那天邪神的巍峨魔像。天邪神，这一世重新回归神灵的实力，倒是可以拿你先练练手了。萧炎哈哈一笑，体会了你这魔神之体的力量，接下来就让你试试我这炎神之体的实力吧。话音落下，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整个大千世界忽然都开始隐隐泛红了起来。只见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火属性能量开始朝着萧炎的方向疯狂的汇聚，在那么一瞬间，仿佛整个大千世界的火属性能量都汇聚到了萧炎的身边。眨眼之间，一尊同样身高超过1丈的巍峨身影出现在了天地之间。他通体被绚丽的美丽火焰所铸就，巍峨的躯体之上有着一道道火焰凝聚成的战甲，战甲之上雕刻着精美的符文，仿佛天地大道的外显。在这巍峨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大千世界的火焰力量都仿佛在对着他臣服。他就是火焰当中的神灵。这道身躯已经不能再用炎神法相来定义了，它是萧炎实力的外显，已经可以直接称呼为炎神之躯。混蛋，你怎么可能将火之大道领悟到这样的层次？当这巍峨身躯出现的那一刻，天邪神的魔像脸庞之上都是露出了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旋即便是更加的狰狞。比起其他强者，同为神灵层次的他才更加清楚萧炎如今的实力到底有多可怕。他竟然掌握了完整的火焰大道，这可是许多创世境的神灵都未曾达到的境界啊！高贵如他这种先天神灵，诞生之初也仅仅只是对一种大道有着些许理解，经过无数岁月，高屋建瓴之下，才对普通的基础大道略有了解。可是这萧炎却是掌握了完整的火之大道，直接调动了整个大千世界1/3的火焰能量，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神体仅仅只停留在出生境中期，他怕是能够抽干整个大千世界的火焰之力吧。出生境中期的神体力量还是难以直接驾驭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火属性能量啊。萧炎巍峨的炎神之躯也是微微一叹，大千世界作为一方大世界，其中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就算是世界境也不可能完全驾驭。他虽然掌控了完整的火之大道，但神体力量终究是弱了一些，无法承载所有的火属性能量。不过哪怕仅仅1/3，也是整个大千世界火属性能量的1/3，对付这天邪神是够用了。念及此处，萧炎已经是不再犹豫，高达上1丈的巍峨神躯瞬间跨过遥远距离，再度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了天邪神的面前。今日就拿你重新体验一下我这炎神之躯的力量。话音落下，无穷无尽的绚丽火焰已经在瞬间凝聚成了一道巨大无比的手掌掌印。那掌印虽然仅仅只有萧炎的炎神之躯手掌大小，却也足足有着1000万丈巨大，其中的可怕威能令天邪神都是瞳孔一缩，至于其他围观之人，更是感觉一旦被轰中，便是必死无疑。炎神印，淡淡的声音落下，巨大的手掌已经携带着那巨大的掌印从天而降，朝着天邪神的脑袋狠狠地拍了过去。哼，就凭这一招就想击败我？天邪神冷笑一声，无尽魔气在双掌凝聚，也是瞬间化作2道巨大的掌印。圣神印。话音落下，他2只手掌骤然抬起，与萧炎的炎神印重重地轰击在了一起。轰隆，宛如天地坍塌，星辰炸裂，可怕的波动再度肆意席卷着方圆亿万里的天地。此刻双方战场的亿万里天地早已被可怕的力量肆虐成了一片虚无，连空间都直接化作了粒子流。而后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那天邪神巍峨庞大的身躯便是径直朝着下方坠落。望着这一幕，大
大千世界所有的强者都是微微一怔，旋即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很显然，在这一波的交手当中，萧炎显然是占据了上风。轰隆！天邪神庞大的魔躯径直坠落在北荒之丘之上，可怕的冲击力瞬间令这座超级大陆都出现了一道道绵延无尽的裂缝。他巍峨魔像之上的面孔充斥着不可思议，还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狰狞。你的力量怎么可能强到了这种程度？天邪神满脸的不可思议。方才那一掌就仿佛一座火焰大世界从天而降，其中的威能甚至已经达到了出生境的极限，甚至无比的接近世界境了。这种力量，就算他全盛时期想要发挥出来都颇为的困难，以他如今仅仅恢复了80%的力量，的确是很难抗衡。对于这一点，萧炎没有丝毫的回应，只是双掌之上各种神灵秘术显现，可怕的威能一波接着一波，朝着天邪神便是狠狠地招呼了过去。随着自身实力达到出生境中期，他一旦催动火之大道，那可怕的威能便是可以直接堪比出生境巅峰，几乎相当于天邪神的全盛时期。而他前世身为合道境的大能，自身随手创出的这些招式都是创世境神灵才能创造出的神灵秘术，如混沌熔炉、炎神之体更是被他推演到了合道境神灵秘术，威能是何等的可怕。故而即便是不借助任何的外力，他都能够轻易发挥出世界境门槛的实力。在这等力量面前，就算是天邪神的全盛时期都完全不是对手，更何况是现在。轰隆隆，一种种可怕的神灵秘术仿佛不要钱一般的从萧炎的手中不断施展出，可怕的威能令人无比的心颤。天邪神竭力抵抗，可每一次抵挡都是落入下风，偶尔一个闪避不及，萧炎的攻击一旦落在身上，那便是令他魔躯都受到了重创。在他体内，那数千位魔帝和远处观战的大千世界强者们望着这一幕，更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这两尊神灵一般的存在交手，威能实在是太过可怕，每一次撞击产生的余波都是足以毁灭一座超级位面，尤其是萧炎的攻击，那是更加的可怕。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恐怕就是山海大陆那种10大超级大陆都抗不过其一掌。因为在两人脚下的北荒之丘，此刻已经彻底的在两人的战斗余波当中粉碎。好在这北荒之丘本就环境恶劣，其上生存的生灵都是比较强大稀少，而不死之主一脉在撤退之时就已经带走了所有生灵，否则在这可怕的战斗余波之下，就算是不死之主都没有保命的把握，更别说是别人了。轰隆，炎神印再度狠狠落下，直接将天邪神那巨大的魔像脑袋都给砸碎了一半。天邪神庞大的身躯被萧炎直接狠辣地摁在大地之上，可怕的冲击早已令亿万里的海水都化作了虚无。北荒之丘早已消失不见，曾经同样名列10大超级大陆的顶级位面，此刻已经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在那深坑的中央，天邪神发出狰狞的怒吼，双目已经变得无比的赤红。萧炎，这是你逼我的！天邪神发出一声狰狞的尖笑。多少年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这般屈辱了。自从他诞生以来，除了当年天元界的祖龙让他如此的被动，就算是那后来的元尊周元，也是未能如此羞辱他。当年那一战，他的前身虽然战死，可毕竟也算死得体面，哪像今日这般，竟然被人如同打狗一般按在地上痛打。短短半炷香的时间，他的魔神之力都已经足足消耗了1成。今日若是再不做狠心，我怕是真的要陨落在这里了。天邪神心中愤怒的同时，同样也开始畏惧萧炎的实力，因为他发现这萧炎怕是真的有着击杀他的可能。念及于此，他心中已经是不再犹豫，培养你们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让你们为本神奉献了。天邪神内心一横，在他胸口位置，那原本被他收起来的众多魔帝们，便是有着许多瞬间脸色大变。神，圣神！一位位魔帝发出惊恐的嘶吼，而后瞬间爆炸成了一团血雾。眨眼之间，足足3000位幽魔帝瞬间炸裂，无尽的魔帝血肉、魔气、魔元，甚至是魔魂都被瞬间吞噬。仅仅一个念头，域外邪族数万年积累的幽魔帝便是瞬间少了一半。不要怪本神，若是今日本神败了，你们都得死在这里。天邪神仅仅留下这么一句话，那无尽的魔气便是瞬间填补了他的魔躯。一瞬间，他那原本还有些虚弱的实力，终于彻底恢复到了巅峰。3000位幽魔帝的魔体魔魂，最终恢复了他最后的3成实力。虽然如此，天邪神的内心同样滴血。想要培养一名魔帝强者，即便是对他而言，除非是耗费心思，否则也不是那般容易诞生的。3000名幽魔帝，若是想要直接催生，不知道要花费多大的代价。不过好在，幽魔帝虽然难以培养，还是可以直接催生出来的。对天邪神而言，最重要的还是那30多位天魔帝，这种层次的手下，即便是以他的实力，也是难以直接培养，需要岁月的不停积累。只要这30多位天魔帝的麾下还在，那他的手下
便是还有人可用。只是当下的天邪神很快就没有了心思去想这些事情，因为他无奈而愤怒地发现，即便是消耗了3000幽魔地，让自己的实力恢复到了巅峰时期，可他依旧不是萧炎的对手。虽然不像方才那般凄惨了，可是依旧是处于下风，被萧炎压着打。混蛋，混蛋，你怎么可能这么强？两尊巍峨异丈的庞大身躯在原本北荒之丘之下的巨坑当中不断的厮杀，天邪神却是越发的憋屈。憋屈过后便是彻底的疯狂。他如今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出生境的巅峰，可以说在所有出生境的神灵当中都算得上是极为靠前的战力了。只是萧炎在各种神术施展之下，却是达到了世界境的门槛。他那些曾经令不朽大帝无比头疼的可怕攻击，在萧炎面前却是可以随手挥散。想要战胜萧炎，他也只剩下了最后一种手段。念及于此，他那魔像内部的本体已经是轻松划破了指尖，滚滚魔血瞬间划过身躯之上的9道魔眼。魔技9目。话音落下，他的9颗魔眼之上便是燃烧起了熊熊魔炎。魔炎燃烧，天邪神发出凄厉的嘶吼，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越发的狰狞。萧炎，逼得我动用这最后一招，你也是值得庆幸了。话音落下，9颗眼睛已经化作了虚无，最后在其眉心处化作了最后的一道魔眼。在那可怕的魔瞳面前，仿佛天地都可以被轻易污染。远处的圣品天至尊们看到这一幕，更是脸色大变，连忙各自施展手段护住身后的大千世界强者。在那邪幕面前，他们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都隐隐有着被污染的迹象。若是天至尊之下的生灵，仅仅看上一眼，就有着被污染成域外邪族的风险。这就是天邪神最后的底牌。祭9目，化10目。当第10目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天地都是化作了一片寂静，似乎所有生灵都在被这一招给狠狠地震撼住了。燃烧了9目，开启第10目的天邪神此刻已经将自身潜能发掘到了极致。这一刻，他的实力同样跨入到了世界境的门槛，甚至可以说是稳稳的堪比世界境初期。虽然这种状态代价极大，不但耗费了他大量的寿元，甚至连神力根本都燃烧了许多，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但不得不说，此刻的天邪神拥有的力量的确是无比的可怕。只可惜他遇到的是一个重生了一次的萧炎，一个前世达到和道境的萧炎。故而在那第10目出现的那一刻，萧炎没有丝毫的停顿，无尽火焰在天空当中凝聚，瞬间化作了一道宛如6道轮回一般的巨大轮回盘。而后一道足以焚灭数座超级位面的庞大火柱便是直接朝着天邪神的第10只邪目狠狠地爆射而去。佛怒轮回。如今的佛怒轮回已经可以直接焚灭一尊普通的出生境神灵。呵呵，你以为现在的你还能奈何得了我吗？天邪神冷笑一声，他耗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不说是击杀萧炎，但想要从对方的手中逃走，他却是有着十足的把握。于是他的第10颗眼睛在这一刻也动了。10目魔像，吞灭乾坤。伴随着天邪神的低吼，他背后那可怕的魔像再度爆发出无穷无尽的魔光，只不过这一次那魔像的头顶却是有着一枚更大的邪目出现。魔像之上，第10目骤然爆发出一道堪称无边无际的巨大魔光，朝着萧炎的方向爆射而出。望着这一幕，大千世界的强者内心都是瞬间紧张起来。显然这道魔光的威能还要比天邪神方才的所有手段都要可怕的数倍不止。不死之主作为当年参与过那一战的老人，甚至认为就算是不朽大帝复生，又能否硬抗下这一招？原来这才是天邪神的真正实力。只不过面对这可怕的一击，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惊慌，反倒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很好，终于把你的10目状态给逼出来了。只有这种状态下的你，才真正适合作为一枚世界境大丹的药引啊！话音落下，无尽的绚丽火焰在萧炎的面前凝聚，一尊巍峨的巨大火焰熔炉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火焰熔炉缓缓旋转，炉口缓缓对准了那庞大魔力光柱，然后默默地接下。没有丝毫的巨大动静，那令所有人心惊胆战的庞大魔气光柱落入到那火焰熔炉当中之后，却是没有半点的波澜，就仿佛石沉大海一般。但实际上，这无比可怕的光柱却是在这一刻被混沌熔炉给吞噬。天邪神，倒是要谢谢你，若是没有你和你身后的域外邪族，本地想要积累够突破到世界境的能量，怕是还需要很久呢。萧炎淡淡的笑声在天邪神耳畔响起，却是令对方的内心如坠冰窟。自己引以为傲的底牌，堪称最为可怕的攻击手段，在这一刻竟然对于萧炎没有半点的作用，被对方轻易的化解。而且听着萧炎的意思，他似乎是在故意逼迫自己施展第10目。这一刻，天邪神彻底的慌了。一魔化阿鼻，魔域降临。他再度低吼一声，那庞大的魔神之像忽然骤然爆开。这一刻，
他体内除了30多位天魔帝之外，所有魔帝都彻底爆开，化作无尽滚滚魔流，朝着大千世界的四面八方涌去。这是他最后的搏命手段，是他逃跑的唯一生机。只不过，当他魔像爆开的那一瞬间，无穷无尽的火焰却是缓缓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火焰凝聚之间，已经化作了一层厚厚的炉壁。不知何时，一尊巍峨的不知尽头、面积堪比一座超级大陆的巨大火焰熔炉，已经屹立在天地之间，死在本地最强大的神灵秘术之下。你也可以引以为傲了。萧炎站在天空当中，任由那无尽的魔气洪流冲过混沌熔炉的炉壁，却是始终难以冲破这层阻碍。他手中印结缓缓凝聚，一道道宛如大道展现的神气纹路缓缓出现在混沌熔炉之上，令混沌熔炉的威能再度暴涨。这才是真正的混沌熔炉。混沌熔炉，这道在萧炎圣品天至尊时代就创造出的绝世神通，伴随着他后来实力越来越强，早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属于和道境大能的神灵秘术，是真正的纵横寰宇的顶尖绝学。而随着萧炎的修为踏入到了神灵层次，这道大能级别的神灵秘术终于真正发挥出它可怕的威力了。只见那炉壁之上，一道道宛如大道外显的道纹凝聚，轻易地阻拦住了天邪神的任何手段，任由对方如何的挣扎，都是根本无法逃跑。无数魔气洪流当中，一条魔气洪流化作一张狰狞脸庞，正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这可怕的混沌熔炉。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秘术？怎么会如此的可怕？天邪神发出狰狞怒吼，内心却是越发的冰凉。他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巨大的火焰熔炉便是方才吸收自己那魔光攻击的熔炉。只是这熔炉的威能怎么可能这样的强？他费尽心思之下，每一道魔气洪流都达到了世界境的门槛，可是这般可怕的力量，竟然连那火焰熔炉的炉壁都冲不破。一个撞击上去，便是被其上无比可怕的火焰大道反弹了回来。甚至就算天邪神再度将魔气汇聚成一道魔气长枪，拼尽全力也只是令那炉壁变形，根本无法彻底的突破对方。不必挣扎了，今日你和你麾下的这些魔帝都将成为本地的迈入世界境的养料。萧炎站在混沌熔炉的上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那拼命挣扎的天邪神，却仿佛在看待一条躺在砧板上的鱼。只见他心念一动，那炉壁之上的一道道火焰大道所凝聚成的道纹，在这一刻竟是如同活了过来一般，很快便是化作了足足981条蜿蜒的火焰神龙。火焰神龙腾空跃起，而后便是径直朝着天邪神的方向撕咬而去。那魔像爆炸所化作的亿万道魔气洪流，在遇到这些火焰神龙之后，便是没有半点反抗之力的被吞噬掉了。望着这一幕，天邪神内心再度一寒，苍茫汇聚那无数魔气，想要再度凝聚魔躯。然而那81条火焰神龙却是将其很快束缚，每一条神龙的身躯之上都有着堪比神灵的力量，那可怕炽热的高温更是将天邪神那可怕的魔神之力都给焚烧分解。在这般可怕的高温之下，天邪神感觉自己的神力都在快速的流失，任由他施展出各种手段，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魔神之力被分化成了无数份，然后被那一条条神龙炼化吞噬。而这一刻，那站在混沌熔炉上方的萧炎也是终于拿出了一枚闪烁着氤氲光泽的丹药。丹药当中所蕴含的可怕能量，足以令出生境神灵都为之侧目。而这还仅仅只是一枚除丹而已。本帝说过，这枚世界境大丹如今还缺少你这么一位主要，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萧炎淡淡的笑声在天邪神耳畔回荡，却是令他终于产生了一丝恐惧。所以既然你来了大千世界，那就不要走了，乖乖留下给本帝作为主材料吧。萧炎笑声落下，那磅礴无边的混沌熔炉竟然开始缓缓地转动起来。伴随着混沌熔炉的转动，天邪神瞬间感觉仿佛有着无数道位面都挤压在自己的身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巨力正在以一个奇异的角度不动地撕扯着他身上的魔神之力。在这诡异的撕扯之力下，他的魔神之力分解得更加迅速，而那81条火龙缠绕则是更加迅速地吞噬着自己的力量。不，天邪神发出最后的嘶吼，他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消失。他一双目光最后渴求地望着那站在高空俯瞰自己的萧炎。萧炎，放了我，我错了，我今后再也不来大千世界了。没用，这大千世界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萧炎笑着摇头，我愿意给你为奴，我可是出生境巅峰的先天神灵，将来完全有希望成为世界境。天邪神继续求饶，萧炎却是依然摇头，糊涂啊，炼化了你，我本身就可以成为世界境。萧炎不为所动，反而加大了炼化的速度。不光是你，整个域外邪族都将成为我的资粮。你！天邪神瞪大了双眼，眼中满是绝望。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魔啊？闻言，萧炎只是撒然一笑，
一个只知道侵占和毁灭的先天魔神，和一群被他制造出来用来毁灭的族群，这样的族群灭杀起来是不会有半点的犹豫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代表宇宙毁灭的一端，放过他们，谁放过大千世界过去陨落的无数生灵和强者呢？只见他手中的混元神丹缓缓转动，一道道从天邪神体内抽出又被重新炼化的崭新神力被慢慢的灌注其中，得到了这最为关键的一味主药。这圣神丹终于发挥出了真正的光芒，光华闪烁之间，一股深沉厚重宛如一方世界的气息在其中酝酿。大千世界的强者们震撼地望着这一幕，只见那宛如一方超级位面一般庞大的火焰熔炉内部，透过无尽的绚丽火焰魔壁，依稀可以看到无数魔影挣扎想要逃跑，却被那绚丽的火焰不断蚕食吞噬。火焰熔炉每一次旋转，可怕的火属性能量运转的都令人心颤，恐怕就是圣品天至尊落入其中也会轻易化作飞灰。而在这可怕的火焰熔炉上方，一枚闪烁着氤氲光泽的绝世大丹正在缓缓酝酿。而这一刻，那火焰熔炉的主人在此刻也是终于缓缓地动了起来。只见萧炎一身黑袍震荡，火焰飘扬，纵横战场，气盖山河。他牢牢占据上风，口中呼吟道：早岁已知世事间，仍许意气荡心间。3年之约磨心性，火海沉浮助命途。千言万火终成地，身容万法悟混沌。今朝一念吞邪神，炼丹炼魔还炼天。话音落下，混沌熔炉的旋转速度再度暴增，天邪神凄厉的吼叫在其中不断的传出，令众人心底都是忍不住产生一抹寒意。那般可怕的天邪神，如今在这火焰熔炉当中，竟然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不过在震撼惊惧的同时，他们的眼中却同样有着一抹前所未有的狂喜。大帝，我们胜了！不死之主呆呆地望着那火焰熔炉当中疯狂挣扎的身影，浑浊的老眼已经被泪水打湿。老家伙，我们赢了！真龙帝此刻也是双目泛红，这坐镇整个神兽一族数万年的领袖人物，此刻同样是无比的激动。他们都是从49000年前那场可怕的大战当中存活到现在的几位超级强者，也唯有他们才知道当年那一战是何等的惨烈，大千世界一方付出了何等的艰辛，陨落了多少的强者。对于这一天，他们已经等待了49000年。故而当看到那曾经令整个大千世界都无可奈何的天邪神，在如今却是被萧炎如此轻松的蹂躏之后，他们心中的心情则是最为复杂。与他们相似的还有很多活了上万年的老牌天至尊们，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49000年前的那场大战，可这些年来也是与域外邪族发生了不少的战斗，彼此都有好友陨落在对方的手中，故而他们同样的无比激动。至于那些年轻一些的天至尊，则是没有这般多的感慨，只是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那般的狂热，心中升起一种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至于斗气大陆一方的众多强者，如萧玄、薛二药老等人，则只是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笑容虽淡，可任由任何一人都能看出，他们的脸上满是骄傲，因为那个降服了天邪神的家伙，可是他们的家人，是斗气大陆的共主。不过在场当中最为狂热的，却并非是不死之主和真龙帝，也不是一群年轻的天至尊们，而是那一位位身负炼丹之术的炼丹大宗师们。这一刻，他们看向那黑袍身影的目光，已经不能用狂热来形容。在众人的观察当中，他们几乎已经快要激动地跪了下来。这才是真正的炼丹术啊！不错，炎帝今日所炼之丹，才是无辈炼丹师毕生追求的终极神丹。只可惜，老夫今生怕是没有机会炼制出如此丹药了。万古青草原之主和丹神族族长激动的唇角都在颤抖，在他们的身后，近100位炼丹大宗师看向萧炎的目光，同样如同最忠诚的信徒。今日，他们终于看到了超越大千世界炼丹理论极限的丹药，这才是真正的天地为炉，阴阳为炭。用一尊曾经令大千世界陷入绝望的邪神作为主药，这是何等气魄！而此刻，那位于混沌熔炉当中的天邪神，体内的力量却是已经在不断的流逝。任由他如何疯狂的凝聚自身的力量，在那火焰熔炉旋转之间，一条条火龙便是主动去撕下他的神力，然后分解炼化，重组之后融入到那天空当中的神丹当中。短短3天的时间，他那原本发挥到极致的力量已经被抽取了大半，浑身的魔气都是变得稀薄了许多。而这一刻，他体内那30多位天魔帝，此刻终于是随着这魔神之力被不断的吞噬而暴露出来。萧炎，萧炎，都是我瞎了眼啊！我是圣族的罪人。圣天魔帝站在最前方，一双眼睛血红的盯着天空当中那道黑袍身影。而此刻，萧炎的目光也是终于透过那层薄薄的神力，看到了其中的30多位天魔帝。这些天魔帝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充满了怨毒，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倾尽全力帮助的家伙，
最后竟然会毁掉整个域外邪族。哼，若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想要走到今天这一步，还真的要多耗费几年的光景。萧炎扫过圣天魔帝等人，说出的话却是令这些天魔帝都险些吐血。看在大家相识一场的份上，本帝今日便是给你们一个痛快吧。萧炎淡笑一声，眼中没有丝毫的怜悯。这些家伙每一个手上都沾着大千世界无数生灵的鲜血，今日若是让他们胜了，那自己的家人朋友怕是会死得更加凄惨，甚至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折磨。话音落下，那原本缠绕着天邪神的81条火龙当中，忽然有着30多条瞬间飞出，而后化作30多道火焰长剑瞬间穿过。噗噗噗噗噗，每一道火焰长剑穿过，便是有一位天魔帝的身躯被洞穿，世界境门槛的可怕威能，连他们的魔魂都是直接湮灭。一瞬间，除去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之外的所有天魔帝，便是已经尽数陨落。第二剑划过，在圣天魔帝怨毒的诅咒当中，域外邪族的30多位天魔帝终于尽数的陨落，而后被那绚丽火焰直接席卷，焚烧成了精纯的魔气。30多位天魔帝也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能量了，堪比灵力分身之前斩杀的30多头先天魔神，足以另一座超级大陆都扩大数倍甚至更多。而这般庞大的能量，则是被混沌熔炉分解重组之后，凝聚成了一丝丝与天邪神同根同源的力量，最后汇入到了混沌熔炉中央的圣神丹当中。萧炎，混沌熔炉的当中魔气翻滚，天邪神发出最后怨毒的嘶吼。完了，一切都完了。他谋划了49000年的巨大布局破灭了，他耗费心思培养出来的众多强者也尽数陨落了，如今连他自己也马上就要陨落了。感受着周围那越发虚弱的魔神之力，他甚至已经无力再发出绝望的呼喊。尘归尘，土归土，既然选择了掠夺别人，就要有被别人掠夺的觉悟。萧炎站在混沌熔炉上空，双目淡漠地伸出手掌，伴随着他的手掌伸出，81条火焰神龙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焰手掌，将那残存的魔神之力尽数抓住，连同天邪神的神魂在这一刻狠狠地握住。砰！手掌收缩，天邪神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在这一握之下，完整的火之大道包裹他的神魂，都被萧炎彻底的捏爆。这个曾经祸害了大千世界49000年的魔神，今日起陨落。